我江疏远，我儿江遂年满周岁，被敌军俘获，头挂玄门，脚踏尖刀，让我将士交出商朝山河图。我亲手射杀了我的儿，敌军愤慨，斩我稚子头颅，分尸狼群。我不曾交出商朝山河图，未曾做出损害我朝利益之事。我江修浩自幼加入江家军无名营，3岁入了陈国，蛰伏在陈国太子身边18年，为商朝获取陈国内部政要机密，壮我朝士气。陈国太子即位，我成囚中人，我被关在陈国地牢，苦力刑罚在我身上使尽，我被敲尽满口白齿，剥皮抽骨，不曾妥协。死前被迫吞满腹沙石，曝尸荒野。皇帝，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江家满门男儿皆可战死，尔等奸人拿投敌叛国罪书辱我江家男儿，奸人闯我江府，关我江府大门，屠戮烧杀抢掠，老弱妇孺皆不放过，占尽我江山呢，我江家有罪，你为何不敢召我回京问罪？为何在夜深人静时闯我江府，屠我满门，辱我江家妇孺？我江林。这时，大殿门外走入了一位身穿禁军服的男子。我父江书恒守南疆10年，长兄死在艳阳关，2哥死在白水寨，3哥死在官军，4哥尸沉沼泽地，我5哥为救4哥被敌军分尸。我父亲告诉我，我的5个哥哥皆是为民而战，他们都是少年英雄，死得其所。上战场，我父亲在前，以忠魂授我忠君护国，我铭记于心。我为生在江家而幸，为死在疆土而荣。父亲教我，敌放我一寸，便可亡我商朝万万子民。江战男儿若有贪生念头，南疆领土必失。我守边城，身中2箭，九死一生，未曾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若我退一步，便要用满座城池的百姓做代价。我江陵面对敌人的千军万马不曾怕过，身受重伤，脚踏鬼门不曾怕过。可我此生怕再过每一个8月15那天，月亮真的好圆，江家阖家团聚。父亲拿到了与陈国签订的和平契书，带我回江府。那天，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笑得那样开心。他对我娘说：“夫人，我把江陵带回来给你了。南疆边城暂无战事，有我江家后辈守护，江陵也该成家了。江家的家宴未能圆满收场，蒋新贵、王德全带兵闯入江府，封锁江府各院出口，给江家按了一个投敌叛国的罪名，对我江府杀烧抢掠。我不曾到过地狱，江府满门被屠时，我才知道人间地狱并非传言。我眼睁睁看着我的亲人剑术倒下，我的父亲却要我活下去。他要我活着，哪怕是缺胳膊断腿，爬也要爬到上京城，问问皇上，你可认我江家隶属勋章嘉奖？你可认你亲自提笔的忠君护国匾额？你可认你口中若无僵尸魂，便无南疆安宁的话？拿下他！既然皇上盼我江家投敌叛国，那请皇上下诏，召回江师，下狱听审，我江家愿意配合。江陵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作揖道：“求皇上重查重审江府一案，还我江家满门男儿清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请他压下去！禀报皇上，好多老百姓在摘星楼外面手持江家状纸，为江家人鸣冤。皇上，文坛学子在街道游行，要各部重查重审江家被屠一案。呈上来。景隆帝看完后，噗的一声，气得吐血了。皇上，秦太医，快拿丹药来！先把江陵押入大理寺。我江家被奸人所害，我江陵只信一人，江家案子我希望交到内人之手。你想让谁接手江家的案？我只信沈大人。沈正一脸色霎时大变，江陵这无知小儿胡扯什么？我爹！我只信沈大人，我要沈大人做主审官，3、4审6部监察江家满门被屠一案。我江家满门死的冤，我冤，我好冤！求沈大人帮帮我江家。好得很，这离间之计当真是高明，微臣愿听皇上安排。那你可愿审理江家一案？回禀皇上，微臣愿意审理江家一案。好。
好，那朕授你代理大理寺卿一职，同3、4、6部一同办理江家一案。谢皇上信任，微臣定不辱皇上使命，查明江家一案，还江河太平。沈正一磕头谢恩时，内心感到无比的悲凉。一个寿诞宴，他从正3品礼部尚书到从6品礼部郎中，再到正3品大理寺卿，像他这样的笑话，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谢皇上圣明，谢沈大人愿受江家满门被屠也。快抬皇上回乾清宫！怎么会吐那么多血呀？罗太医，你快救救我儿！他吐了好多黑色的血。让人把谢司抬到偏殿。罗太医，给谢小公爷好好看，勾不许他死在这里。蒋行柱，你给勾出来。太子殿下，放在皇上下令杖毙的宫女逃走了3个。逃了？那还不快去找回来！莫居里低斥。蒋行柱，速回你蒋府，捉拿你哥哥蒋新贵、张周。微臣在。张周是御林军副统领，把散布这些东西的人找出来，派人封锁宫门，今日不准许任何宫人出去，仔细搜查每一辆出宫的马车。是太子殿下。看到谢少夫人了，谢少夫人往那边去了。她自己一个人。是的，太子殿下。查出她中的是什么毒？回禀太子殿下，方才秦圣医同微臣说了，谢小公爷中的是南下真毒，必须在1个时辰内服下解药。可太医院内没有这种毒的解药，若谢小公爷不能在1个时辰内服下解药，他必死无疑。宫内乱着，父皇突然病倒，本王要留下来处理宫中之事。你身子沉重，不能太过劳累，本人让人护送你先回王府。好，王爷不必担心臣妾和孩子，臣妾会照顾他们的。出宫吧，沈二小姐。亲王殿下。不必多礼，本王方才见你家人在寻你。亲王殿下，你还……没想到你竟是沈府的2小姐。王爷，你1年前万凡街上一遇，若知你是沈2小姐，本王便早日送你回沈家，你也不必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亲王殿下，你不怕我吗？为何要怕你？世间美丑只是世人定义，沈2小姐不必因为身上的缺陷而自卑。你如今就很好，何须再遮遮掩掩呢？多谢靖王殿下宽慰。你放心，你以前过往如何，本王都不会对外泄露。靖王殿下和靖王妃看起来恩爱如妻。本王与明珠青梅竹马，顺理成章的成婚。如今她亦有身孕，我们很快就会有属于我们的孩子了。青梅竹马，顺理成章的成婚，孩子，那是不是意味着靖王与顾家女成婚，因形势所迫，不得不在一起？靖王其实并不喜欢靖王妃的，是吧？你父亲和江林看起来关系不错呀。啊，臣女并不知道我父亲和那江家的人还有这一层关系。臣女回府后便向父亲打探1、2。此事关系重的，不过你父亲也算因祸得福，从6品回到正3品大理寺卿。你父亲若是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捎个信给本王。靖王是什么意思啊？靖王殿下要赠我定情信物？多谢靖王殿下愿意帮我父亲。太子殿下与本王不是那么合，本王向你打探你父亲和江家的事情，至此你我2人知道便行，切莫同旁人说，以免惹得太子不快，让你父亲为难，也让你为难，明白吗？莲儿，靖王殿下。娘。靖王殿下，臣妇正准备带莲儿出宫。本王方才看到沈2小姐站在此处，怕沈2小姐迷路了，这才过来指点。既然沈夫人过来了，那本王就放心了。靖王殿下方才同你说了什么？没什么，靖王殿下刚才不是告诉娘了吗？他怕我迷路，让我回宫殿找娘，不要到处乱走。宫中现在正乱着，以免再生事故，对我不利。夫人，这是大小姐，让奴婢等宫宴结束后拿给夫人的药方。这方子是用来调理2小姐身子用的，里面有2个方子，一个是外敷，一个是内服。好好用上3个月，2小姐的身子便能慢慢恢复。我方才看到大姐姐和太子殿下出去了。你说什么？沈婉他对太子贼心不死呢，真贱人！沈夫人，沈大人在找你，他让你早些出宫。先出宫再说。御花园鱼池。沈婉，你是不是
是疯了！不经姑允许，竟敢私自给谢玉锦下毒。不是我没下。审完，江陵大闹寿宴，江家院属洒满上京。无论百姓如何看待江家一门案子，谢玉锦都不能在太后的寿诞上出事。他可以病死在自己的府里，就是不能死在皇宫。他若是不能走着离开宫门，那姑今日就杀了你，让你生生世世与他同冠同眠。休想再逃出镇国公府，也别想再回到沈家。姑亦不会再看你一眼。你一定要对我那么残忍吗？今日形势所迫，谢玉锦他不能死，明白吗？我不明白。你再往前一步，姑一定会杀了你。快把解药拿出来，救他。你既然笃定是我给谢玉锦下毒，那想必太医已经告诉太子，谢玉锦说不能在1个时辰内服下解药，必死无疑。我便是要这个结果。你就这么恨他不死吗？殿下见过雄鹰的女人，又怎看得上凡夫俗子？殿下不应该那样问我，就这么恨不得他死吗？其实我并不恨他，只是有人告诉我，这是我可以回家的路。我只是想回到原本属于我的位置，我并不想被他人叫做谢少夫人。如果他死了，我就能回到沈家。太子哥哥，6年前你失言了。莫君里瞳孔狠狠一颤。我是储君，你便是我的太子妃。将来我问鼎帝位，你便是我的皇后。共建江山，孝泰盛世，携手银币，定不负卿。试想了6年，守一个冷冰冰的诺言，是我沈婉痴心妄想。今日我沈婉终于看明白，太子殿下心中早已无我的地位。别说了，沈婉。殿下方才那一剑，你想杀了婉儿，我一直不想承认。殿下待我只有利用，没有幼时的感情。我一直相信殿下的每一句话，一直任性，一直想做点什么，让殿下能够注意我，看看我。可是殿下眼里早就没有婉儿了。别说了，沈婉，你既无法兑现诺言，那这圆月梅花纹也该归主了。殿下放心，以后我会事事听从你的安排，不会再任性，不会再私自行动。婉儿还是婉儿，但是婉儿会用另一种方式站在太子殿下的身后。臣妇这就回去看看臣妇的夫君。他又朝他扶了一个身，便从他面前走过。这时李长福从后面的宫廊走过来。太子殿下，怎么了？罗太医找到了解药。罗太医找到了解药？他不是说太医院里没有解药吗？是罗太医的儿子从宫外送进来的解药。罗太医的儿子？估计的死人。罗太医的儿子罗毅在上京城开了3家市医，太医院内没有解药，可他的儿子市医堂内却有解药。那市医堂还有什么大账？你派人暗访市医堂，看看市医堂内可否有南下真毒。是。奴婢方才看到靖王殿下寻2小姐，2人站在角落聊了好一会儿。奴婢在外面的哥哥查出了2小姐与靖王殿下在1年前曾有过交集。靖王殿下曾救过被地痞恶霸欺负的2小姐，当时2小姐还未被接回沈府。原来靖王是沈莲的白月光啊！靖王找沈莲谈什么？想利用沈获得沈家内部的消息。谢少夫人戏演得不错。靖王殿下，彼此。靖王站在紫薇亭，叫人好好盯着这位谢少夫人，她见过谁，和谁接触，哪怕是摸过一条狗都不能漏掉。是。甜点，婉儿，你去哪儿了？阿慈一直在找你，宫中正乱着，他怕你出事。我被酒水洒湿了衣物，下去清理衣物了。你感觉如何？罗太医方才送来解药，我感觉好了一点点。扶我坐下吧，我走不动了。快拿轮椅来。安宁，别怕，你成功了。你哥哥的笔可御千军，富江山，镇国君。你的谋略救下江家妇孺，扭转乾坤，逆转残局。你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例行检查，请里面的人打开马车，让他们查看吧。你方才将太子殿下引出去，他可有伤你半分？你耳朵上的伤是太子划伤的？沈婉点了点。等将来可以动手的时候，你记得多给我补2刀。疼？倒是不疼。接下来你暂时在府里好好歇着。靖王怕是盯上江家那么大的局，百官中明白人不少，可真正能想到在背后操控此局的人不多。你也发现靖王有问题？他一直有问题。你忘了我先前在皇城寺干了2。你的几位哥哥来到上京城了吧？近日就先不要去接触他们，皇上会下旨捉拿写江家壮志的人。我知道他们不在上京城，他们在一
个皇上想不到的地方。江陵入大理寺后，皇上虽不敢再动他，可一直在大理寺内，绝非安全之地。时间长了，什么下作的手段都能使上，再给百姓一个江陵死掉的理由。江陵不会在里面待太久，皇上很快就会召他回南疆。古华寺密室内，一个清俊的男子手执笔书写帝王。圣主英明，江家中军护国，历代男儿战死沙场，满门被金人屠杀，其案歪曲诡异。圣主英明，重审此案是万民之荣。百官有贤才沈大人，是我主之幸。万民天听，愿降贤君，剖其真相，剑指屠杀忠贞恶霸。江山有明君镇守，我朝中将将更加忠诚于君，护于民，坚令将无出头之日。我为生于商朝而荣，生活在贤君统辖下的商朝而庆幸。奉父母官沈大人早日清查江家被屠一案，还海晏清河，盛世民安，江氏一族名目皇权。家主，不止沈家各院撒下这些东西，方才奴才派人去街道看，四处皆有。那皇宫自然也撒了这些文案，皇上怕是早已过。这时，沈家的护卫站在门外说道：“家主，太子殿下来了，微臣参见太子殿下。今日从天上洒下的东西，你可看过了？”是，微臣手里有好几份。你和江陵？太子殿下，微臣是被冤枉。江陵那无耻小儿，分明是想挑拨离间微臣与皇后娘娘的兄妹感情，挑拨微臣与太子殿下的君臣之情，让微臣失去圣心，直至要微臣审江家的案子。微臣和江陵根本没有丝毫联系，也绝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否则微臣死无葬身之地。既然父皇任命你为正三品大理寺卿，那也好过去礼部当个从六品吏部郎中。你就去好好审江陵。父皇他从昨日晕倒之后，身子一直抱恙，今日早朝还是靠着秦圣医的丹药勉强支撑一二。姑和莲儿的婚事不宜拖，你们沈家好好准备。姑会同母后商议与莲儿的婚事，让她早日入东宫。还有新玉锦那边，你暂时先不必盯着了，姑另有安排了。你如今要做的，便是让沈家别再犯错，让莲儿顺利嫁入东宫。是，微臣近日会好好叮嘱夫人，教导莲儿做好一个太子妃。太子殿下，你让奴才派人去查侍医堂的人送消息回来了。查的怎么样了？罗太医儿子罗毅的侍医堂内并没有南下镇毒，倒是找到了一瓶可以解毒胀的解药，听说是罗太医的儿子罗毅自己配的，对治疗身中毒胀的人有缓解毒性发作的效果。去搜一下侍医堂外面是什么情况？皇上派太子抓写状纸的人，太后让皇后打杀掉进入过摘星楼的宫女。太子刚从神府出来，这会儿正准备去侍医堂搜查一番。侍医堂？你想让太子知道罗家窝藏江家父？谢玉锦摇了摇头，我还不至于这么蠢。那罗太医的儿子是什么料，我还是清楚的。他没有那样的胆子印那些状纸。你是不是拿我的药塞进了侍医堂内？既然要把罗太医唤出我镇国公府，那我就给太子拱一把火，正好趁乱替你二哥哥报断腿之仇。你和我想的一样，我让石峰往侍医堂内放了一些东西。不过，既然你也做了，那侍医堂的药架上不介意多几瓶死亡催促药。罗太医、罗毅是该收网，否则怎能听我二哥哥断腿之痛？属下还有一件事要向主子跟少夫人禀报。属下从神府回来时，看到沈二小姐从神府狗洞里逃出去了。逃哪儿去？西王府的方向。少夫人，沈家来人了，少夫人过去看看吧。好。谢少夫人，我先前让你买的东西，你买回来了吗？沈婉微微侧目，你回屋子把今日一早采购回来的药材拿给罗太医。是，罗太医，按你的吩咐采购回来的药材。罗太医，麻烦你跟咱家走一趟，太子殿下现在在侍医堂等，还有把这些药材通通带走。叶公公，你们为何要带走罗太医啊？谢少夫人，太子殿下让奴才交代你一句，你要好好照顾好谢小公爷的身子，堂的事情无需多问。李公公，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犯了什么事儿？太子殿下为何要派御林军抓我？你去了侍医堂，让太子殿下亲自同你说。少夫人，艾嬷嬷还在外面等你。不知罗太医犯了什么事儿，要捉拿他。太子殿下方才已经让李公公叮嘱少夫人，
你只要做好眼前的事情，旁的事情无需多问。不知艾嬷嬷到镇国公府来是家中有何事？艾嬷嬷，现在可以说了，家中出了何故？少夫人，二小姐不见了。不见了？二妹妹怎会不见了？昨夜就没在房中，夫人不敢声张出去，让人在沈家各院寻找。今日一早，太子殿下还到过沈家，同家主提到二小姐的婚姻之事，夫人心里乱得不行。家主又去大理寺查江家的案子，老夫人病倒后更无精力管家中之事了。大公子又躺在床榻不能行动，夫人找不到可商量之人，这才让奴婢上门打扰少夫人，希望少夫人可以帮忙悄悄派人出去把二小姐找回来。二妹妹离家是大事，我怎可坐视不管？你们昨夜就该过来知会我一声，不该让我娘如此忧心。大小姐还是最疼夫人的，二小姐当真是不懂事。花荣，少夫人，速去安排一辆马车，我要出去一趟。你让花景同我婆母说，我去店铺走一走，对账，中午不回府用膳。是。宋嬷嬷，你留在镇国公府吧。罗太医不在府内，无人给小公爷端药，你记得把药送到小公爷房中，看着小公爷把药喝下去。艾嬷嬷，为了节省时间，你去五华街找一找，我去祁阳街看一看。到了天黑，不管有没有找到二小姐，都回沈府。是。我们抄近路，赶在二小姐去到晋王府之前拦下她。少夫人，二小姐。马车停在了巷子口，沈莲愣了一下。二妹妹，上马车来吧，娘找了你好久。二小姐，奴婢扶你上马车。怎么停下来了？少夫人，马车轮子松动，需要停下来修整。你们出门的时候不检修马车吗？幸好提早发现马车有问题，说少夫人因你们这些马夫粗心而受到什么伤害，小公爷定饶不了你们。好了，我们先下去吧。二妹妹，旁边正好有一间茶楼，你还未用早膳吧？我陪你一块吃，吃完姐姐送你回家。茶楼是镇国公府名下的。沈婉走入茶楼，回到顶楼，窗靠东的厢房，给我们准备一份早膳。二妹妹，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何跑出沈家吗？用得着你管？你来找我做什么？我又不会迷路。你这样假惺惺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宫里和太子殿下眉来眼去。出宫的时候，娘说了，你是故意把晋王妃的诗放到你那个匣子里，让娘拿走你的诗，让我出糗的。沈莲说完，端起面前的汤，喝了2-3口，就狠狠地吐出。这是什么玩意儿？二小姐，这是豆浆呀。豆浆？你们喝豆浆不放糖吗？难吃死了。回二小姐，少夫人她喝豆浆从不加糖，奴婢这就让花景给二小姐加。二妹妹当真是误会姐姐了。昨日我同太子殿下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倒是听宫人说妹妹同晋王殿下。晋王？二妹妹认识晋王殿下吗？那个女人，大姐姐认识吗？她好像一个人。她是谁？刘淑女。刘淑女？对，刘氏旁支的一个孤女，曾入宫当过燕允公主的伴读。不过她父母落难，提前出宫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她。若她没有因家中之事提前离开，现在的晋王妃极有可能就是这位刘家女了。看她如今的肚子，要不了多久便要生了。你干嘛关上窗子？二妹妹，晋王殿下既然把刘淑女藏在此处，一不娶她为侧妃，二不公开她的身份，就证明此事是晋王不可触碰的秘密。他能让刘淑女留下她的血脉，可见刘淑女是晋王的心奸人，他定然不希望她的秘密被外人知晓。我们这样的身份，还是不要管太多，以免招来杀身之祸。那就任由晋王这样发展下去吗？你和那个晋王妃不是好朋友吗？你看到你好朋友的夫君在外面养女人，你都无动于衷。大姐姐当真如娘亲所说的那般，白眼狼，可惜了晋王妃在紫薇亭那样护你。妹妹也说了，那是我的好朋友。二妹妹为何对晋王殿下的事情如此激动？你在宫中和晋王殿下之间，妹妹，你和晋王殿下……我跟晋王殿下没有关系，我只是替晋王妃不值。娘叫我以后少和大姐姐来往。这早膳我不吃了，你要吃你吃吧，不要浪费了，打包回去，你和花景分了吃。那贱人怎配生下晋王的孩子？晋王定是被那妖女所迷惑。半个时辰后，马车停在了沈府。夫人，是镇国公府的马车。你去了哪里来？我去找大姐姐，然后去茶馆吃早膳。早些回去吧。是，不知三哥身子如何？太医给他开了药，没什么大碍，就是受了点皮肉伤。这是我给三哥调的药，可以止痛，娘拿给三哥试试看。沈莲，你……我今日心情不好，不想
想同娘吵架，我只想回醉莲居休息。夫人，三公子醒了，他痛得厉害。金妙仪望着远去的沈莲，对艾嬷嬷说：“你去盯着二小姐，让她别再跑出去了，把院里那些看管不力的下人都打发出去，一群没用的东西。”而沈莲却并不是回醉莲居，她转身走进了沈家的桃园，找到了她的养爹钟管事。二小姐，养爹，你们几个就站在园子外，我同我养爹说几句，你们若敢再往前一步，本小姐就乱棍打死你们。养爹，二小姐，你怎么哭了？1年前莲儿被地痞流氓羞辱的事情，养爹可还记得？二小姐，这件事情千万不可再拿出来说，你如今身份不同往事，提都不能再提了。可是我今日来找养爹，就是为了此事。我找到了1年前救我的人，谁？他在刘宅府兵一项，刘宅的主人。不过他过得不如意，他同我说他的夫人和别人有了身孕，但他事事要依靠刘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求养爹帮帮你。二小姐想让奴才怎么帮你？沈莲凑到钟管事的耳边悄悄地说：“花荣，帮我把这个拜帖送到平章。”哎呀，太子殿下，我们没有私藏罪犯，我们没有啊。少夫人，人已经死了。御林军从侍医堂内搜到了可以解小公爷身上毒瘴的药，还搜到了罗太医从镇国公府贪没掉的昂贵药材。太子殿下质疑罗太医被镇国公府收买，玩弄于他，给侍医堂的人安了个窝藏乱党的罪名，当众处死，以儆效尤。不过罗太医被带入大理寺了。少夫人，顾夫人收到少夫人的拜帖后，特意递来求诊帖子。我们去顾家，该让顾家的人提前做好准备。平章夫人，谢少夫人来了，快把人请进来。婉儿丫头，快过来。夫人可有哪里不舒服？哎，我这不是愁着明玉那丫整日不着调，被气得胸口闷，没想到就收到了你的帖子，正想找个人来解解闷。可我今日来，却有一件要命的大事要同夫人说。顾夫人神色一怔，脸上笑意僵在唇。今日这拜帖原本是要送到晋王妃手中，但我想了想，晋王妃怕是收不到我的拜帖，便转递给顾夫人。顾夫人瞳孔震颤。此事和明珠有关，沈婉想见明珠，又怎会无法把拜帖递到明珠面前？谁要阻拦明珠与沈婉见面？晋王，明珠她怎么了？我没有证据证明晋王此人的问题，但若夫人愿意相信我，就等我通知，我会给夫人一个真相。你是说晋王有问题？如今我多说无益，晋王在顾夫人心中品行端正，广结善缘，忠于明珠。我贸然出来告诉顾夫人，此人要谋害明珠，怕是顾夫人对我不喜。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会赶在明珠临盆之前，让顾夫人看清楚你面前的晋王是人是顾夫人。自太后寿诞那日见过晋王妃后，你先前已有3个月没见晋王妃了吧？晋王说明珠怀了双生子，月份越大，行动不便，府里的太医要讨生躺着养胎。明珠倒是有送信送礼回顾家，晋王也会隔3差5到顾家报明珠平安，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明珠所怀并非双生子，可明珠的肚子……晋王是想明珠临盆时难产致死，晋王为何要明珠死？夫人，现在是明珠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倒下。对，我不能倒下，我要去一趟晋王府，我不便招待你了。顾夫人记得，莫要在晋王面前露出猫腻，等我消息。好。少夫人，后面有条尾巴一直跟着我们，让车夫去审。沈婉让车夫把马车驶进一个无人居住的废弃巷子。大师姐，我来解决。晋王的人，石峰，你近日多留意沈二小姐的行踪。我先回府了，你要小心晋王。晋王他派人暗杀我，我把他派的杀手都送回皇城司了，我会小心的。在他回镇国公府的途中，错过了很精彩的一幕。莫君礼从侍医堂走出来的时候，被侍医堂旁边小巷冲出来的一群疯狗咬伤了手。主子，太子殿下从侍医堂出来的时候被群狗追着，伤得怎么样？右臂被撕咬下一块皮肉，食指骨裂，险些被咬断。恶犬被驱走的时候，太子已经昏迷不醒。少夫人快回来了，你先退下吧。是。沈婉回到妙轩阁，阿姐，罗太医出狱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沈婉愣了一下，快步跑向谢玉锦。你先说。你先说。右臂被伤，食指被断。李长福驱走恶犬的时候，太子已经昏迷。你干的？他伤你半分，我一刻都容忍不了。行事嚣张，被恶犬追着咬，追查起来也难从下手。
太子怕狗，那么多狗追着他咬，他肯定吓急了。不过他活该被咬。只是我这书里记载了太多关于驯兽禽类的内容，你只撕掉一部分，还是很容易露出破绽，还是销毁了吧。这本书我已经倒背如流了。好，我回头让萧云拿出符销。阿宁可以同我说说罗太医的事情。罗太医儿子被当众杖毙，罗太医被送入大理寺。太子让人带走罗太医的时候，给罗太医按了一个乱党的罪名。我担心后面太子用罗太医做文章对江陵不利，你早做准备，别让他见到明日的太阳。交给我来，我在大理寺有人。这时外面传来了宋嬷嬷的声音：少夫人回府了是吧？我正好熬好了血燕窝。宋嬷嬷在这等着，我去问问少夫人，可是帮小公爷擦好身子了。少夫人，宋嬷嬷送来了血燕窝。谢玉锦没有理会，她低下头，深深地吻上沈婉的唇瓣，宽大的手掌紧扣着她的手指。过了好一会儿，躺好。少夫人，趁热吃了吧。拿下去吧，小公爷要休息了，没什么事情，就不要过来打扰小公爷休养。相思饮对你可有害？无害，相思饮是一种很好的避孕之物。你我眼下暂时先不要孩子。天下未安，大局未定，怎敢让质子长人间动荡？阿娘，我懂你的心，我们不要孩子。我需要你的隐卫帮我一个忙。你说。派人去大理寺把顾家长子找回来，顾家很快就要出大事了。晋王府。娘，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思来想去，你下个月中旬就临盆了，我也该过来同你交代一二，怕你到了临盆时心里紧张害怕。淑君日日看紧我，又有嬷嬷在一旁盘忧。娘放心吧，我不紧张，我甚至很期待两个孩子的到来呢。王爷，院外传来婢女的行礼声。母亲来了，快快起来。臣妇过来看看晋王妃。晋王妃临近生产，怕她对产子之事一窍不通，心生胆惧。顾明珠笑道。我方才同母亲说，我们都很期待两个孩子的到来。母亲放心，母妃已经安排了6个太医，13个产会留在晋王府，随时应对阿珠临盆。父皇也对阿珠怀上双生子一事十分看重，等阿珠临盆时，一切万无一失。顾夫人点了一下头。王爷向来心细，这点我们顾家绝对相信。王爷，你昨夜未回，父皇那儿情况如何？父皇已苏醒，秦圣仪在一旁守着。本王昨夜在宫里抓到几个乱党，在皇城司审了一夜，身上都是血腥味。你同母亲好好聊聊，母亲毕竟是过来人，对临盆之事比你懂得。本王先回院子洗漱。好。顾明珠和顾夫人都扶了一个身，晋王回自己的院子。王妃平日在王府都做些什么？王爷夫人，府里的秦嬷嬷管王妃管得严，要王妃孕过甚时后便卧榻静养，怕王妃落胎。王妃没事的时候，大半时间都是躺在床榻休息、看书、养胎。快去大理寺把大公子找回来。三更天，大雾笼罩大街小巷，镇国公府夜深人静。黑夜里传出了一声贱兮兮的声音：“大侠，是我，石峰。出来，一下子直接出来，别猫在那里鬼鬼祟祟的。我这不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偷睡，我好借机去找我大师姐吗？什么事？大事儿，很重要的事儿。你去同我大师姐说，沈二小姐派人守在刘宅外面。石峰，进来，有没有消息了？有。近日沈二小姐的养父钟柏借着公事之由，到市井找了一群地痞，这些人守在刘宅外面守了有7日，不过刘宅并无任何动静。沈二小姐似乎有些着急，那就帮她把刘淑女从刘宅引出来。你再亲自去一趟顾家，告诉顾夫人王可收，带她去寻一个真相，之后再帮我写一封信给顾玉忠，叫他安排家仆保护顾夫人。是。你要小心一点，陶宅定有晋王重兵把守。大师姐放心，石峰会小心行事的，保证把顾夫人悄无声息地带进去。遗珠已破水，本王暂时走不开，你速速去陶宅静候佳音。陶宅就是晋王府后面，2个府邸只隔着2个门。快去准备马车，王爷捎信来了，那边的人要生了。夫人不必紧张，王爷说过，等成事那时听王爷的安排。陶巨全，王爷请来上京城最好的大夫、最好的婆等夫人，你这妇人才可以。快让开，牛发疯了，快让开！刘宅出来的马车刚好从小巷转到大街。夫人，快去陶宅，我破水了，我快要生了，找王爷。太子
子为何要把罗太医送进大理寺？沈正一面露难色。罗太医同乱党。行了，你那些理由本王已经听说了，可你没有说真话。沈大人，你从政几十年，本王还是太看得起你。那江林，你打算如何处置？江林小儿口出狂言，微臣暂时没想到他的去处，不如晋王殿下指点一二。你如今是江陵主审官，本王岂敢逾越？不过本王可以给你一个忠告，你可以从镇国公府下手。走出大理寺时，晋王的护卫刘慧递来了一封信，压低声音对晋王说道：“王爷，是从刘宅送来的信。”去陶宅。陶宅内，胎位不正，脚先下来，宫口也没开启，但胎儿已经破水，胎便拉在宫内，若不及时生下孩子，恐怕胎儿要窒息在宫内了。夫人这一胎很是精，主子平日里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们，养着你们，这到关键时刻不能让夫人母子平安，你们都得死。生定是能生，只是需要帮贵人开宫口，那孩子怕也是。孩子、夫人都不可以有事，在这里没有二选一，必须母子平安。产妇生子，若能不乱喊乱叫，才能更好的保留体力，留给最后的产程。这个给夫人咬着。夫人，来咬着。夫人，王爷来了，你一定撑住了，一定要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淑梅，阿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不会死，你不会死的。产子之痛，本王无法代替你。可只要你母子平安，本王定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嫡出的身份。你虽无名无分，本王承诺你，大计谋成时，我的嫡妻只有你。淑梅，你不能替本王独负皇权。本王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可以名正言顺通过一览山河。出来了，孩子出来了，是个小公子。淑梅，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晋王话音刚落，床榻后面的帘子突然走出了一人。顾夫人！母亲。晋王唤了一声。晋王，臣妇承不起你一句母亲。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本王也没什么好隐瞒你的。如顾夫人看到的那个，本王在外面已有儿子，在明珠生下孩子，本王会把这个孩子送到明珠身边，让他当成双生子养。太医说了，明珠那一胎是女胎，得龙凤胎是明珠的福气。这样的福气，我明珠不需要。你方才同这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你娶我明珠，全在算。晋王啊，晋王，你当真是狼子野心啊！我今日不死在这里，就容不得你把外室女的孩子送到明珠身边。我顾家定不会再信你。那母亲试试看，能不能走出这个门。顾夫人，你听错了，我与晋王殿下在一起，全是我的勾引在先，与晋王殿下没有关系，是我偷偷私藏起来，10月怀胎快临盆时才告诉王爷。王爷不想皇室血脉流落在外，才出此下策。顾夫人，求求你给我和孩子一条生路。生路？哪个良家女会勾引有夫之妇？如此不知检点的，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种，我明珠岂敢抱来亲养？晋王生在皇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你喜欢他，想纳他为妾，收回府做通房，我明珠绝不说你半。他若真有晋王的血脉，只要晋王同意留下通房妾室的孩子，我明珠也绝不会亏待庶出子弟。可你们用如此下作手段作践我的明珠，你想留外侍女所生之子，就必须去母留子，以庶子的身份抱回王府。我绝不多说一句怨言。你胆敢拿外世子充当我明珠的嫡长，你试试看！顾夫人用尽全力吼出，然后指着陶宅的大门。陶宅与晋王府只隔着2道门，晋王自己去同明珠交代清楚。顾夫人说完，转身对站在院外的顾家婢女和嬷嬷们道：从今日起，由你们负责晋王妃饮食用度，寸步不离的守在晋王妃身边。院内下人异口同声道：是。屋内，刘淑女扑到桌上，拿起捡起来的剪刀，狠狠地捅在胸口。夫人，不要！王爷，方才顾夫人说了，去母留子，她便不再有任何怨言。只要淑女死了，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进王府。你同顾家的关系虽
虽不能恢复如初，但也不会陷入困境。王妃她很爱你，你回去同她好好说，她不会亏待我们的孩子的。不，靖王抱着刘淑女，双眸赤红。你和孩子都不准死，不是算好了下个月中旬才到临盆的日子，怎会提前那么多天？夫人今日一早收到来自王府的信，便让孔陶安排马车到陶宅静候王爷。可马车刚从巷子出来，一对夫妇的牛车失控，牛把马惊了，马车被掀翻，夫人被撞出马车，这才提前破水了。靖王盯着信上的内容，俊美的脸庞扯开了一抹森冷的笑，这不是他写的信。靖王看着信，突然大笑了几声。安插在谢少夫人身边的眼线有回来吗？不曾回来过。你也去给本王送一封信，告诉沈大人，我们的沈大小姐在外面还养着一对父母，此刻就在怀州府。靖王冷冷一笑，把今日在场所有人都处理掉。沈府家主，大公子醒了。孟氏在内院垂花门等候许久。大公子说要见家主。沈正一走进临风居，沈承霄靠在床边，因受毒瘴折磨，往日健硕的身体此刻骨瘦如柴。拿水来。是家主。这是罗太医配给谢玉锦的药，谢玉锦就是吃了罗太医的药，我瞧他身子好转，连秦圣仪都说他虽有余毒在心脉与脏腑，可只要继续调养，注意饮食，就可以恢复6、7成。罗太医怎会给谢玉锦解毒啊？罗太医今日一早死在了大理寺，我昏迷的这段日子，朝中发生了变故。沈正一长叹了一声。是，朝中发生了变故，我们沈家也发生了变故。他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告诉沈承霄。沈承霄听完后闭上双眼，靠在软枕上，突然问出了一句很奇怪的问题：爹，你相信前世吗？前世？你先别想太多，养好身子，等你好了，咱们再从长计议。沈承霄睁开双眼道：我们都被算计了。我知道我们被算计了，不，我说的是我们被捏造这个药文的主人算计了。沈正一蹙眉：你是说罗太医被人算计了？太子从罗氏医馆内搜出来的所谓的可解毒症的解药，是被人调包的药。谋划整件事情的人，目的是向罗氏父子报仇，除掉谢玉锦身边的眼线。轰的一声，沈正一脑海像炸开了火花，猛然想到了一个人。沈婉，没错，我们都被沈婉骗了。你是说罗太医、罗毅都是沈婉的手笔？他想要除掉谢玉锦身边的眼线，他和罗氏父子有仇。他不只跟罗氏父子有仇，他还同我们沈家有不可解的深仇大恨。爹，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日子沈家发生的事情，有哪一件沈婉不在场？沈承霄眼底皆是恨意。二弟双腿重伤，娘派人去寻他，他赶在二弟双腿被截时才赶回沈家。他手上的伤是怎么弄伤的？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我和谢玉锦都是他在怀州府救起来的。你让他回医门寻李仙一治二妹妹的胎毒，他说李仙一不在商城。爹，怎会那么巧合呢？沈正一微微瞪大双眼。沈婉，爹，把沈莲送回沈家，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没有。旁人若知道自己是假千金的身份，掩盖都来不及。他却偏偏大张旗鼓，当着祖母、母亲和我二弟的面，戳穿自己的身份，就把沈莲引入沈家。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时，吕管事从门外走入，手里拿着一封信，道：家主，有人在沈家大门外丢了一封信。拿来。果真是那孽畜。沈婉原姓顾，安陵村顾家人，其父为他取名为燕宁。沈大人，你的好养女在怀州府养着他一对哑巴爹娘呢。老大，你的身子谢玉锦没有中毒，中毒的只有我，我们全部都被顾燕宁骗了。爹，杀了他吧，他留不得了。申香雨，落九泉，燕回朝，复来愁。他若不死，必屠我满门。孟氏站在一旁，指尖颤抖的厉害。让沈律带人去怀州府找顾家人。说完，他转身朝京庙仪的南香阁走去。镇国公府，晋王杀掉了姚宅所有产婆与大夫，一直留在姚宅内，不曾回晋王府。顾夫人派去23位丫鬟婆子看护晋王妃。顾大公子在姚宅与晋王府后门附近安插了眼线，以防晋
王在孩子身上做文章。还有，石峰说到这儿时，面色凝重，没有往日的风轻云淡。晋王派护卫给神府送了一封信。谢玉锦抬眸看向沈婉的方向，他手里握着万魂弓，另一只手拿着帕子，停顿了擦拭万魂弓的动作。沈婉说道：晋王已经猜到把顾夫人藏进桃宅的是我，也猜到把顾大公子找回来的人是我，也只有我能够帮护明珠。他要报复我，我要见少夫人。沈婉话音落下，院外就传来宋嬷嬷的声音：放他进来吧。少夫人方在沈府递来一张帖子，要少夫人今夜子时回沈家一趟。今夜子时阴气最盛，送回走呢。沈婉伸手接过帖子，打开一看，帖子里面夹着一封信。他拿出那封信，摊开信看了看。沈婉原姓顾，安陵村顾家人，其父为她取名为叶明。沈大人，你的好养女在怀州府养着她那一对哑巴爹娘呢。他微微眯起双眸，先退下吧。靖王，这是下战书，也是王帖。沈家的人要你子时回去，就没打算让你再活着走出来。阿宁啊，这一趟我该去一趟。既已知道我是身后谋局人，躲是躲不掉的，这是我顾家与沈家人的恩怨。我知道这一趟是一个死局，但我顾燕宁就是要告诉他们，天不收他们，我收。那也让我陪你一起去。不行，阿宁，我不允许沈家人伤你。你怎知不是我伤沈家人？沈婉眼眶猩红。谢玉锦，我同沈家不仅仅是偷换人生的家仇，我同沈家是血海深仇。我等今日这一刻，等了一个轮回。今夜是我和沈家做个了断的时候，你不能跟我去，哪怕你易容成萧云那样，只要你随我踏入神府，晋王便会在暗中捣鬼，待他移入镇国公府，到时候顶替你留在此处的萧云便会露馅。晋王不会让你陪我一同回沈家的，而且他很快也要对镇国公府下手，你要提前布局。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从神府走出来。天亮时，我等我的夫君接我回家。此时沈府这院子已被沈家护卫里里外外的包围，如铜墙铁壁，连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沈正一身后站着一排黑衣人，他们都是沈正一和沈承霄培养出来的精英杀手。没想到沈大人这么看得起我。我儿婉婉剑术精湛，聪明伶俐，不枉我沈家花费15年心血培养出来的好苗子。那是自然，若我没有过人的聪慧，沈大人也不会弃你丑女儿，将我从顾家抢走，巩固你沈家的地位。我沈家有什么不好？给你最好的资源，让你接受贵女最高的礼仪，为你造势，送你去木仙山学医。若没有我沈家，你如今不过是一介平民之女。你可知，有些人奋斗一辈子都碰不到我沈家这样的高门大户。你爹无财无势，更不可能给你优越的环境。你娘粗鄙不堪，更不可能让你享受在沈家时的好生活。更不要提接触皇后太子这样的尊贵人物。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本可以做太子妃，为何你会不愿？因为沈家不配拥有这样完美、漂亮、聪明伶俐的顾燕宁。你们的丑女儿沈莲这样才是你们的好女儿啊！沈大人害沈莲面如夜叉鬼的罪魁祸首，现在还在逍遥快活吧？哦，不对，应该说沈大人舍不得处死当年给沈夫人惊世下毒的王氏女子。沈正一嘴角的笑意僵了僵，瞳孔掀起浓郁的杀意。身后的杀手立即飞跃起，暗器如暴风雨袭向沈婉。沈婉从腰上抽出了红绫，把躲在暗处的沈家护卫带飞出来，挡在身前。王德全为何会替你顶罪呢？有些话要从15年前说起。王德全为何能够顺利进入御林军，成为太子殿下的左膀右臂？因为他是杀了他！沈正一低喝，身后的门也被人打开。金妙仪满眼怒色地从沈正一身后的屋子走出来。沈正一脸色变了变。夫人，外面危险。因为他是什么？因为王德全就是王宇娇的弟。他说的是不是真的？那王德全是王宇娇的弟弟。他在挑拨离间。他住在永将庄。沈婉喘息间，沈府又扑来一群杀手。沈正一彻底恼怒了，把他杀了。那你为何不敢让他继续说？沈正一，你做贼心虚！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和王宇娇断干净，是不是？不是，是王宇娇还怀了他的孩子。沈婉。与此同时，沈婉的身后出现一道黑影，也一掌拍打在沈婉的肩膀。妹妹跪下。大哥，你可知四哥哥有什么癖好吗？那掐着他肩膀的男子正是沈家四公子，沈府杀手营的统领者，暗号绝杀，名为沈成觉。
被旅馆士扶着的沈承霄眉头深深皱起。四哥哥好喜欢在大哥出门办事时偷偷潜入你的房间，睡你的床，在你的床上睡寝。你那一屋子孩子少不得四哥的功劳呢。找死！沈承觉扬起匕首刺向沈婉，沈承觉手中匕首还未落在沈婉的身上，沈婉便抬脚踹在沈承觉左腿曾中过箭的弱。快把四公子扶回院子，杀了他！快杀了他！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怎么武器失灵了？既然你们不动手杀我，那我可要大开杀戒了。沈婉，你这个贱人！鸡鸣声从街道小巷响起，天微微亮。家主夫人，镇国公府小公爷来找谢少夫人。沈大人，我们小公爷身子不适，急需少夫人回府给小公爷看。你们若是还不肯放我们谢少夫人离开，那我们沈国公府只好叫人把沈家大门踢了，让人们进来看看你沈家昨夜对我们谢少夫人做了什么。我们小公爷说了，大不了撕破脸皮，谁都别想好过。不可以放了沈婉！沈正一权衡利弊下道：“放他出府。”沈正一夫人，沈正一面色阴沉的厉害。这事情闹大，颁了一个欺君的罪名，还让我莲儿失去与太子的赐婚，得不偿失。今夜不过是探一探底，我们知道沈婉的实力在哪里，下次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你再等一等，到时同镇国公府一网打尽。少夫人，走，小公爷在外面等你。沈婉走出观澜园之前，深深地看了眼京妙仪。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心里感到十分疑惑。娘在妆台第二格上锁的那个抽屉里收藏着什么秘密？女儿几次打开来看，好像是谁写给娘的情书啊！我瞧着那字迹也不像爹的字迹，是哪个男人给娘写的？娘如此宝贝。你这个贱人，给我闭嘴！我说完就走了。日后你们想让我开这金口，恐怕都难了呢。倒不如让我吐个干净，替你们一家子兜着那么多秘密，我心里沉甸甸，累得慌。镇国公前来我沈府下骗你那日，我好像听到娘唤我公爹一声谢郎。沈正一瞳孔窜起了一簇火焰。你看我做什么？你难道就对得起我吗？我还没跟你算王玉娇的账。对，快去算账吧。想必娘抽屉里宝贝藏着的是你谢郎年轻时写给娘的信吧？你这贱人，沈婉，你这贱人，我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沈正一胸口的怒火被彻底挑起。沈正一，你给我说清楚，王玉娇是怎么回事？沈婉说她怀孕了，你是不是同她生了孩子？你给我说清楚！你干什么？夫人在抽屉里藏了什么宝贝？打开让我看看。我凭什么打开给你看？好，好得很。你不打开，那我就砸开它。这就是镇国公同京妙仪还在婚约期间时给京妙仪写的报平安的家书。沈正一，你别再看了，我们都中了沈婉的计，他想分离你我20多年的夫妻之情，你别看了，我求你了。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信全部烧了。全部烧了，你拿去，全部烧了。你自己烧，我看着你，你自己烧。好，我烧，我亲手烧掉他们。看着那封信被烧成灰烬，京妙仪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沈莲走进京妙仪的房间，目光冷森森地看着京妙仪与沈正一二人，眼中都是恨意。沈正一，沈莲，你怎能唤你爹名字？你这是大逆不道！大姐姐说的每一句话我听到，原来沈婉根本就不是沈家。你们当年因嫌弃我长得丑，把我扔了。你们骗，你们嫌弃我，你们把我扔了。不要再胡闹了！京妙仪头疼的厉害。凭什么让我不要呢？娘嫁爹，还偷偷惦记别的男人；爹在外面养别的女人，还搞大万氏女的肚子。四哥睡大哥的妾，大姐姐根本就不是我的大姐姐，我才是沈家嫡长女，我才是沈家女。就因为我脸上的胎毒，所以你们扔了我。有你们这样的爹娘兄长，真是我的不幸。沈莲愤怒地瞪看沈正一、京妙仪，你们把我扔了，还有脸在这里嫌弃我？我要告诉所有人，沈婉她是假的。他打开房门往外走。沈莲，你给我回来！沈婉这个白眼狼，留不得，留不得，一定要杀了他！夫人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怀州府抓他亲生父母了。镇国公府，沈婉刚走入妙轩阁，就吐了一口血。少夫人起床了吗？该用早膳了。谢玉锦猛然回头望向房门，眼中尽是杀意。沈婉靠在他怀中，微微睁开双眼。沈家的人都打杀了，送回沈家，然后把侍奉招来。他懂得艺术。
让他过来帮我看看，我中了神司一掌，手内伤了。这时，花荣拦住了宋嬷嬷，不让宋嬷嬷入院。花荣，你拦着我做什么？我要给少夫人送早膳。谢玉锦听到外面的声音后，命令萧云找石峰处理一下沈家家仆，找个理由送他们回沈。萧云接到命令，看向花荣。花景走到宋嬷嬷面前，将沈婉的翡翠簪别到宋嬷嬷的鬓间。宋嬷嬷愣了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少夫人赏你的。你们什么意思？说我干什么？你偷老夫人送给少夫人的翡翠簪子，手脚不干不净，乱棍打死。啊！首先我为上轿，大师姐还是很厉害的。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大师姐？我大师姐很厉害，我知道她很厉害，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当然是一门，不过我是菜鸡，大师姐什么都肯教。那就说说你们一门内医术最厉害的人。当然是我师傅李仙一啊。不过我大师姐也很厉害，她去一门只学了1年，医术就出师了。师傅把整个一门交给大师姐打理，之后便云游了。我虽是师傅的徒弟，但是我的医术是大师姐教的。我大师姐她上天入地无所不知，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告诉我哪里有危险，我就能避开所有风险。是不是很厉害啊？啊，谢谢。石峰怔了一下，不用谢，这是我的大师姐，你不用谢我，我也要护她周全的。正因为有你，我才要谢谢你，在我的岁月还有你陪她同行。好吧，那你好好照顾我大师姐，她需要休养，我还要做别的事了啊。先走了。你醒了？我睡了多久？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你睡了5日，现在是亥时，你感觉身子如何？有没有好一些？要不要我去叫石峰小师弟过来再给你看看？心脏痛，那得叫石峰小师弟过来看看。不是，不痛了。真的不痛了？不痛，真的不痛。你别怕，我还死不了。不许说胡话。石峰说你要好好休息，再睡会儿吧。门外传来了脚步声，花荣的声音在房门外传来：“少夫人，顾夫人要见少夫人。”谢玉锦眉头紧紧蹙起，沈婉看了看他，去见顾夫人吧。他走到沈婉的面前，重重地跪在地上。沈婉被他此举吓得后退了一步。顾夫人，快起来说话。婉儿丫头，你快救救明珠吧。靖王妃现在如何？靖王昨夜同阿珠坦白真相，阿珠受到刺激，昨夜就开始阵痛。今日产婆等了1日，宫口虽然开全，但胎儿太大，她生不下来。我的阿珠痛晕过去了。我陪你一同去靖王府，不过在去靖王府之前，顾夫人还要派人回顾府一趟。我需要怎么做？你帮帮我。若阿珠不愿留在靖王府，那顾夫人今夜就要帮顾二小姐定下亲事，此事不宜迟。顾夫人身子猛地一颤。你是说？我只是在为明珠做万全的打算。若明珠真有不测，那明玉你们定要好好护着，莫再让她踏入狼窝。此刻靖王府死一般的寂静，产房内没有一丝声音。让开，太医已经进去了。王爷，齐嬷嬷话还未说完，沈婉一脚踢飞齐嬷嬷。哎呦，我有免死金牌在，谁敢拦我？哎呀，王爷，顾夫人带着免死金牌闯进产房了。这时，晕死过去的顾明珠苏醒，出去。阿珠，本王知对不起你，可孩子已经生下，本王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唯有你能劝你母亲和顾府的人帮本王掩盖一二。本王发誓，将来定好好待你。阿珠，王君言，你骗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王妃是有身份的人，平民产子，作为丈夫尚且知道避讳一二，王爷实属不该在王妃临盆时干扰。沈婉，你救救阿珠吧，本王会感激你。出去，出去，统统都出去，出去！阿珠，你现在不能睡。我查看过你的骨骼条件，孩子预估有8、9斤重，可你盆骨宽，身高比许多女子高，你不是不可以生下孩子的。珠儿，你听到了吗？婉丫头是李仙一的弟子，你只要听从她的话，我们先把孩子生下来再睡。等孩子生下来，你想回家就回家，娘接你回去。你若不想回，顾家绝不会看你受委屈。顾明珠看着顾夫人和沈婉，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很轻很轻地点了一下。呀，我不行了。顾明珠闭着双眼，气息浮弱地说：顾明珠，你不为父母兄长而活着，可你也要争这一口气，你要为你自己活着。只有你活下来，才能亲眼看着你痛恨的人得到惩罚，你甘心吗？不甘心。
阿朱，再来一次。孩子出来了。王妃，顾夫人是个白白胖胖的千金。顾明珠艰难地睁开双眼看孩子，幼儿哭声震天，脸色白皙饱满。这孩子眼瞧着就不止8、9斤，怕足有11、12斤大。许多人满月都养不出这样大的质子。靖王这个畜生！抱着孩子先离开产房，旁人也都先退下吧。阿朱，如果你真的不愿意收下那个孩子，本王答应你把他母子2人送走。那王爷到底是爱我多一些，还是爱刘淑女多一些？你永远是本王的王妃，为何不敢回答我？他父母惨死后，刘淑女也跟着销声匿迹。当时是王爷收留她，把她藏起来了。我6岁入宫做燕云公主陪读，刘淑女小我1岁，5岁入宫。他7岁家中变故，7岁离宫。自那之后，刘家再无刘淑女，我也未在上京城见过此人。当时他在何处？他被养在何处？本王对你也有真感情在，有几分？也许是有几分真感情在，可利用多过感情。毕竟你对刘淑女也有真感情，可她身份无法帮你，你也没法娶她为正妻，你连侧妃的名分都不敢给她。你为了让我顾家人尽心帮扶你，你牺牲好大呀！我为你准备的通房妾室，你一概不要。我满怀感激，那样全心全意、真挚的爱着你，相信你。可你同我多少年情分，便同刘淑女多少年情分。你偷偷养她，藏在我身边，蒙骗得我跟傻子一样。怎么，你如今要舍得弃她？你为何不敢给她一个名分？阿朱，本王答应你会送走那对母子，往后绝不会再见刘淑女。本王向你保证，以后本王有任何事情绝不会再隐瞒你。那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杀了刘淑女，你可愿？明珠，为何不敢给她名分？是不是就等着我难产而死？一尸两命，那顾明珠已经死了。明珠，你想干什么？我要离开靖王府，理由我都帮你想好。今夜过后，你便对皇室对外称靖王妃难产而死，一尸两命，从此世间再无顾明珠。本王不允，本王不允。我不是在经过王爷的同意，我是在向王爷宣告结果。你若敢强行困我在靖王府内，顾明珠必以死血溅靖王府，到时我顾家一定揭露我死亡真相。王婉，好了吗？好了，阿朱，你想离开这里吗？我一直很羡慕你，羡慕你可以走出这一方宅子，被李宪一收为徒弟，游历四海。既然你想好了，那娘送你离京。顾明珠挣扎着从床榻起来，生产之痛耗费她满身的力气。你就算要离开靖王府，也要等养好身子。等你坐满月子之后，若依然还想离开靖王府，本王绝不强留。我顾明珠今日就算爬，也要爬出这老窝，绝不多留一日。然而沈婉走到他面前，弯身打横抱起了顾明珠。婉儿，别动。沈婉抱起顾明珠时，连顾夫人和靖王的瞳孔都震缩了几下。沈婉，你最好别多管闲事。靖王殿下，托你之福，5世前沈家人未能灭露，那明珠这等闲事我管定了。还有，靖王是清楚的，我不叫沈婉，我姓顾，叫顾燕。你记好了，我叫顾燕。靖王对我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来，但今日只要你杀不死我，我就会把明珠带出靖王府。顾大公子已经把弹劾靖王你的文书准备好了，我和明珠一死，朝中再无靖王立足之地。靖王，你敢杀我？顾明珠可以离开，但不能从王府大门走，从后门离去。明珠，你想清楚了，你这样离开，上京城内再无顾明珠。我不会。放他们走。沈婉抱着顾明珠走出产房，去往靖王府后门。到了后门，顾府马车缓缓驶入巷里。韶光院，刘贵妃从宫里赶出来，坐在王位，一巴掌扇在靖王的脸上。靖王跪在刘贵妃面前，一言未发。蠢货，你跟本宫说你完蛋了，你和贱人刘淑女的事情被顾家人知情，你同本宫说顾明珠没死，你就这么把人放了。蠢猪，本宫早就提醒你，你趁早从刘淑女身上收心。顾明珠那样的女子，只要你好好对她，必捧出真心待你，帮扶你。你基业刚成，朝中百官以你贤明，暗中投靠，苦心经营那么多年，终于有一丝压过沈氏。近日沈家丑态百出，太子纵容沈家行事，你父皇已对太子生出不满之意，废除指日可待。可今日
你却要毁在那贱人手上。你别忘了，是谁把你带这座府邸，本宫当初选中你，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母妃，儿臣知错了。你好好处理掉刘淑女，她不配。那个孩子就安在顾明珠名下，留在王府。顾家那边，本宫会让你舅舅出面处理此事。至于顾明珠，本宫会派人解决。你莫要再干蠢事。是，母妃。起来吧。刘贵妃摇曳着身姿离开了。靖王起身，眼中竟已消散，望着刘贵妃的背影时，只剩下漠然。贵妃，此事虽是靖王有错，但也可以看出靖王念旧情。他和刘淑女本就同族出，说他是一个心狠手辣、无情无义之人，刘家和贵妃也不敢留下了。将来问鼎，靖王也会念及贵妃帮扶，好好待你。嬷嬷，你再去一趟苦佛寺。贵妃，没用的，你每年都要派奴婢去4、5趟，可奴婢每回去，那人不是闭关，便是外出讲经，听奴婢的，放弃吧，好好帮着靖王。靖王虽还要依附刘家，可贵妃一心二用，容易遭到靖王心中猜忌，对刘家和你不利。至于你与他无缘，母子情浅，缘分散尽，不如一心辅佐现在的靖王殿下。终究是本宫生了个孽障，才让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罢了，不提也罢。你回一趟刘家，让我哥哥亲自去顾府一趟。是，奴婢会向大老爷传达贵妃的意思。顾明珠留不得。阿珠，我的阿珠，你以后该怎么办？你从靖王府出来，靖王马上就会宣你难产致死，往后顾家不得回，靖王府再无顾明珠，你该何去何从？娘，我不后悔。我甘心，是靖王毁了你的一生。娘，不该这样想，你该想想，我还能活着从靖王府逃出来，已是人生大幸。往后，那就入我顾家门，冠我顾家姓，从此你便是我顾燕妮。顾明珠的话还未说完，沈婉开口轻声说道：“是不是很疑惑？背后我明明叫沈婉，却姓顾，还有一个名字叫燕妮。”顾明珠想起沈婉在信上提过的一个秘密，那个秘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阿珠，我的亲生父亲叫顾平章，平章府的平章；我的亲生母亲叫于温婉，他们曾是安林村郎才女貌、幸福美满的一对。我父顾平章早年中的举人，15年前救了沈正一夫妇，沈夫人诞下一女，面如夜叉，难登大雅。见我母亲于是产下我，长得还行，便动了调包两女的心思。沈正一伙同身边的管事强夺我做沈家女，把真正的沈家嫡女生给我父母，毒哑他们，逼迫他们埋掉沈氏血脉，又凌辱我未出阁的姑母。顾明珠表情惊骇，这样的秘密远比他被靖王蒙骗来的让人震撼人心。所幸此生我得知真相，寻回我的亲生父母5个哥哥。所以你要不要入我顾氏门？阿珠，你做决定。今日是沈婉救了你母女2人，你若到她父母膝下，孝敬2老，也全了救命之恩，还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婉儿，顾夫人起身跪在沈婉的面前，给沈婉磕头。娘，婉丫头，我给你磕头算什么？若将来要我为你死，你都承得住这份情。是你救了阿珠，我感激不尽。顾夫人给沈婉连连磕头。哎，你不必这样，我也有私心，我帮阿珠，也希望多一个人知道我顾家被沈家欺压的秘密。接下来的路该明珠自己走了。你为了明珠得罪了靖王，得罪刘家，往后的路只怕会更加艰难。若有需要，你随时可来平章府寻我或我的长子，我顾家对你一应必求，绝不负你今日之恩。马车驶出了西城门，缓缓停在了林子里的小。我把我父母送入锦州苦佛寺，你也去苦佛寺吧。苦佛寺内有高僧坐镇，2万僧兵镇守，靖王府和刘家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可暂时作为你的庇护所。顾明珠点点头，
等你到了库佛寺，把这封信交给一个法号叫天灯的僧兵，那是我四哥哥。好，娘，你也回吧。你大哥会护送你去锦州，马车里有盘缠，这一路别省着，能多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多休息。这好险，我给孩子请了一个乳母。娘先回了。阿朱，搬动紫色的串珠，手串就会发射暗器毒针，这一路不会太平。不过我会派人暗中护你，你多带一样防身之物没有坏处。谢谢你，婉儿。我也该回家了，阿朱，再见。天娘，再见。管丫头，我就先回府了，你坐我的马车一块回吧。不用了，待会儿会有人来接我回家。顾夫人回府之前，我要提醒你几句。虽说我们在晋王府已经同晋王殿下撕破了脸面，但是在外，明珠是难产而死。眼下明珠并不算脱离危险，你若同晋王在明面上撕破脸皮，那刘贵妃并不会放过明珠。说给明珠安一个旁的什么罪名，惊动到皇上那儿，恐怕对明珠十分不利。我知你报仇心切，想捅了那满腹野心的人，但是再等等，等我给明珠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等她到了锦州再做打算。你说的对，为了明珠，顾家也不能坐以待毙。这倒是真。你可知晋王为何不敢把刘淑女带到明面，给她一个侧妃的身份？当年明珠被选入皇宫，陪燕允公主伴读，刘淑女也是其中一。后来刘淑女被带离皇宫，再未见过她。刘淑女的父亲曾是当朝宰相，被宣因公殉职，父母出城办事，遭到刺客刺杀。既然是刺客刺杀了刘淑女的父母，那为何刘贵妃不好好对待她，甚至把刘淑女嫁给晋王，反而选了我的明珠做晋王妃？这就只有一个理由。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顾家现在动不得晋王，晋王也害怕我顾家把他的秘密暴露出去，惹怒龙颜。那不如我顾家手里抓着一张王牌，让晋王惧我怕我，暂时不敢对我明珠动手。还有刘家人，婉丫头，你真的不跟我一块回城吗？不用，郑国公府的人也来了，另一辆马车跟在平章府的马车后面。你说要找人，就去这个地方找吧。需派几个能力高强的杀手，别让晋王发现，偷偷监视，不可将人偷出来再藏起来，以免晋王反咬你顾家一口。少公爷让属下先回家。顾夫人，我先回了。累吗？还好，昨夜十分惊险。阿娘，你冷吗？不冷，昨夜一心放在明珠身上，只想救明珠一命，不曾想过后事。现在回想起来，心惊胆颤。说我的方案选差一点，或者我的运气不好，没有能力让明珠顺利生下那个孩子，我可能就失去明珠了。阿娘，你很勇敢，不要怕，你已经把她救回来了，就如你改变我的命运一样，她往后会好的。我不勇敢，你知道阿朱的孩子有多重吗？10斤以上，她的体格若娇小一些，我就打算剖开她肚子，把孩子从她肚腹取出来。所以我说你是勇敢的，你怎么不勇敢呢？我的少夫人天下最棒。你救了他母子2人，功德加深，顾家将会成为你的一派，你多一个筹码。谢玉姐，你什么时候学的那么会哄人？你以前……我以前怎么了？没什么，就觉得说的话越得我心。你把顾月宁的身份给了顾明珠，那你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猜的。我从郑国公府出来的时候，晋王府走水，晋王对外宣顾明珠产子时被恶奴纵使烧死，只留下一子给晋王。世间再无顾明珠，可你怎么忍心让她活在暗处，处处受晋王牵制？我便想到了你的身份，我想一定会把她送到你亲生父母身边，给她顾月宁的身份。我还有你给我的？不是给你的，是我养母20年前写给公爹的信，我把它偷出来，你看看要怎么处理才能把这封信由景龙帝过目完后，再交到我便宜养父的手里。简直不堪入目。是不是很疑惑，为什么这封信他没能送出去？谢景微微点头，嗯了一声。除非有人拦下这封信，没让他送到我爹手里。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追溯的意义，但这封信还是很有意义的。那就交给我办，我会把这封信夹在我爹的公文里，等沈正一自己查。你好好休息，不许再说话。夫人，你快去聚莲区看看二小姐的脸。二小姐的脸怎么了？母亲，小儿，你怎么那么早起来了？你身子还未养好，你还需要多多休养。你怎么伺候大公子的？夫人，是我让追莲居的管事随时同我禀报妹妹的情况。我刚才服了药，身子暂无大碍。你看你出门也不给大公子准备轮椅，你娘，行了。娘，快来看看我的脸。
没想到沈婉拿回来的方子真的可以治莲儿的脸。夫人，大公子，二小姐，宫里来人了，高公公让二小姐出去接旨啊。定是青天剑，已算好太子与莲儿成亲的日子了。快给小姐洗漱更衣，莫让高公公久等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已到婚娶之龄，与沈府二姑娘沈莲为天定佳偶。国师夜观星象，3个月后5月18日为大喜之日。今朕决定于农历5月18日在武德宫殿举行婚礼仪式，册封太子妃，百官家眷亲临，举国同庆。沈二姑娘接旨吧。臣女谢皇上恩典。沈二姑娘好造化，将来入了东宫，安心伺候太子殿下，早日给殿下诞下皇孙，开枝散叶。高公公的话我会时刻叮嘱，只是我这女儿许多规矩不懂，等嫁入东宫后，免不了需要公公帮衬一二。太子暂无子嗣，你嫁入东宫后，要尽早怀上太子殿下的子嗣。至于沈婉给你的药膜，往后都不要再用了，你的脸再用一用药，很快就能治好。那沈婉给的药膜是害人的东西，会阻碍你子嗣之路。沈莲皱了一下眉，莲儿，你听到了吗？娘，放心吧，梁太医回宫前为我仔细请了3次平安脉，他说我身子健健康康，只要嫁入东宫，很快就能孕下太子殿下的子嗣。我的身子好着呢。对了，娘，有没有去找那个叫王雨娇的女人？生的是女儿还是儿子？若是女儿，爹是不是要把她接回府来？我警告你们，不准再接别人回府。你们只生了我一个女儿，不可以再让旁人来夺本该属于我的东西。那个叫王雨娇的，当年下毒暗害娘，导致我面中胎毒，人生期。你不打算处置一下，就任由爹继续乱来吗？妹妹，娘，王雨娇的孩子早就流产掉了。爹当年安排王德全进军营，只是看中他个人的实力，也在培养自己的妻子。若不是王德全，爹在怀州府那次，怕是难逃死罪。至于王雨娇此女，爹让旅馆是安排她去除，并未再见过王雨娇。我相信小儿的话，老爷一定会处理好那个女人。夫人，我们该向前赶，我们的女儿莲儿很快就要被册封为太子妃了。不出意外，未来沈家还可再兴20年。等将来萧儿诞下嫡子嫡女，血脉延续，兴我沈府，你走出去也有脸面。夫人，那些糟心的事情只会让你越发不顺心。沈婉回沈家说那些话，便是刻意要扰你心智，让你事事不顺。倘若你我都不去理会，那他所有言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把钝刀，根本伤不了人。那贱女人，只要不带回沈家，出现在我面前，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王雨娇就是赝品，不过是长着一张与我相似的脸，才得了老爷的心，我的替代品而已。他点了点头。听说靖王妃难产死了，死得挺惨的。沈正一眉头皱起。妹妹，此事你别管，你只管好好待在闺中，听娘的话，好好学规矩，安心待嫁。我就是可惜，那样有才情的女子就这么死了。大哥、爹爹，你们放心，我会好好听娘的话的。沈正一点了一下头。死得好。精妙仪面容煞变。哎呀，你可莫要胡乱说话。再这么说，那死的也是靖王妃。我又没出去乱说，我只是在娘面前，在家里说。娘不觉得这就是报应？谁叫她在太后娘娘寿诞日，在紫薇亭内帮着沈婉恶意诋毁我的名声？现在好了，报应来得真快，她死了，紫薇亭的秘密也无人对证，对吧？你莫要管此事了。生子本就要经历一趟鬼门关，他就是运气不好。是呗，运气不好，还说什么靖王独爱靖王妃，那都是假的。顾明珠就是个蠢货，可惜呀，无福消受了。探子说，靖王府走水那天，靖王府后门有一辆马车离开，那马车里坐着的人是谁？探子在跟踪那辆马车时，被一群人羁绊跟丢了，那就说明有问题，靖王府有问题。靖王妃的死绝不简单。不过我们现在暂时不要与靖王府为敌，等妹妹嫁入东宫成为太子妃，我们处理了镇国公府的事情，再腾出手来应付
此事。书房外面突然传来旅馆式的声音：“二小姐，你怎么站在书房外啊？夫人她在找你。”沈正一和沈承霄皆是愣了一下。莲儿，你怎么站在门外啊？女儿听说太子殿下前些日子被狗咬伤，很担心太子殿下的伤情，就过来问问。女儿刚走到书房，正要敲爹爹的房门，旅馆士就过来了。太子的伤恢复得很好，皇上很关心太子的伤情，特意让秦圣医日日到东宫给太子上药，不会留下残疾疤痕。那女儿就放心了。沈莲扶了一个身，就走出了书斋，脑海里都是沈正一和沈承霄刚才的对话。从晋王府后门离开的马车是谁？莫非是那个叫刘淑女的？养爹说顾家的人都知道刘淑女的存在，顾家的人怎么还能容忍晋王留下那个女人？哼，这一群没用的世家。若是晋王想要孩子，我也可以。这院子没人了，二小姐靠近书房，也没人提前知会一声。家主恕罪，绝不会有下次。奴才立刻加派人手看守在书房各处。妹妹心直口快，不懂得藏事，日后让沈家护卫盯着书房门，既若不在书房时，便将书房门上锁吧。毕竟今时的沈家和以往的沈家不同，要防外贼，要防家贼。沈婉在沈府生活10年，以他对沈家的了解，他早已在我沈府埋下了不少眼线啊。如此聪慧早知的婉儿，学会暗中蛰伏，步步为营，才貌过人，却与我沈家离心了。我苦心培养出来的贵女，终是让我意难平，又想不明白，沈家难道不如他原来的家庭吗？他注定不是我沈家人，做不了我沈家女。靖王府的事情交给我查办吧。爹想好江陵的案子要如何了结了吗？想好了，我安排的人应该快到镇国公府了，晋王殿下也该到了，我现在就去一趟。刚好镇国公今日休沐，送那一家子去大理寺团聚吧。你在外面惹事了？没有。镇国公被周氏问得心里发毛。沈大人，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呀？蒋新贵和王德全二人亲口承认，就江家被屠一案是受镇国公之事，二人供词一致，皆称镇国公暗中调出1万谢家军，假扮成朝廷重兵，带着1万谢家军潜伏江寨，等夜深时对江家屠杀烧掠，实行清剿江府满门行动。我已将蒋新贵和王德全的供词先呈给皇上过目，皇上看过后对镇国公的恶行非常生气，遂下旨让晋王殿下协同本官一块搜查镇国公府。这些日子较辛苦镇国公一家老小，先去大理寺同我喝一喝茶了。镇国公皱起眉头，夫人，我一生光明磊落，从不害人，今日被蒋新贵和王德全这2个贼子诬陷，怕是要连累夫人了。谢郎，你我夫妇一体，谈何连累？因为镇国公府批下勋章幸福时，我尊享荣华；落难时，我亦可陪谢郎下狱赴断头台。而沈正一听到这个称呼，眼皮子狠狠跳了2下。镇国公是不是光明磊落？待入我大理寺仔细审查过后，才能下定论。沈大人，我相信我家谢郎，他绝不是那无耻小人说的那般阴暗冷血。我同谢郎成亲快20年，谢郎人品如何，我最了解他。谢郎2字就像魔咒一样在沈正一的耳边回荡。既然有人诬陷我家谢郎，诬陷我镇国公府，那我们也不为难亲家。沈大人，你公事公办，好好查一查。沈正一嘴角僵了僵，他记得周氏以前不这么叫镇国公呀。他眼底冒着星火，心里很是窝火地说：那就多有得罪了。沈正一发令，一群大理寺狱卒和皇城司士兵把镇国公府包抄。沈正一回到晋王身边，晋王殿下，不知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谢玉婷和沈婉的屋子是重点搜查区域，沈大人可要查仔细了。小公爷，少夫人不好了，晋王和沈大人带着好多人来搜查我们镇国公府。沈大人说我们国公爷私自调用谢家军屠杀江府满门。来了，终于等来了，我这把谷子都快淌散架了。谢玉锦低嗤一笑，满脸宠溺的：万事俱备，只差东风，让他们搜吧。是，那是我娘子的遗书，你们也要查吗？在下奉晋王之命，要把镇国公府内的每一件东西和书籍细，连谢少夫人的遗书都不能遗漏。得罪了，找到了吗？没有，
有，我这里也没有，我这儿也没有。领头的人走到谢玉锦的面前，谢小公爷、谢少夫人，还请二人到前厅等候。到了前院，屋内摆设一片狼藉。阿慈，婉儿，咱们家恐怕要完了。谢玉锦和沈婉脸上都笼上了一层阴霾。婉儿呀，说咱们镇国公府真的犯了事儿，我会让阿慈给你一封和离书，让你和离回沈家。娘，沈婉眼眶也微微泛红，垂眸望着谢玉锦。谢郎待我极好，我不会在镇国公府落难时抛夫离去，辱没了沈家门庭，骂我沈家教女无方。且我二妹妹也快要嫁入东宫，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谢郎，否则败坏了沈家和二妹妹的名声，连累我家二妹妹。靖王站在一旁无声的冷笑。这时沈四手里拿着一封可疑的信，从镇国公的书房匆匆来到沈正一身边，道：爹，我找到了一封可疑的信。谢玉锦和沈婉、镇国公和周氏四人齐刷刷看向沈承觉递给沈正一的信。镇国公，这就是你说的你为人一生光明磊落，如今可是证据确凿，容不得你狡辩了。什么信？容不得你们放肆退下！我没有杀江家满门，这是诬陷。沈正一，你诬陷我，是不是诬陷？皇上看过后自会派人鉴定你的字迹。镇国公，你残害忠良江府，如今就不要妄想销毁罪证，把镇国公府所有人押入大理寺，待我将罪证呈给皇上，由皇上定夺。慢着，小公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沈婉本是冲喜入我镇国公府，如今我镇国公府落难，我同意写和离书，放沈婉离开谢家，求沈大人带她离开。婉儿，我不欲害你，你我还是和离吧。沈婉红着眼睛抬头看沈正一。我儿婉婉方才所言极好，我沈家教女有方，她亦有着不可折辱的风骨，绝不会在谢家落难时弃谢家不顾。岁岁，你说对吧？是啊，谢郎在这个时候同我提出和离，那是在羞辱沈家门楣。我虽不知那封信写着什么，镇国公府未来会如何，但我今日要的不是一封和离书，我沈家女没有和离妇。可倘若皇上降罪，株连九族，上桌父族4，母族3，妻族2等，谢家若落下株连九族的罪名，恐怕连我母族沈氏都要受到牵连。沈正一脸色煞变，为了不连累沈家，今日我沈婉自请出沈家氏族，摘去沈家姓，自愿入谢家祠堂，冠谢姓，名谢婉。镇国公府兴我存，镇国公府富我做谢家鬼。将来不论谢家荣辱兴衰，我谢婉绝不再踏入沈家门。父亲，这是女儿最后一次叫你父亲。谢婉感念你这15年苦心栽培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为不牵连神父，我断发出族，绝你我父女之情，挽一族百口族人性命。好，不愧是我沈家嫡长女，世家贵女中的典范。我儿婉婉长大了，沈家有女是沈家之幸，亦是谢家之荣。那我今日就开沈家宗祠，全了我儿就沈家百口族人的心。成觉，速回沈家请族长拿族谱，全你妹妹护家护族之心。谢氏族长转头对靖王说道：靖王殿下，能否派人回谢氏宗祠取谢家族谱？我要帮谢慈媳妇划掉沈氏姓。爹，划掉吧。婉儿，若镇国公府真的落了死罪，我会带着你娘和哥哥们给你送断头饭，不至于让你做个饿死鬼。沈婉莞尔一笑，嗯了一声道：那就有劳沈大人。这顿断头饭还不定谁给谁送呢。全部带回大理寺。这时耳边传来靖王的声音：沈大人，一条喂不熟的野狼，你难道还心生情感？靖王也说了，那不过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我只是惋惜啊，沈家精心培养多年的狗就这样入了别人的家，还是正事要紧。靖王殿下，微臣要将镇国公密谋残害江家满门的罪证先呈给皇上，谢家人就交给殿下你了。沈正一又叮嘱沈承觉陪靖王押送谢家百口人。皇上，微臣带大理寺狱卒同靖王殿下在镇国公的书房内搜到了一封镇国公密谋江家满门的罪证，请皇上过目。这封信是从镇国公的书房搜出来的？是皇城司搜的，由微臣的4子交到微臣手上，微臣在国公府当场确认。你们谁要看信？最先走出来的是蓝太傅。皇上，可否让微臣看一看？
探郑国公的罪证。因为微臣实在不敢相信郑国公会做出如此残暴之事。郑国公年轻时曾是微臣的学子，他写的一首字还是微臣带出，微臣最清楚他的字迹。段太傅，此信的确是从郑国公的书房里搜出了，现场还有郑国公府内的管事盯着搜，绝不会污蔑郑国公。段太傅，那信上的字迹你可鉴定出来了？蓝太傅根本不想同沈正一多言。赵大人那是什么眼神？一封信在景隆帝的默许下，在百官的手中传了一遍。沈正一，你要不要看看你呈上来的信写的是什么东西？沈正一快步走前接过信。谢了。进信时，妙仪已被关在家中，无法出户去郑国公府寻你。沈正一算计我，害我落水，又假惺惺下水救我。当时家宴众目睽睽，我名声已毁，不值得谢老再感念你我过往情分。只是一想到你如今躺在榻上，无人照顾，妙仪心疼不已。世事无端，风云涌变，许多事情都不是你我能够掌控。我娘要我嫁给沈正一为妻，她说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她救了我，只因她救了我，你我自幼青梅竹马的感情便要一刀两断，我实在不舍。可士族有士族的规矩，谢郎若念及旧情，就早日好起来吧。你若能在我出嫁前重新站起来，我才能安心嫁人。谢郎，你我之间就此别过，也祝你将来得一良人，平安顺遂，勿再念我金妙仪。沈正一，这就是你呈给朕的罪证，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一次次令朕失望，没有一件事情办好，拿着陈年情书当做郑国公的罪证，呈给朕和百官，江家重案被你当成儿戏。皇上，微臣不敢，是微臣失职，请皇上降罪。降罪？朕降你死罪，够死100回了。皇上，微臣愿受百丈，说百丈后皇上你依然还不解气，皇上可斩了微臣的脑袋，以儆效尤。皇上让你好好审江家的案，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你都不能让所有人失望。谢皇上开恩。沈婉，你当真是让为父刮目相看呐！大理寺牢房，沈大人，不知你这是什么意？沈婉，你真是我沈家养出来的好女儿。这封信是你从沈家偷出来的，你以为用这样的信就能挑拨我与你母亲的感情？那沈大人为何吃那么多止痛药，跑来质问我信呢？还有，沈大人，你不要忘了，我已经不是沈家女，我如今姓谢，名谢我，你的夫人也不是我的母亲。皇上没有撤我大理寺一职，就证明我还是能左右你谢家的命运。就算没有从郑国公府搜出什么有用的罪证，可只要有蒋新贵和王德全的供词，郑国公府依然有着重大的嫌疑。你们折腾也是白折腾。这样的信，沈正一脸上扯开了一抹很冷的笑。沈婉，你不会得逞的。你想把我沈家搅散搅乱，我不会如你所愿。一封信而已，你以为可以挑拨我与妙仪20年的情分吗？以沈大人的克制力，自是无法下手。毕竟你为了沈府兴衰大事，什么丑事恶事都干得出来。区区一封信，你忍着恶心，还是可以同沈夫人继续过下去。沈大人自诩深爱沈夫人，只与她生儿育女，看到沈夫人给初恋写那样的信，竟还能忍着恶心，同你的夫人你侬我侬呢？谢郎，你恶不恶心啊？西域锦挺直了腰杆，满脸宠溺地对沈婉说道：我又没有这样的夫人，我怎么知道沈大人此刻的心情？更何况我又不喜欢抢夺他人的未婚妻。那是你爹谢灵没用，他如今也不过是我的阶下囚，你们也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了。说完，他对身旁的狱卒说：好好招呼谢小公爷夫妇。他便大步走出大理寺。教主要回府吗？去永江庄。他刚才有没有伤着你？你及时拉开了我，他没有伤到我。狗急跳墙了。他身上有一股很浓的药味，
你也闻到了？那是治疗外伤的药，军营里很常用。他方才走路的时候身子有些虚，来见你我之前受过重伤。你这个养父真的死要面子强撑着，永远一副不服输的劲儿。可人总有弱点呀。你说的弱点是那个叫王雨娇的女人，王德全的姐姐。这个女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对沈正一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若没有王雨娇，沈正一恐怕早就死了。在沈夫人之前，沈大人先遇到的是王雨娇。她年轻时3入上京城复考，基于一些缘由，次次在大考时中弊，因此3次落榜。被沈老夫人从族里借来银子，掏空家底供她读书。她3次落榜，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便去跳河自尽了。是这个叫王雨娇的女子救了她，还给了她一笔盘缠，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念头。次年考中进士，被金家招入府中做客，遇见了沈夫人。你可能不敢相信，沈夫人和王雨娇长得太相似了。沈大人把他人认错了，将金家贵女金妙仪错认成了当年救他的王雨娇，这才设计从咱爹手里抢夺了咱爹的姻缘。不过那沈夫人也怪可怜，自以为王雨娇是她的艳娣，谁知她才是小丑，一辈子被蒙在鼓里。你说我这么善良的人，要不要告诉他？沈婉一脸坏笑地问。我可以在这里传信出去，你打算怎么做？沈正一从大理寺出去后，这些日子肯定暂时不会回沈家了。他会找个理由，派人回府同金妙仪说自己要审江家与谢家的案子，会待在大理寺几日。而这几日，他会去找王雨娇疗伤。让探子告诉沈夫人，这些日子沈大人去永将庄私会王雨娇了，让火烧得再热烈一些。沈府就膳时，二小姐想吃什么，只要往旁边的膳食看一眼，身旁的工人便会为二小姐盛到碗里，比如奴婢这样。管教嬷嬷在屋子里教导沈莲公规，金妙仪坐在一旁看。艾嬷嬷从门外走入，对金妙仪说：“夫人，家主派人回府给夫人传话，这些日子大理寺很忙，家主奉命查江家和谢家的案子，恐怕要在大理寺待一些日子。”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金妙仪正准备熄灯休息时，门外传来一道拍门声。出去看看，谁在敲门？夫人，是永将庄的一位村民。永将庄就是上一次来要是个铜板的新婆子，把她请到外堂。还忙你老人家大晚上入城找我，不知是何事。夫人呐，我这可是给你盯了足足半个月，终于给夫人定出个苗头来了。那王宅今日来了一位中年男人。中年男人，金妙仪嘴角笑容微微凝住，却没有打断西婆子。穿着褐色袍子，胸前绣着圆形的麒麟纹图案，那袖边上也有花纹，衣襟齐整，没有一丝皱褶。那相貌长得天庭饱满，地庭方圆，通身一股官绅气质，气势不凡。对了，他头上竖着一个玉冠，食指带着绿色的扳指。听到最后，金妙仪的脸色越发难看。这说的不就是他的好夫君沈正一吗？那个男人进去多久了？今日正午到王宅，进去后就没再出来过。正午？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新婆子，够了，这是夫人赏你的银子，拿着银子就快走吧。沈正一他骗我！夫人，男人3妻4妾是在所难免，只要家主不把那个女人带回来，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家主这些年在院子里也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呀。是我不让他纳妾要通房的吗？是他向我承诺此生只有我一个女人，可他在我怀莲儿的时候就和那个女人有首尾，背叛我。那个女人下毒害我，他娘俩却偷偷把王雨娇藏起来。都督这个叫王雨娇的女人不行，去给我准备马车，把府内家仆都叫起来。我今日若不教训王雨娇那贱人，我就不叫金妙仪。夫人，这时沈莲从门外走进来，艾嬷嬷愣了一下。二小姐，你不是在房里休息吗？怎么过来了？艾嬷嬷，你是不是存心不让我娘好？我爹都跑到别人的香窝窝，你还百般阻挠我娘捉奸。沈莲冷着脸，娘，我爹太不像话了。当年若不是王雨娇那个坏女人，娘也不会中毒，我也不会因为娘中毒而落下这么难
难看的胎记，你我母女分离10几年，全是这个叫王雨江的女人害的。我爹不但没有处置她，还把她捧在手心里，金屋藏娇。他根本就不爱你。去安排马车，召集府中护卫，随我去永将庄。对，莲儿支持娘，娘快去把那个贱人抓起来，让我爹做个了断。沈莲在金妙仪离开后，找准时机直奔晋王府。晋王府书房，找到人了吗？在锦州地界找到了王妃的身影，王妃入了苦佛寺。锦州苦佛寺。晋王冷笑了一声，看来顾燕宁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出路，难怪他那样决然的离开本王，宁可弃了晋王妃的身份也要离开。这时门外传来了护卫的通报声：王爷进来。王府外头有位姑娘拿着王爷的玉佩，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王爷，把她带进王府来。是。本王要你想办法潜入苦佛寺，抢走她怀里的孩子，把她引出锦州地界，再派人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僧兵，好好伺候王妃，再把孩子送回到她身边。本王要她生不如死，却又求死无门的活着。等将来我问鼎之日，便是你顾明珠的忌日。明珠啊，你可怨不得我，不和叔妹都是被你顾家逼的。属下明白了。沈莲被护卫带入王府，沈莲踏入玉露阁。这里是？姑娘，这里是王爷的院子。王爷的院子？亲王殿下为何让人带我入他的院子？亲王殿下莫非一直在等我？王爷，人带进来。你退下吧。屏风内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沈莲瞪大双眼，隐隐约约从屏风里看到晋王的身影。亲王殿下，莲儿有事才来找晋王殿下。进来吧。你会扣腰带吗？我会。自从阿朱被害死之后，本王身边再无人事是帮衬。王爷，只要你愿意，以后。12小姐，你与太子的婚期已定，先帮本王扣上腰带吧。是。沈莲双手环过晋王的腰身，发现晋王近腰好细好有力。他抱着他的时候，整张脸都红透了。你喜欢本王吗？亲王殿下，臣女1年前便在寻找你，臣女愿意为王爷做任何事情，还请王爷不要因为晋王妃的死而难过。不自觉的，王爷。晋王抬起另一只手，抚了抚他耳鬓的碎发，问：中安国是你什么人？养爹。王爷为何问起他？他只是我沈家后院一个奴才。你真是本王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子呀。本王的王妃已死，眼下暂时还不会娶新王妃。你想同本王在一起？殿下，本王知道了。晋王扶着他的双肩，带着他一起落入身后的床榻。沈莲只觉得天旋地转，等他倒在床榻时，便已不省人事。晋王推开了他，从床榻坐起身，脸上笑意早已消失。让那些人进去吧。一群穿得破破烂烂、头发凌乱、浑身脏臭的男人陆陆续续走进沈莲那个房间。夜永将庄眸光阴沉地看了看眼前的王宅，就是这家，半年前新修好的。动静轻一点，不要惊扰到里面的人，把王宅内岗哨除掉便行。这不过是一封信，已过去20年，没必要再斤斤计较，同自己过不去。你回去跟沈夫人好好聊聊，心结总会打开的。心结？沈正一的声音传来。金妙仪停下脚步，站在房门外，就听到沈正一呵呵呵的大笑。娇娇，你不是我，你不明白我的心结是谁。当年承你之恩，得了你一锭银子，自入上京考取功名，中了进士，被招入翰林院。金家有意向我投橄榄枝，我不敢得罪上京城世家权贵，应邀入府参加金家家宴，阴差阳错遇见京府嫡女，我如今的妻。我一直以为我遇见京府嫡小姐，就是当初我第一眼见到的你，我掏心掏肺的待她好，想报答你当年给的一锭银子之恩，想在功成名就时娶你为妻。可我把别的女子认错成你。站在门外偷听的金妙仪瞳孔震颤。是谁？夫人，你夫人。王雨娇望着只留下一个背影给她的男人，唇角勾起了一抹阴冷的笑。别碰我！妙仪，放开我！马车从他身旁驶过。走，快离开这里！
里。沈莲醒来时，就见自己衣衫褪去，赤身躺在靖王的床榻。醒了，王爷，莲儿和你。莲儿，让大人伺候你洗漱，你陪本王一块用膳。本王待会儿便要上朝了。沈莲看他面上的表情，心里甜滋滋的。王爷，莲儿好了，你看看，莲儿好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恭喜你啊！王爷，我这样好看吗？你忘了本王跟你说过的话，世间美丑本就是世人定义，莲儿不丑，陪本王用膳吧。本王有话想对你说。沈莲连连点头。王爷，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你已是本王的人。是，莲儿知道。王爷，你要我做什么？3个月后，你就要被册封为太子妃，而本王虽要了你的身子，却无法给你名分。你本是太子妃，若跟了本王，就只是一个王妃。终是本王昨夜太过冲动，负了你。王爷，莲儿，你先听本王说。好，王爷你说，莲儿听着。你在外吃了那么多苦头，本王想给你最好的。若是本王为了你去争一争储君之位，莲儿，你可同意啊？假若他日事成，本王为王，你便是本王的王后，天下你我共享，游历大好山河，只孕育你我的子嗣，你可愿？莲儿支持王爷，无论王爷做什么，莲儿都支持你。那莲儿可要帮本王，只有你能帮本王。王爷要莲儿，如何帮你？顾明珠她没死。什么？莲儿，你听本王解释。他不是被火烧死了吗？他没死的话，他现在在哪里？本王同他成亲之前，还养了一个外甥。沈莲脸色变得更难看。顾明珠嫁入王府多年，一直没有怀上本王的子嗣。本王想早日诞下子嗣，这才找了一名女子。碰巧顾明珠也怀上了身孕，为了双重保障，本王留下外甥女的孩子，想等顾明珠临盆之时，以双生子留在本王身边，如此对本王争夺储君之位更加有利。原来是这样，王爷是为了孩子。是，可那外甥女子生子的时候，被顾家人知道，顾家和顾明珠与本王闹，顾明珠拿孩子威胁本王，叫本王放她离开靖王府。本王为了子嗣，不得不妥协。王爷是想让莲儿帮你除掉顾明珠？不是帮，她若活着，难保有一日不会成为你我的阻碍。你希望她再回到王府吗？不，她已经是个死人了，她不能再回到王府。殿下，你放心，我养爹很厉害。你告诉莲儿，那顾明珠现在在何处？莲儿帮殿下解决麻烦。锦州苦佛寺，她却投奔了你那大姐姐的亲生父母。沈婉的亲生父母，就是沈婉抢我嫡长女的身份。既然如此，那就一网打尽吧。本王到上朝时辰了，我让人送你回沈家。顾明珠没死的事情，你可莫要同你父兄透露。杀谁？桃花林，周安国被沈莲的言论吓坏了。二小姐，你怎么知晓靖王府内的秘密？是谁告诉你的？你答应过奴才，那次计划过后，你就安心待嫁，日后好好做太子妃。那靖王他是个好惹的货色。我从何处得来的秘密，你不必管，你只管听我的吩咐去做。靖王妃现在逃到了锦州苦佛寺，投奔了沈婉的亲生父母，你把他们一块杀掉，我讨厌他们。你若是不告诉奴才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些秘密，奴才不会再帮二小姐。二小姐请回吧。沈莲被气着了。养爹，你不帮我，谁帮我？哎呀，二小姐你莫哭，奴才是怕你被坏人利用。他不是坏人，是靖王告诉你的。他同你是怎么说的？你怎么知道？是靖王殿下告诉我的。也是我一手养大，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一看就知。你去找过靖王了，靖王他碰你了。你别动我，你只说愿不愿意帮我。你若是不愿意，那我去找别人。莲儿，我可以帮你，但你跟我说清楚，你同靖王的事情一定不给我半点隐瞒。好，我跟你说，我昨夜去了靖王府，我已与靖王殿下行夫妻之实。他愿意为了我争夺储君之位，我必须要帮他除掉顾明珠那个阻碍。周安国脚步退了退。可你已被指婚给了太子殿下，3月后同太子成亲，你便是太子妃。他生出争储之心，便是大逆不道，名不正言不顺。莲儿，你被他骗了，他才欺骗你。他没有骗我，那个位子谁夺得就是谁的，哪来的大逆不道？照你这么说，现在的皇上得来的位子也大逆不。
钟安国神色大增，阻止沈莲在胡言乱语。有这么喜欢靖王吗？沈莲连连点头，喜欢。1年前我就对靖王一见钟情，那时候我身份如泥，他是天上明月，我不敢痴想。如今我已是神府嫡女，未来的太子妃，若我可以选择，我自是希望靖王能做我良人。虽然太子殿下也很好，可我心里放不下靖王殿下。养爹，我过去过得那么苦，现在好不容易可以由我选择，你能不能帮帮我，也帮帮靖王殿下？求你了，养爹。好，我答应。谢谢养爹，养爹，你对我太好了。他在锦州苦佛寺，你一定要记住啊，他在苦佛寺里。从桃花林走出来后，鲸鱼找到了沈莲。二小姐，你快去南香阁看看吧，夫人和老爷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爹是不是从外面带女人回来了？我去看看去。鲸鱼看着沈莲匆匆走远的背影，唇角勾了勾。宝宝，闹了。南香阁，沈正义，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当年的事情，你把谁认错了？你认错了谁？这时，沈莲从院外跑入，怒道：“爹，那个叫王雨娇的贱人呢？你昨夜是不是私会王雨娇了？你太过分了！你怎能一次次欺骗我娘？”快拦住二小姐，让二小姐先回紫莲居。莲儿在这里只会添乱，这个家已经够乱。孟氏应了一声，快步走入南香阁。二小姐，你先回去莲居吧，老爷夫人的事情就让二人去解决吧。什么？你真是说什么鬼话呢？我爹嫖娼，受害的却是我。莲儿，这是爹娘的事儿，无论是谁的对错，你一个闺阁女子都不该插手父母之事。听大哥的话，先回醉莲居。这是爹娘的事吗？你瞧瞧我脸上的胎记啊！对，我现在脸上的胎记治好了，可过去15年，爹身边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伤害就可以抹去吗？这件事情，爹若不好好处理，娘就不能原谅爹。他真太恶毒了，竟敢在娘怀我的时候对娘下毒，爹还护着那个女人，娘真是瞎了眼才嫁给爹的。沈莲的话在沈正一耳边嗡嗡作响，一口鲜血从沈正一喉咙涌出，喷洒在地面。家主啊，爹，怎么会那么烫？爹，你发烧了，娘，爹病了。屋子里的人没有回应。先让你娘冷静冷静，我回房请府医。说完，沈正一彻底晕死过去。怎么样？家主昨日从镇国公府搜到的信呈给皇上之后，就变成了夫人20年前写给镇国公的断离书。皇上因此十分生气，把那封信传给百官过目之后，百官看完之后，家主才知信上内容有变，惹得龙颜大怒，这才受了刑杖。沈婉，你真是太过分了。后来家主从宫中出来，就直接去了大理寺找大小姐。大小姐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一直到昨夜，一名自称是永江庄的村民找到了夫人，把家主去永江庄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天大亮，光从窄小的小方窗射进沈婉的脸庞。这时牢房外传来了脚步声，谢玉锦转头看向出现在大牢外的男子，他穿着深蓝色锦袍，头束冠玉，往日棱角分明、风光气朗的谦谦公子，此刻却面色蜡黄，一脸病容。沈承霄站在牢房外，目光深深地望着沈婉。岁岁，我让人做了你平日素来爱吃的膳食，快起来用早膳吧。他言语平和，像往日兄长同妹妹的口吻对沈婉说话。阿锦，快过来用膳，都是好吃的玩意儿。好。谢玉锦走到小木桌前，沈婉把饺子、包子、粥还有各种点心摆满整个桌子。你不怕我下毒啊？怕什么？我有解药，更何况你不敢。怎么没有我爱吃的羊肉泡馍？你下次带点给我。我家阿姐还在养身体，多放点肉，她需要补一补。起来1天1夜都瘦了，我心疼。你心疼？那你可有一点心疼过我？岁岁。沈承霄不自觉地捂着心口，他心情五味杂陈。我想和你谈和，岁岁，回沈家吧。沈婉像是知道沈承霄一大早送膳食过来讨好他是因为什么。当沈承霄说出这样的话时，沈婉脸上表情没有半点异样。你可以把你的亲生父母接入上京城，我会在上京城为他们找一处同沈府一样大的宅子，给他们请家仆伺候的，让他们衣食无忧。我听说你还有几个哥哥，你哥哥若要谋前程，我沈家人脉广，虽不能谋大官职，却可以让
让他们顺利进入他们想去的地方，给他们一个好前程。只要你同沈家放下恩怨，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够了吗？谢玉锦看他在揉自己的肚子，温柔地问道：“吃不完，给爹娘留一份吧。这牢里伙食太差，今天好不容易改善伙食。”穗穗，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你刚才说什么？沈婉反问道。沈承霄苦笑，那就有劳沈大公子帮我送点吃的给我爹娘，谢了。沈承霄攥紧石龙，心中的沉痛与不甘撕扯着他的理智。宝儿，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与其过上这你争我斗的日子，不如两家坐下来好好谈谈。我知你父母兄长健在，你很想跟他们团聚，我会让爹召回去寻你父母的沈家护卫，不再拿他们威胁。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正午会给你送午膳。说完，沈承霄转身离开了。你怎么看？王雨娇的事情怕是闹得沈家不可收拾了。沈大公子心里着急，想同你和好。我瞧他刚才那副模样，怕是真有几分想跟你讲和。他想跟我讲和，就说明沈正一肯定还未来得及向金妙仪解释自己与王雨娇的过往就倒下了，否则沈承霄也不会顶着一脸病容跑到大理寺给我送饭，还同我说了那样的话。他也许的确怕我了，怕我还有不同的后手搅乱沈家，可他目的性太重，想见我父母，诱我回沈家帮他解决沈家的问题。他并不是真心要讲和，只是在知道敌人的强大后，暂时放下身段，伪装自己，打着亲情牌，好让我放下戒备之心，等时机成熟再反杀我顾家人。我若真信了他的鬼话，我就白活了。那你接下来想怎么做？沈正一昨日受了48杖，100杖之下没几人能挺过来，他那把老骨头挨了48杖，要了他半条老命。金妙仪昨日又闹他，没机会让他解释清楚王雨娇的事情，那我们就找个人帮他解释清楚，不能让沈大公子白跑这一趟。这时，一名狱卒从牢前走过，谢玉锦朝他看了一眼，那狱卒微微点头，便去办事了。王雨娇接到指示的时候，已经离开了勇将庄，藏起来了。他看着突然着火的王家，站在他身后的黑衣人说道：“若不是主子事先预判，你现在已经被烧死在宅子里了。这里有盘缠，你进马车，换身衣服，乔装一番，就如上京城等着，主子会帮你把沈夫人引出来，同你见一面的。”王雨娇点头。那边沈承霄回到沈家时，事情办妥了吗？办妥了，王家宅子被永江庄一个患有失心疯的疯子烧了，大火烧的正是王雨娇的北厢。奴才派人到王宅出口守着，确定王雨娇不曾逃离王家宅，那王家宅内又有我们的人，不出意外，王雨娇必死无疑。我要万无一失。近日从外面递入府中的帖子，都已经拿给武功，我看过后，又一阵凶猛的刺痛在心脏搅拌。确保无误，再送到夫人手上。夫人若要出府见谁，你便同她说我身子不适，把她叫到我院里来。今日就别让我娘离开沈家了。大公子，你的身子，哎呀，你先休息吧，奴才去找二公子。老二若顶事，我就不需带着这副躯体去找沈婉谈。你再让厨房的人给大小姐送午膳，我正午再去大理寺给大小姐送午膳。这时，京宇从门房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家书，信上写着沈夫人启。夫人，有你的信。谁送来的信？聂管事收的信。王雨娇，给我安排马车，我要去一趟福禄楼。聂管事得知金妙仪要出府的时候，他只好拿沈正一生病发烧的事情阻拦金妙仪出府。是他有错在先，对不起我还未因病倒下，他倒先躺在床上。他若是现在死在榻上，我也许还会回去瞧他一眼。他若没死，我就先扒了你这狗奴才的皮。夫人去了何处啊？家主，聂管事说夫人怒气冲冲的出府了，好像要去见什么仇人。离开沈家的时候一脸杀气。快扶我去叫府医给我开止痛的药，我要出府一趟，快！家主，夫人去了福禄楼，和一个女人在2楼第6间厢房。去福禄楼。镇国公，皇上在召见。大理寺牢门外传来了顾宇舟的声音。镇国公从里面的牢房走出来，传旨的是顾家长子顾宇舟。爹，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说几句话。要快一些，皇上在宫里等着镇国公。好。阿子，你想说什么？爹，皇上召见你，会问你江家投敌叛国和被满门被屠之事，我教你怎么回应，既能保江陵早日离开上京城，又能让我们早日出去。江家有没有投敌叛国，现在
在还重要吗？皇上会反问你，此话怎讲？爹就要说，在百姓眼中，皇上是圣明的明君。你在位时，南疆疆土失地收复，开拓国土，令边境子民太平祥和，百姓不再受战火之苦，有衣穿，有饭吃，将士们打了胜仗，加官进爵。我商朝勇士更英勇，子民更爱戴你。那换而言之，姜家有没有投敌叛国，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摘星楼撒下满天壮志，百姓只看到姜家满门被奸人屠杀，至于姜家有没有投敌叛国，那好说。这时候皇上又会问你怎么说，爹便说投敌叛国是诛九族的死罪，姜林没了，姜家也就没了。九族之内只有一子姜林，你诛或者不诛，那姜林也不过是一个蝼蚁。此时皇上便会觉得姜家已被屠胜姜林，他想捏死一个姜林是千容万亿的事情。他最忌惮的姜氏门倒了，一个小小的少年将军如何能抵御皇权？爹要让皇上知道他自己是可以操控姜林，还要继续用姜林镇守南疆，重新整出一支姜家军为他所用，做南疆的刀，继续震慑陈国。姜林对皇上只有利，没有坏处，还能平衡朝中佞党，安抚民心。郑国公震撼地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你怎知皇上会问这些？皇上要的是一个决心，朝中各党只为自身利益考虑，没人为皇上的出发点考虑事态。倘若爹这个时候为皇上设想，那皇上摇摆不定的心便能早日做出决定来。我知道怎么同皇上说了，你们放心吧，有人来了。顾宇舟从外面走过来，是沈大公子。没事，他来给我送午膳了。顾少卿，劳烦你带我爹入宫见圣吧。顾少卿，今日是你审郑国公？是皇上见郑国公。沈大公子牢房重地，你不该来这种地方。我来给我妹妹送吃的，她自幼娇生惯养，我爹娘知道她被谢家下狱，十分心疼，我就送膳食，送完就走。谢谢，用膳了。沈大公子，多谢你的午膳。为了报答你不辞辛苦给我送丰盛的膳食，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现在回去看看，也许还能阻止你娘撕了你爹。沈家嘶吼谩骂，震耳欲聋。够了，景妙仪，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闹？我在朝堂被丢尽了颜面，那些百官看我的时候，就像在看一个傻子。我是把你错认成王玉娇，可我对你也付出真感情，一心一意的对待你。可你怎么回报的我？什么叫我算计你落水，又假惺惺救你毁你名声？难道不是你也嫌弃谢灵当初瘫痪在床，你不愿嫁给那样的人，才和我私下偷偷疏来私通，做的一场局面？你说什么？那封信早就被沈婉偷出去，他把信做成了郑国公的罪证，由我亲手呈给皇上。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看着皇上把信给兰太傅，兰太傅又把信传给满朝文武，那就是你抽屉里封存了20年一直未能送到谢灵手上的信吧？你拿王玉娇抓我错处，可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吗？我本不想提信的事，给你我一丝颜面，可退一步，忍一忍有什么大不了？毕竟谢灵下狱了，我要你看清楚，你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你说我的信满朝文武皇上全都看了，还是你亲手呈给皇上的？是你的信我亲手呈给了皇上，我惹怒了皇上，受杖刑责罚。我不想让你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受过刑，可是我心里难受。景妙仪，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你痛苦，那我呢？你一句把我认错成别的女人，你就毁了我。你当初若不来招惹我，我跟谢灵不会分开。沈正义，你既然知道我当年留下那封信给谢灵，那我就告诉你，说我知道是这样残酷的真相，我当初宁可嫁给瘫痪在床的谢灵，也不想做别人的替身。谁要你施舍的爱？你骗了我，就是骗了我。你永远没办法同谢灵比，你就是沈家旁支庶出出身的下贱胚子，一个寄生子。啪！沈正义一巴掌打在金妙仪的脸上。你敢动手打我？沈承霄刚回到沈府，就见沈氏几位族老。大公子是族长，你先回府，告诉我爹娘族长来了，让他们先放下个人恩怨，接待族长。是。沈承霄上前给沈宝坤行礼。祖父，你怎么来了？2日，我从族中小辈口中听到了一些污言秽语，我原以为过2日事情就能平复，今日一
早，有人来我院子里告诉你爹娘为了一个女人，在外面茶馆闹得沸沸扬扬，满条街的人都知道，简直是不像话。祖父，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爹娘了。程晓，你身子怎么变成如今这样了？祖父，我正是为了调查外面那些闲言碎语而出门。祖父所听到的并非真实，并非真实，是，并非真实。我娘这些日子一直在沈家教导我二妹妹公规礼仪。我爹正忙江家和谢家的案子，不在府中。外面那些污秽之话，全是在给我们沈家泼脏。好端端的，他们为何要给我沈家泼脏？沈家想保住未来皇后之位，但别的世家也想将来出一个皇后，将两日妹妹和太子殿下的成亲日子定下。有些世家狗急跳墙了，那茶馆大闹的人根本不是我爹娘。祖父放心，我和我爹会处理好此事。混账东西，竟敢给我撒谎！你爹拿着一封你娘当年写的情书呈给皇上，惹怒龙颜，引得百官啼笑不止，满城皆知。你还敢睁着眼睛说瞎话哄骗我，真是半点没有学好，满口谎话。沈宝坤骂得凶，打得也狠。叔，小二知道错了。你看他这身子骨，再打下去可就没命了。这学不好的东西，打死他就少一个祸害。还有你爹，把他叫出来。不好了，夫人和家主打起来了！夫人和家主打起来了！他们在哪里？族长，起来带路。父亲，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沈正义，这些日子你做的事情，我一直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我没有想到你越发不顾脸皮，一次次惹怒龙颜。怀州府剿匪你失败了，太后寿诞你送了一幅假的28宿星君图，被革去正3品尚书之职，降为从6品郎中。和江家一案扯上关系啊！皇上授你做3品大理寺卿，查案子查出你媳妇儿的情书当成罪证递给圣上。巡视从国子监回来告诉我，沈家现在就像是一个笑，被人当成饭后笑柄取笑。若不是巡视天赋超然，得南山先生支持定律，如今怕是都羞得没脸没皮，待在南山书院了。混账东西！我扶持你，你就是这么回报沈家的。父亲，今日的事情是我大意，我向你保证，沈家不会再出现那样的失误。沈正义，害人终害己，收手吧。等沈莲嫁入东宫，你就安心辅佐太子。寻之是我沈氏年轻一辈当中才学天赋最高的孩子。小二身子不行了，凤儿失去双腿，无法再入仕，你该为寻之的仕途之路打算，将来他也会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窝在这后院，为了一个女人和你媳妇儿打打闹闹，这成何体统？爹，你要为我做主。做主？我如何给你做主？他只不过想要一个女人，你就把他的脸挠成这个样子，叫他怎么上朝面对百官和圣上？你堂堂金家贵女出身，怎会有如此野蛮的行为？正义守着你20多年，后院连一个通房妾室没有，养一个女人闹满城风雨。你回去问问你金家的人，是不是这样作为人夫？爹，不是这样的。无论怎样，你作为妻子都不应该动手打你丈夫的脸，起你丈夫的头。外面闹得这么难看，让你丈夫抬不起头来，沈家子孙后代得多倒霉，会被你这样糟蹋。够了，把自己收拾干净，去把沈正义养在外面的女人接回府来，好生安顿，莫让正义在外落人话。你也多为你儿女考虑考虑吧。长女如今在牢中，次女在闺中待嫁，你当娘的却还有心情同别的女人面酸吃醋。做母亲的不如自己的女儿。沈婉在随谢家下狱前，为了不连累沈氏一族，当着靖王的面
四请出族，而你呢？主长，幸好有你，不然我都管不住那京师，为了一个外事闹得枪战不宁。我以为你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原来你还能走动。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现在才出面。我60岁的一个男人，还要跑到神府管你儿子后院妻妾之事，你也不害臊。沈宝坤气得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他气恼地离开沈府。嘿，寻之，你怎么跑这儿来？先生只有2天假，我还来陪祖父。祖父，你又骂人了。沈寻之是女主第5个哥哥，成功打入内部。哎呀，别提了，脏了你的耳朵。那祖父，孙子向南山先生高假2日，你可知为何呀？沈宝坤抬头看向面目清俊的少年，他浓眉，眼睛深邃，鼻梁高挺，气质儒雅。寻之，是不是那些世家子弟告诉了你什么？祖父，中书令的儿子偷偷向我透露，皇上有意寻沈家错主，斩沈家一臂。家主近日频频出错，在朝中闹出了不少笑话。皇上已经萌生出了废除沈氏的念，只是碍于近日江氏一族被屠，皇上暂时没有对沈家下手。江门惨案算是勉强保住了沈府，可是皇上早已动死杀心。近日又因送假话之事，皇上一直冷落皇后娘娘。还有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那是顾家小郎君同我偷偷透露的。他说太后寿诞那日，贵妃皇后等齐聚在紫薇亭，沈府的2姑娘偷拿了晋王妃生前写的诗词，当作是自己的诗词，当众吟诵，却被晋王妃当场抓包，落了面子。竟还有此事？是的，听说本氏夫人偷偷拿了沈婉妹妹的诗，想为沈二姐姐造势，结果那些诗词是晋王妃生前寄给沈婉妹妹的，夫人拿错了晋王妃的诗给沈2姑娘造势。荒唐至极！祖父，幸好皇后娘娘掩盖了此事，只是到底是理亏了。晋王妃出自顾家，顾家那边多少招惹了些闲言碎语。我怎么感觉沈府近日被鬼迷眼了，做什么事都做不好？祖父，有没有可能家主在谋划什么事？中书令的儿子说，那江家灭门惨案多少牵连到沈家，已经被皇上盯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们沈氏一族20年前走错一步，便让沈氏消耗1半族人，连当时的皇后和太子也不在。若是沈府再出事，我沈氏一脉必受牵连。君之，早点入室吧。3日后，沈正一被革职了。皇上说沈大人有伤在身，不便再审理江家、谢家的案，便交由顾大李四卿由沈寻之辅助查办。眼下已有眉目，王德全改了口供，证词有异，沈大人先好好休养吧。高公公把口谕传达后就回宫了。顾大李四卿、沈寻之是怎么回事？去查。父亲不必查。门外传来了沈承霄的声音。族长昨日从沈府出去之后，让老太太给皇后递了一张帖子，皇后就让管嬷嬷出宫接老太太进宫。老太太入宫后跟皇后说，父亲近日屡屡出错，惹怒龙颜，我沈氏一族父辈唯有父亲在上京城当官，若皇上有意折断父亲这一臂，那皇后便要孤立无援。为今之急，但要尽快从沈氏一族年轻小辈中挑选出众的人才入仕，为巩固太子储君之位做打算。皇后姑母也因沈府近日发生的事情与我沈府已有些离心，这才同意了老太太的话，让太子在皇上面前提携沈寻之，替代父亲。最重要的是，皇上可用低品阶官职换下父亲正3品大理寺卿之职，选自己心中的人上位，又可借着父亲举荐之名，继续让沈家的人审理张家案子，安抚外面的民心，还能名正言顺割掉父亲的职务。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狼心狗肺的，连君临太子谋反，沈氏一族被君临太子一案牵连，是我在人前奔走，为沈氏一族谋得转机，免于株连9族的死罪。还有你那皇后姑母，她本是旁支一个孤女，是我把她从旮旯里带入上京城，安排她与新帝相识，才有今日的地位。如今看我沈府有难，一个个忙着把沈家踢开，恨不得找一个可以替代我沈正一的人。沈宝坤和皇后是什么心思，我会不知道吗？爹，眼下形势对沈府不利，王德全又在此事改了口供，我想问问爹，当
当初你同王德全做了什么交易，才让王德全认下怀州府所有的罪责？他深深蹙紧眉头，想起和王德全做的交易，脸色变了变。靖王先前在他身上动了不少酷吏刑罚，都不曾让王德全吐出有关于爹的事情。听说昨夜王德全主动找靖王谈怀州府的案子，爹，你同王德全做的交易是不是和王宇娇有关？王德全在改口供之前曾见过王宇娇，王德全要我娶王宇娇为妻，以平妻身份八抬大轿迎娶她入沈府。沈正一话音顿了顿，我告诉王宇娇，他弟弟犯了事，叫人把他安顿在永靖中。我本是想等王德全被斩首之后，就把王宇娇送与一行。我也想同你娘好好过日子。小，你要相信爹呀。那封信又是怎么回事？我当年在京家遇见你娘，把她错当成了王宇娇，而且当时你娘也愿意另嫁，我就给她出了一个计谋，让她落水，我下水救，这才促成了今日的姻缘。那封信是她在嫁给我之前写给镇国公的信，不过我已经收了。难怪爹，选个好日子把王宇娇娶进门吧。沈正一神色顿住了，比起沈家被满门抄斩，娶一个王宇娇不算什么。爹好好休息，娘那里我会亲自去说。娘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金家的人着想。大公子，家主在休养身子，日后外头有什么事向我汇报。大公子，谢家人出狱了，是太子殿下拿着圣旨去大理寺释放谢家人。属下还打听到，太子极力同谢家党保镇国公府，朝中那些太子党羽同太子一块发声，让皇上先放谢家回府。太子还替江家人说话。太子为江谢两家说话，是不是？沈承霄深深地闭上双眼，仔细思索了一番。看来有高人替太子在谋划未来。太子是想接谢家的使，还是想收江林的信，日后为他所用？你去醉莲居找二小姐，告诉二小姐，太子去大理寺看审晚。大理寺，谢少夫人，皇后娘娘知道你这些日子受委屈了，特意让太子殿下带了礼物送给你，随咱家去太子殿下那儿拿皇后娘娘的赏赐物。沈婉看向站在湖岸边的男子，他今日穿着一袭米白色圆领锦，双手负在身后，目光眺望湖面。谢玉锦眼眸暗了暗。我先上马车等你。好，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李公公说皇后姑母有赏赐物给臣妇，臣妇是来领赏赐之物的。沈婉，你有没有良心啊？姑被狗咬了，你心里却还惦记着母后给你的赏赐之物，这是母后给你的。母后让姑告诉，好好的调养好谢子身子，望他有一日重回皇城寺，听得明白吗？明白。莫君里看他对自己无欲无求的样子，心里莫名的很烦躁。沈婉，我们之间，我知道，我不敢再痴望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吩咐我什么，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你放心，我会用我毕生所学调理谢玉锦的身子，望他有一日可助太子殿下一臂之力。他还想说什么，突然看到对面的柳树下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莲儿，沈莲别开脸。莲儿。沈婉低垂眼眸，先是看了眼手中的锦盒，打开锦盒，最底下还塞着一枚字纸，那是皇后亲笔写给她的忠告。安分守己的做好谢家妇，望你将来带着谢氏成为太子的助力。婉儿，姑母最看重你。柳树下面传来了沈莲不依不饶的哭声。我没有哭，只是风吹得我眼睛痛。既然太子殿下身体无恙，那莲儿就放心了。我大姐姐还在那边等着你呢。您说你有正事，那你快点过去跟我大姐姐谈吧，可别让我大姐姐久等了。我就先回去了，再不打扰太子殿下，同我大姐姐谈正事，倒显得我在此无理取闹了。莲儿，又说气话了。姑是奉父皇旨意到大理寺宣旨，母后知道你大姐姐这些时日在牢里受委屈了，命姑带些赏赐之物安抚你大姐姐。除此之外，姑没有同她多说什么。是吗？真好，所有人都很喜欢大姐姐，皇后姑母也是。大姐姐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大姐姐也有。大姐姐坐牢出来，皇后姑母心疼。莲儿流落在外15年，过着怎样艰辛的日子，殿下是不明白。我今日不该来这里见太子殿下，莲儿实在不想变成一个只会嫉妒大姐姐的女子，惹太子殿下生厌。莲儿，不是这样的，你不哭。殿下，我要回家了，你放开我吧。你想要什么，姑都可以给你，你不要哭，只要你不哭，姑去把沈婉手里的东西拿来给
给你。那可是皇后姑母上次给我大姐姐的东西，我怎么敢要？回头大姐姐告诉皇后姑母我抢她东西，那我在皇后姑母心中岂不是成了心思恶毒的人？我不能要大姐姐手里的东西。他不敢，姑会警告莲儿，姑去把沈婉手里的东西要。沈婉，看看他又有什么事寻你。沈婉，姑刚才有话没有说完。我一会儿回来。好，我等你。跟姑去莲儿那边。沈婉，你是莲儿的姐姐，你的东西就是莲儿的东西。莲儿也喜欢母后赏赐的东西，你拿出来给莲儿吧。太子殿下，臣妇下狱前已经自请出族，不再是沈家女了。臣妇如今叫谢婉。我知道此事，谢婉、沈婉不都一样吗？姑使上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给莲儿。算了，太子殿下，那原本就是皇后姑母赏给大姐姐的东西，大姐姐怎会同意交出来？若是母后问起来，你便说是你要给莲儿的，不是莲儿抢你的东西，明白吗？若是让姑知道你背着姑在母后面前说莲儿的坏话，姑绝饶不了你。沈婉没有说话，明白吗？沈婉，你叫我谢婉，我就答应太子殿下。莫君你被沈婉的脑回路噎住了。谢婉，姑不管你是什么婉，你记住，母后给你的东西是你转送给莲儿的，是你心甘情愿送给莲儿的。知道了，谢婉是心甘情愿把皇后娘娘的赏赐之物送给莲儿妹妹的，不是莲儿妹妹要故意抢走我的东西，也不是太子殿下帮着她抢，我记住了。他含笑说完，就朝莫君礼服了一个身，转身离开这晦气之地。殿下，我这样拿走大姐姐的东西，真的不会有事吗？莲儿胆子小，莲儿怕姐姐跑到皇后姑母面前告状，到时皇后姑母会怎么看莲儿？要不然还是将东西还给大姐姐吧。莲儿已经不生太子殿下的气了，而且莲儿来大理寺又不是为了同大姐姐抢皇后姑母的赏赐物，莲儿只是想来看看太子殿下。他不敢到母后面前告状，而且这是他当着姑的面亲手送给莲儿的。母后问起来，那也是他给你的，跟你没有关系。莲儿莫要害怕，她是姐姐，她做大，你是妹妹，做姐姐的多让着妹妹，这没有什么错。如今正事办完了，姑带你去御满乡用午膳吧，用完午膳，姑再送你回沈家。既然殿下作证，那莲儿就放心了。想来姐姐应该不会害莲儿的。被抢了？能从我手里抢走的东西都是我不要的，那破烂玩意儿沈莲想要，我还要感谢他帮我回收垃圾。我方才看到大理寺进了新人，虽是个七品平氏，但我瞧着顾宇舟对他十分客气。大理寺内的那些狱卒同他说话也恭恭敬敬。他是什么来头？我五哥。西域锦愣住了，他真的被沈婉的话震惊住了。亲的那个？亲的。你是不是很好奇我的五哥是怎么融入沈氏，成为沈氏族长的孙子？我离开沈家6年，在外学医，曾给沈宝坤的庶子沈牧治过病。他子孙薄弱，生下的3个儿子早夭了2个，活下来的那个儿子却遗传了他的喘症，4年前也病死了。沈寻之一直是沈宝坤的希望，沈牧怕沈宝坤受打击，一直隐瞒沈寻子病死的真相，不敢给沈宝坤报丧。我同沈牧交代，我是沈家嫡长女的身份，取得沈牧的信任，跟沈牧做了一个交易，把我五哥带到沈牧面前。沈牧对我五哥很满意，我在沈牧家中住了半年。沈牧对外称遇到圣医治好了沈寻之的病，便开始着手为沈寻之造势，送我五哥上入京城。你打算用你五哥把沈正一替换下来，让沈氏一族与沈府离心？这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我要让沈氏族人将沈府里的人统统驱出族谱，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让太子弃了神，让皇后厌恶神，让他们狗咬狗，打起来。沈寻之是一把刀，他如今很得太子的信任，你可知为何？晋王已诞下一子，朝中不少声音对太子不利，太子又因沈正一的事情被搅和在其中，名声受损。皇后意识到局面对太子不利，急着把太子从泥潭中抽出来。沈寻之出现，为皇后和太子分析了局势利弊，让太子先从沈府抽离，再让太子收拢谢家，博取名声，挽回近日受损的形象，稳住民心，打压晋王，盼我早日康复，从晋王手里夺回皇城司一职。方才你手里拿着的是皇后让太子带给你的赏赐之物，皇后在向你示好呢。是啊，拿个破烂玩意儿向我示好呢。所以我再躺一段日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躺着了？西域锦问道。不躺了，该起来夺权了，不能让晋王那么舒服。对了，我三哥开了一间饭馆，我们去御满乡用午膳庆祝庆祝。好。马车停在御满乡对面的巷子。怎么了？晋王。区区一个
个晋王，还能吓到我家阿宁？沈婉蹙紧柳眉，面色凝重。还有顾明玉，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入玉满香，而看到晋王带着顾明玉走入玉满香的人，还有沈莲。沈莲目光阴沉沉地盯着顾明玉的背影。怎么回事？走了顾明珠，又来了一个顾明玉。顾明玉那个小贱蹄子，想干什么？勾引晋王殿下不成？莲儿，就是这里。上官大人说这家饭馆是新开，里面的厨子手艺很不错。那我们快点进去吧。我订了顶楼的包厢，去2楼厢房，不要顶楼的。玉满香有3层，顶楼的厢房最贵，环境及服务亦是最好。沈婉看着莫君礼和沈莲走入玉满香，此刻却全无心情。明玉怎会和晋王在一起？你若是不放心，可派人去顾府找顾夫人说一声。花荣，你速去顾府一趟，告诉顾夫人，我在玉满香见着了顾二小姐，她同晋王殿下在一块儿。是，你坐马车去，快一些。妹妹，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出牢房了。三哥还以为去再等你些时日，老我的动作挺快的。来，三哥给你去晦气。三哥，我也要吗？一家人，别客气啊。娘说还要去跨火盆去晦气。我回郑国公府，我婆母会叫人准备火盆，这里不方便，我方才进来，瞧着生意挺好的呀。那是自然。你三哥我行走江湖之前，家里的厨房都是我收拾，地是我种的，种子我播的，菜我摘的，饭是我做的，家里没有我不行。你看看你喜欢什么，三哥给你做。就这些吧。晋王和太子都在玉满香，你派人帮我盯着晋王身边的那个女子，他们若是吃完了离开玉满香时，让人第一时间告诉我。2条狗一起来。没错。那行，今日可得狠狠地宰他们一笔。你等着，此事包在三哥身上。那都是你喜欢吃的菜。对啊，都是我喜欢吃的。那我们心有灵犀，你喜欢吃的菜也是我喜欢吃的。是吗？这么巧？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那你除了这些，还有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吗？冰糖葫芦。谢玉锦愣住了。你喜欢冰糖葫芦？对呀，甜甜酸酸的，好吃。玉满香饭馆的小厮送了2串冰糖葫芦给沈婉，给你尝尝。我怎么忍心抢走你喜欢吃的东西？我看着你吃吧。哦，对，你不喜欢。谢玉锦僵了僵嘴角，说：“我尝一个。”他手掌扣在沈婉的后脑勺，把他嘴里那一个冰糖葫芦卷进自己口中。那神不是身子体弱吗？要有节制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谢玉锦低咳了几声，是挺好吃的。我以前觉得它粘牙的厉害，还因此牙疼了几日，之后再不敢碰这玩意儿了。那你把糖包了。酸。喝鸡汤。这些日子牢里短缺的都给补回来。我新熬的。你干什么呢？我不能喝，我给你盛。三哥，不用这么客气的。谁跟你客气呢？我还不是心疼你体弱，要我妹妹照顾。这时花荣回来了。少夫人，顾家的马车停在玉满香外，是晋王亲自把顾二小姐送到顾夫人面前。你不是说出去挑选成亲用的首饰吗？顾明玉两眼含泪，咬了咬唇瓣，说道：“我根本不是要挑选什么成亲用的首饰，我也根本没打算嫁入叶家，我是出来挑选一把匕首。若娘非要我嫁给叶表哥，我上花轿时便是我做鬼时，你不怕丢人现眼？娘只管逼迫女儿。你……”顾夫人气到胸口发紧。叶家一门清流，世世代代都是读书人。你外祖父在世时曾是内阁首辅，叶景南是你大舅舅独子，他年前考中解元，拜入你父亲门下。你父亲兄长十分赏识他为人老实，待你亦十分体贴，品相才学样样称得上。你对叶景南有何不满？我对叶表哥没什么可挑的，正如娘说的那样，叶表哥样样都好，可他好，我就必须要嫁给他吗？对，顾夫人赌气一般斩钉截铁地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长姐姻缘尚不能自己做主，如今到了你，我们给你安排什么，你就得顺着父母之命听进去。”那娘，可怜可怜一下姐姐吧。顾明玉哭着说道：“我今日去晋王府了。”你说什么？顾夫人被刺激的上气不接下气。自从顾明珠出事后，每夜睡下去便会梦见顾明珠临盆产死的梦。阿珠，产婆说你腹中怀的不是双生子，是单的，孩子太大了，头骨卡在你的盆骨内生不下来。你若想生下他，那就只有撕开你下巴，把孩子从你腹中取出。只是这样的话，你恐怕就活不成了。阿珠，再怎么说，你腹中孩子也是本王的孩子，你就成全本王儿女双全吧。他一脉
你这一胎是个女儿，而本王同叔妹所生的是男胎。等你死后，本王会娶你妹妹进府，让她帮我养育我们的一双儿女。他的阿朱无助、痛苦，又满脸怒意地瞪着靖王。谁让你去靖王府？你家姐都已经死了，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不知廉耻地跑到靖王府上，若叫人看到了，你让旁人怎么说你？姐姐尸骨未寒，妹妹入府勾引姐夫，我没有。啪！顾夫人太生气了，又一巴掌甩在顾明玉脸上。我不管你有没有，顾明玉，从今日起一直到下月初8，到你出嫁那日，你都不可以再离开顾府。你要软禁我？为什么？娘为什么对姐夫那么敏感？我说去靖王府，你听都不听我解释就打我。我有没有好好跟你说过？你姐姐不在了，靖王府也不可再去。靖王将来还要再娶王妃，你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子跑到靖王府招人嫌。可姐姐给靖王殿下生了一个嫡子，不能因为姐姐死了，娘就急着否认顾家和靖王府的关系。闭嘴！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你姐姐生的。顾夫人瞪圆了双眼，没有把后面的话吐出来，可顾明玉却看到了顾夫人眼中的隐藏。那个孩子怎么了？娘，靖王说自从姐姐死后，你一次都不曾去靖王府看过孩子。我今日出府是去靖王府看姐姐的孩子，我从未做过逾越规矩的事情，我只是想姐姐了。靖王殿下说姐姐生前留了很多东西给我，要我去拿。姐姐死了，姐夫也很难过。你知道什么？听到顾明玉最后一句话时，顾夫人几近崩溃的咆哮：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那黑心肝竟拿着明珠来诓骗明玉，明玉哪里是他的对手？顾明玉，我只说最后一次，从今日起不许再踏入靖王府。下月初8就是你和叶景南的大婚，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由不得你。顾夫人回到顾府后，就命人把顾明玉锁在房中，不准顾明玉再出府。明玉，阿朱走了，孩子需要母亲，我把她交给谁都不放心。都督你可愿帮我和你姐姐抚养稚子？我愿娶你为妻。靖王想娶顾明玉为妻？玉满香的包厢里，沈莲惊呼出声：是啊，这是姑从母后那里听来的。上京城那么多贵女，靖王虽然死了靖王妃，可只要靖王开口，多的是贵女愿意嫁进靖王府。那靖王为何还要娶顾明玉？靖王痛失爱妻，心疼靖王妃留下来的嫡子，怕娶了别人又委屈了孩子，思来想去，觉得顾明玉最合适。那顾明玉同靖王妃是嫡出姐妹，两人感情深厚，她若是嫁过去，必然会真心教好靖王妃留下那个孩子，所以她最合适。不过顾家那边似乎出了些问题，并无意再让顾明玉入靖王府。莲儿，上菜了，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今日咱们在外面用膳，不必拘束礼节，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怎么了？莫君里发觉他情绪又低落了。我就是羡慕靖王妃。你羡慕一个死人？是羡慕她。她还在世时，听闻靖王十分宠爱靖王妃，靖王府后院没有别的妾室通房，一心一意待靖王妃好。死后又怕靖王妃在地下担心他们的孩子，为了不让他们的孩子受委屈，也一心为孩子谋划。这样好命的女人，哪个女子不羡慕？哪怕她不幸在生产时死掉了，那她生前也独享了靖王的独宠。谁若是这样独宠着我，我哪怕短命一些也愿意的。莲儿，不可诅咒自己，是不是谁在你面前说了什么？我娘说后宫佳丽3000，将来我虽为太子妃，却不能独享太子一人。我要帮太子选秀女充盈后宫，想办法为太子开枝散叶，就如现在的皇后姑母一样，要管好后宫，伺候好皇上，不让皇上操心后宫之事。我只是突然觉得，原来太子妃也挺没意思的。莲儿，那是我父皇，不是我。将来太子殿下也会这样，也需要这样子。你放心，莲儿不会让太子殿下太为难。你错了，莲儿，我已经同母后说过，你若不生下嫡子，我绝不会碰别的女人。等你生下了嫡子，母后更加不敢往我宫中塞女。只要孩子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没人敢说。等将来，我是说将来，我当了皇帝，我愿为莲儿遣
三后宫，就如同当年的君临太子一般，是和他的太子妃一生一世一双人。君临太子，那不是个短命的太子吗？罢了，我出府也有些时日，该回去了。近日因我爹之事，闹得家中鸡犬不宁。听说我爹还被皇上革去了3品大理寺职务。太子殿下，你是不是不想用我爹了？你爹受了刑杖，先让他在府里养身子，养好了再另做安排。先别担心，不会让你有事的。我送你回府吧。不要，我自己回，我带了护卫。太子殿下不必担心我，我可以自己回。可莫经理坚持要送他回沈家，沈莲生气了。太子殿下，我说了我可以自己回，你为什么老是要监视我？我没有监视你啊，我只是……你担心我，怕我走丢，还是怕我不认识路回沈府？太子殿下，我又不是3岁小孩，你动不动让一大群人跟着我，让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都被太子殿下监视着。我是你的准太子妃，难道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好啊，姑不送，苦不送，那姑送你下楼，看你上马车总可以吧？好。二人离开了包厢，顾景行立刻上3楼汇报情况。都走了。不过太子并没有送沈二小姐回沈府，2个人分道扬镳了。你去暗中跟着沈二姑娘，看她去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同哪些人说说，听得仔细些。是。萧云走出玉满箱，你吃饱了吗？吃好了。谢玉锦点点头。那我要去药铺采购大批的药材，你叫人对外宣传，就说我为了给你解毒胀，尝遍药草，还重金买药，把这些事情炒得越火热越好。你怎么那么臭？贵人是你啊，这次又有什么事情要办的呀？收了我的银子，可要替我办事的。花钱消灾，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的银子足够买一条人命了。说吧，你想让我办什么事儿啊？不让你去杀人。沈莲眼眸一眯，你帮我去找几个又丑又臭又老，那玩意儿需求又大的乞丐。那玩意儿，老乞丐一下子听明白了沈莲的话，露出了淫贼的笑容。我知道了，像这种事情最好办了。他盯着沈莲高隆起的胸脯，沈莲立刻捂着胸口怒道：你看什么看？再看，本小姐挖了你的眼睛！是建明冒犯了。贵人说的事儿，建明一定办妥，随时恭候贵人的休息。本小姐也是你这种人敢肖想的，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在找什么？沈莲做贼心虚，大哥，你要吓死我呀！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满脸不悦。沈承霄道：你跑到沈婉屋子要找什么？沈莲支支吾吾，沈承霄对他做的事情了如指掌。莲儿，我是你大哥，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大哥一定会帮你。我想找姐姐写的字。沈承霄摇了摇头道：沈婉出嫁的时候，把自己的字体和写的词全都收走了。你想从她房间里找到她的东西，不可能了。不过什么？沈婉先前的字是你二哥教的。沈承霄早就为沈莲准备好了，这字就是你大姐姐的字体，你拿去好好学学。你大姐姐的字不是谁都能学的。大哥，你不是想跟郭二小姐交朋友？不过郭二小姐因为紫薇亭的事情同你意见不合，肯定不会应你邀请。若借你大姐姐的身份，她肯定会出来。你到时同她好好讲，若能交上郭二小姐这样的贵女，对你也有好处。多谢大哥。不用谢大哥，你我本来就是亲兄妹。近日家中出了那么多事情，父亲官职被革，你要好好把握住太子殿下。大哥，你放心吧，太子殿下他对我很好。我去大理寺见他的时候，他为了哄我开心，把皇后娘娘赏赐给谢婉的东西抢过来送给我。你瞧，他从袖子底下拿出皇后的赏赐物，递给沈承霄。毕竟沈承霄刚才帮了他一个大忙，他也愿意跟沈承霄多说几句。太子能这样哄你，说明待你是真心的啊！这是什么？望你将来带着谢氏成为太子的助力，婉儿姑母最看重你。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啊？妹妹，你还看不明白，皇后娘娘所看重的并非谢婉，而是谢婉现在的夫家镇国公府。父亲被弃，族长从族中请出一名才学出众的后生入室，顶替了父亲的位置。太子有意弃了父亲，皇后也与沈府渐渐离心。他们想借着镇国公府的事巩固地位，抗衡晋王党派。抗衡晋王党派？将来太子得势，镇国公府便有从龙之功。谢婉被封为诰命，指日可待。不可能，谁都可以被封为诰
诰命，唯独他不可以。他是顶替我的身份才有今日的位置，他凭什么被封为诰命？所以你要好好把握太子殿下，莫让谢婉再步步高升了。我不会让沈婉不对，他跟太子殿下说，他现在叫谢婉。对，谢婉的贱人，休想再踩着我的命格步步高升。如今咱们家只有你能见到太子，若想分离谢家和太子，你可以从谢婉身上下手。沈莲眉头一动，抬头看了看沈成香，我要怎么做？你大姐姐刚出狱，你非常想念，便去镇国公府见，说你倒在她房中，被太医查出中毒了。我明白了。沈莲对某些事情一点就通。我安排2个得力的婢女给你用，她们当中有1人会解毒，你不必担心伤了身子。沈莲有些不确定，你确定不会毒死我？莲儿，你是我沈家的希望，大哥还会没有分寸吗？也是，不到3个月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等我当了太子妃，我不会忘了大哥和爹的。大哥，我先回醉莲居休息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好。沈成霄点了一下头。给郭二小姐和你大姐姐的请帖可以同时送，选择的同一日更有利于你。大姐姐同顾家有些情分，她手眼通天，若能亲自拖着你大姐到时事成，还能离间你大姐姐和顾家，祝你事成。我懂了。这时艾嬷嬷从院外走入道：大公子，夫人同意接往夫人入府。沈成霄听到这话，暗暗松了一口气。镇国公府，少夫人说了，药材都要好好归类，那些有毒的药材放到夫人指定的房间，府里的下人不可随意靠近少夫人放药材的地方。新管事和房管事在接收沈婉刚才买回来的药。少夫人，这不是要挤下来给小公爷吃？你想谋杀你家主子？沈婉反问。萧云赶紧摆了摆手说：不是，少夫人千万不要这么跟主子说。查的怎么样？属下跟着沈二小姐到张家嘴，沈二小姐下马车之后，就让沈家护卫去张家嘴找一个失去右掌的老乞丐。沈婉动作一顿，是不是眉间有一个黑痣，少了一只耳朵的人？那人的相貌特征的确和少夫人所说的一样。萧云把沈莲花钱让老乞丐找一群又老又丑又臭的乞丐的事情，通通告诉谢玉锦和沈婉。谢玉锦眉头跳动了2下。要丑的，要老的，还要那方面活好的，他找这样的人，莫非是想……他盯上顾明玉了。少夫人，是沈家二小姐送来的拜帖。沈婉接过拜帖，打开一看，这字同她的字体有那么5、6分相似。去帮我回个话，就说明日请二小姐早点过来，我等她一起用早膳。再给我送一封信给顾夫人。顾夫人同时收到了2封请帖和1封出自沈婉之手的信。这2封请帖都是出自镇国公府。是呀，夫人，2张请帖一前一后送进顾家的，双方家人都说是镇国公府的。其中有1位是谢少夫人身边的大丫鬟花荣姐姐，另一个丫鬟是新面孔，奴婢以前没见过。顾夫人听完后又打开信看了看。二小姐现在还闹吗？夫人，刚才二小姐院子里的人来禀报，二小姐刚消停。你看看吧，这是沈姐姐写的信，是谁盯上我了？谁想回我生育？你沈姐姐没有说明是谁盯上你，又是谁要回你生育。你若想知道答案，我明日带你去镇国公府走一趟。他为了你和阿朱费尽了心思，我不希望他为顾家做了那么多，到头来换你一个不知好歹，害人害己。明日从镇国公府回来后，你若还是不同意嫁给叶景南，那我不会再逼你，你想嫁谁都可以，但你必须同顾家先断个干净。顾夫人说完，起身走出院子，去告诉送帖的那人，就说二小姐明日会如约去天香饭馆一聚，然后再去一趟镇国公府，把这封请帖拿给谢少夫人。翌日天还未亮，沈莲叫来昨日随他去张家嘴的沈家护道，去告诉老乞丐，让他正午带人到天香饭馆指定的厢房等着，让厨房里的人往菜里加点料。顾明玉，你个小贱蹄子，敢跟我抢靖王殿下，你也不看看靖王殿下是谁的。这时二小姐，墨也抹好了，把我放在妆台上的字帖拿过来。太子殿下见信时，莲儿可能已经到镇国公府了。昨日回到沈家后，突然收到姐姐递来的请帖，不知姐姐为何突然邀请莲儿。太子殿下，你说姐姐会不会不想把皇后姑母的赏赐物送给莲儿？她会不会是想向我讨要回皇后姑母的赏赐物？素清，你过来看看我写的字怎么样？跟字帖上的字比较，是不是比以前写的更好看了？素清低头看了看，很是惊讶地说：二小姐，你的字有进步了。去把这封信拿到宫门，叫人送进东宫。二小姐，奴婢给你上妆啊，可别再给本小姐上厚厚的妆底。本小
姐如今肤如凝脂，皮肤细腻，你只需要给本小姐略施粉黛，就像大姐姐的妆容。二小姐，大小姐平日不喜上妆，说无重大宴会，大小姐就抹抹口脂和描眉，其余胭脂水粉一概不用。是吗？那她的脸怎么白的那么匀称？二小姐，大小姐平日的确不喜上妆，她曾跟夫人说过，这些胭脂水粉虽是个好东西，可用多了也损伤皮肤，而且大小姐擅长医术，她说内调才能由内而外的教养好皮肤，说脸庞干燥就用花露抹一抹便足够了。江雨瞥了眼沈莲的脸，心中冷笑：你是什么东西？大小姐那是天生丽质，哪里是你这个丑人比得了的？学医就了不起了，还不是靠着沈家踩在我的头上才能学医的？要没有沈家银钱砸在他身上，他能有今日吗？他吸的是我的血，若是毁了沈婉那张脸，看他还怎么勾引太子殿下。禅灵匆匆走入，向沈莲行礼后禀报道：二小姐，大小姐身边的花容姐姐刚才到府上传话，要二小姐的马车直接去天香饭馆，大小姐要在天香饭馆吃饭。她去天香饭馆做什么？沈姐姐，顾明玉唤道：你如今该叫我一声谢姐姐。婉姐姐，顾夫人，明玉，坐下来一边用膳一边聊吧。婉姐姐，你信上的内容是谁要害我？沈莲。沈莲？顾明玉低呼：我跟她无冤无仇，她为什么要损我声誉？她用婉姐姐的名义邀请我到天香饭馆，又想干什么？明玉，你仔细想想，你跟她真的无仇吗？就因为紫薇亭，我骂她偷我姐姐的诗，她就记恨上我了。她自己有错在先，她不知道反省的吗？这只是其一。沈婉摇了摇头，就算没有紫薇亭的事情，可只要你沾上晋王，也会变得不幸。晋王？婉姐姐和娘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婉姐姐，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瞒着我什么事？在我告诉你真相之前，你先回答我3个问题。好，婉姐姐你说。第一个问题，说晋王心悦于你，想娶你为王妃，你可愿？姐姐生前，姐夫满心满眼都是姐姐，他那么宠爱我姐姐，又怎会心悦于我？他若心悦于我，那岂不是背叛我姐姐？我与姐姐是亲生姐妹，他心悦我，那他把我姐姐当成什么？又把我当成什么？晋王若是这样的人，我怎敢嫁？顾夫人愣住了，她怔怔地看顾明玉，没想到顾明玉会这样回答她。第二个问题，说是你姐姐死前托付，要你入晋王府照顾你姐姐留下的质子，你可愿入王府做晋王妃，帮你姐姐抚养质子？我愿意，那是姐姐留给顾家唯一的血脉，留给我的念想。说质子需要我愿意入府抚养姐姐的孩子，将她视为己出，好好教养，不负姐姐以命相托。沈婉和顾夫人在确认顾明玉内心的想法，互看了一眼。第3个问题，倘若晋王让你入府照顾，并非你姐姐的遗腹子，你可愿？顾明玉怔住了。婉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王府里的孩子不是姐姐的？你先回答我。顾明玉皱起眉头回道：他既然同别的女人生下孩子，凭什么让我帮他抚养？他岂不是背叛了我姐姐？那他先前装的那么深情，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假的？顾明玉突然明白了什么。王府里的孩子不是我姐姐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哥哥父母对王府的事情不闻不问，也不准他再去进王府？那我姐姐呢？姐姐的孩子呢？他们去哪里了？娘，我姐姐呢？我姐姐被埋在何处？你姐姐没死，她和孩子平平安安，只是临盆时吃了一些苦头。她怀的并非双生子，那个孩子出生时足12斤。12斤的孩子，12斤的孩子，姐姐怎么生下来？婉姐姐说姐姐没死，晋王宣布姐姐死了，母亲不再与晋王府来往，姐姐无法再回顾家。你们是想告诉我，是晋王害了姐姐？临盆时，姐姐在王府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没人告诉我？告诉你能怎么做？他若胆敢害我姐姐，我跟他同归于尽。那茶桌上刚好摆着一把匕首，是沈婉放在那儿。顾明玉伸手拿起匕首往外冲去，快拦下二小姐！守在厢房门的2个婢女堵住了房门。谋杀亲王，株连9族，你连我都对付不了，你还想杀晋王？你现在明白你母亲和你兄长为何不敢告诉你真相？你那么冲动，只会害了顾府满门。外面传来了沈莲的声音：看清楚这个厢房，是沈莲邀请你用膳的一间。现在我要当着你的面，以沈莲的身份请君入局。明玉，我让你看看人心难测，知人知面不知心。晋王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男人，他是一个为达目的、冷血无情的人。花容，摆好纸笔。沈婉转身回到茶桌，纸笔蘸墨落笔字。顾夫人却发现沈婉的字同昨日送入顾家的其中一
一个请帖，十分相似。晋王殿下，莲儿看到顾二小姐与人在天香饭馆苟合，速来。沈婉简单的写下一行字：我们和沈莲那间厢房是对门，你就站在门前，透过窗可以看到对面的动静，外面的人不会发现你在偷窥，而晋王很快就会带着黄承思的人过来。顾明玉还不知道那包厢有什么玄机，快，晋王就带着一群黄承思走入天香饭馆。他直接走到沈莲刚才进去的那间包厢，里面一群男人穿着破旧残烂的衣物，却暴露着自己的隐私，压着沈莲尽欢。顾明玉瞳孔放大，猛地倒吸几口凉气，亲眼见证晋王神色淡漠地站在厢房前。他没有出手救沈莲，也没有驱走沈莲身上的男人，他甚至冷漠的连眼睛都没眨一眼，便退出包厢。然后他缓缓转头看向他这边的包厢，顾明玉对上他似笑非笑的眼神时，整个人吓得花容失色，他连连后退了好几步。这时，叩叩叩，厢房门被外面的人敲响。晋王垂眸看他，仿佛不曾发现沈莲被人羞辱的事，一脸坦然地走入包厢。换他，明玉，你怎么摔倒了呀？顾明玉身子颤抖，他心中又气又恼又惧。顾明玉从地上爬起来，一巴掌甩在晋王的脸上，撕心裂肺地吼道：“你太过分了！”明玉，花荣，把厢房门关起来，晋王有话要跟我们说。婉妹妹，本王许久未喝过你煮的茶了，不知今日可有幸能再喝你亲手煮的茶。沈婉娇颜含笑，歪了歪脑袋，笑道：“晋王殿下莫不是忘了，我最擅长的不是煮茶，是下毒。”晋王低嗤一笑：“不是你把本王引到天香饭馆来的吗？怎么连口茶都舍不得给本王？要不然请本王吃午膳吧。”跟你一块用膳，我怕我还没吃就恶心倒胃。唉，真是可惜了。穆君言，你卑鄙无耻！明玉，是你太单纯，不如让你的沈婉姐姐告诉，在这场局势中，本王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昨日晋王带你到玉满香，其实就是算准太子会带着沈莲到玉满香用膳，他故意让沈莲撞见你与他走得很近，激发沈莲爱慕晋王的嫉妒之心，借沈莲之手谋算你清白。事发后，他会把你失去清白的消息散播出去，叶家人就会跟你退亲，京城世家无人再敢娶你，姻缘路毁。这个时候，他再以姐夫的身份不计前嫌纳你为妻，他只需一顶轿子，把你从王府后门抬入晋王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用你牵制整个顾家和你姐姐。顾明玉被晋王的行径恶心的吐了。顾夫人看他吐得很痛苦，说道：“明玉，你知道母亲为何不敢告诉你真相？你知道以后又该怎么面对你自己的未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残忍？你就算装，可你装了那么久，难道对姐姐没有一点真感情吗？难道你不会装着装着就把姐姐装进心里去了吗？你为什么要毁了我姐姐的未来？”晋王很平静地听顾明玉的话，他回道：“明玉，皇权之下哪有什么真感情？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夫婿，本王就可以装给你们看。”那我姐姐呢？姐姐她那么爱你，你难道感觉不到吗？感觉得到。他说出这4个字时，心脏微微抽痛，却面不改色。正因为他爱极了本王，所以他心甘情愿为本王做一切。所以你就利用我姐姐，你利用她。是本王利用，本王一直在利用。晋王没有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而在晋王抬手去拿面前的空杯子时，顾明玉看到晋王手腕带着的红绳子，他双眸微微瞪大，冲到晋王身旁，抓住晋王的胳膊。明玉，不要！顾夫人吓坏了，她以为顾明玉要刺杀晋王，却不想顾明玉在扑到晋王身边时，扯断了晋王腕间那条红绳。这条转运红绳是姐姐托我去普华寺为你求来的，可是你不配再留着它。他扬手一挥，红绳落到了炭盆，火焰发出嗤嗤的响声，绳子遇火，瞬间萎缩成一团，慢慢化为黑色的形态。明玉不说，本王心里还不想。明玉刚才说了一番话，
倒是让本王有一点想阿朱了。不知阿朱现在在锦州过得好不好？顾夫人，你知道吗？顾夫人浑身发凉。他知道阿朱在哪里，原来他一直都在监视阿朱。顾夫人看到沈婉的眼神后，重新调整自己的情绪。明珠在苦佛寺遭遇几次刺杀，引起苦佛寺法师注意，法师允他入住苦佛寺明德宫，增派僧兵保护他孤儿寡母。晋王派去的那些得力干将，怕是一个都没回来。锦州那种地方可不似上京城，你的手想伸进苦佛寺之前，你得看看越不越得过伽罗法师。沈婉冷冷一笑，回头对顾夫人说：顾夫人，事情差不多了，你先带明玉回家，我还有话要单独同晋王殿下谈。明玉，回去好好休息。厢房内只剩下了晋王和沈婉。晋王抬手为沈婉鼓掌。沈婉，好厉害的心计啊！臣妇不过是顺水推舟，帮沈二小姐添一把火。所谓害人终害己，这个道理想必晋王殿下之前就尝过了。我们来合作。晋王突然意识到，跟沈婉作对，不如把沈婉拉入自己的阵营。梦还未醒呢。沈婉脸上笑意不减。晋王说道：阿朱临盆之事，就拿本王先前写信给沈家人戳穿你真面目的事情抵消。从此我们谁也不欠谁，只要你投诚本王，将来本王坐上那个位子，谢家便有从龙之你不会不知道太子一直想除掉谢，夺回战国公府兵权吧？沈婉捧腹大笑，笑到肚子痛，笑到突然发觉这一点都不好笑。天下之主，日后谁来做，我说了算，但一定不是你晋王宵小之徒。晋王想利用沈莲去斗太子党，抓太子的错处，那可要好好处理一下后面的事情。转身离开了天香饭馆。晋王坐在原地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他自己都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皇城司的侍卫快步走入，对晋王说道：王爷已经把厢房那群人控制住，这些恶徒是事先藏在厢房，等沈二小姐进入厢房时。侍卫的话还未说完，晋王突然起身，拔出侍卫手中的佩剑，刺穿了侍卫的身子。晋王扫过其余皇城司侍卫，道：今日在天香饭馆被人糟蹋的女子，并非沈二小，明白吗？厢房内只剩下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沈莲。晋王垂眸朝桌子底下冷冷瞥了一眼。王爷，你不要扔下莲儿，你不要扔下莲儿，莲儿真的很爱你，是顾明玉那个小贱人算计我。王爷，莲儿真的好爱王爷，你不要扔下莲儿，莲儿做牛做马，什么都愿意为你去做。你坏了本王的大计，你知道吗？晋王居高临下看他，声音冷冰冰的。沈莲跪在他面前，哭得不能自已。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王爷，你不要扔下莲儿，你不要扔下我。沈莲，本王同顾明玉没有这门情，本王想娶是为了用她牵制住顾家和逃离上京城的顾明珠。你待人羞辱顾明珠，往后本王只会多一个禁，顾家人将会很麻烦。你根本不懂，只会把心思放在儿女情长。你如果继续拖本王后腿，本王如何再跟你一起走下去啊？王爷，我以后都听你的话，我以后不再擅自做主，我听王爷的话。我不知道王爷是想利用顾明玉制衡顾家，我以为顾明玉他勾引王爷，你再给莲儿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不要嫌弃莲儿？好，本王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羞辱你的人本王会处理干净。这些日子你就不要再出来找本，左右不到3个月你便要嫁入东宫。在此之前，你要帮本王找到你父亲窝藏贪污金银的地方，和太子私下勾结残害江家的线索。沈莲没有多想，连连点。那顾家人，顾明玉他。晋王冷笑了一声，本王今日已经彻彻底底和顾家人撕破脸面，顾明玉也不愿再做本王的妻子，顾家人也是本王的废妻，留着他们将来只会成为本王的阻碍。还有，想到那难缠的沈婉，你今日之所以会被人引到这里，是你大姐沈婉布局，天香饭馆内有内鬼，将你们这间包厢门牌调换，害你。
谢婉的贱人！沈莲眼底露出杀意，我一定要杀了他！谢婉这贱人！你杀不了他，但你可以用计离间他和太子。什么计？想必你家中长兄已经教过你，太子那么爱，还有什么比谢婉下毒暗害你，更能让太仇恨谢婉的呢？此刻沈莲还不知道消失几日的胎记重现了，靖王更没料到，他忙于和顾家人周旋，处心积虑打压太子时，有人拿到他与两淮巡盐御史勾结走私贩盐的证据。主子，要现在呈上去？萧云问道。谢玉锦手里拿着记录走私贩盐和入账金额的册子道：现在还不是最恰当的时机，再过2个多月太子大婚，我大病初愈，再将这本册子递给皇上，先暂时不要惊动两淮盐官和靖王，捉贼拿赃。萧公爷，少夫人回来了。新管事进来禀报，没一会儿沈婉就从院外走入。快去厨房拿膳食，事情还顺利吗？很顺利，只是后面会有大麻烦，不过没关系，我不怕麻烦。谢玉锦走到他身旁，伸手搂住他的腰。还有不到3个月。对啊，沈家人最近怕要人心惶惶，睡不好觉了。因为沈莲那张脸会给沈家人更大的惊喜。沈府南香阁传来尖锐的低斥声：你说什么？夫人，那王宇娇的确是这么说，要8抬大轿，吹锣打鼓，3媒6聘，以正气之礼迎娶她入府。她不做妾，她要做平妻。入了沈府后，她要和夫人平起平坐，夫人所生的孩子也要唤她一声嫡母，孝敬她。我能留她一条性命，让她入沈府为贱妾，已经很看得起她的。她莫不是真的以为，当初她给沈正一留的那一锭银子，可以让沈正一从此平步青云，走到今日的位置吗？是我们金家，若没有我父亲帮扶他，他的仕途会如此顺利。如今看我沈府风光，便想进来分一杯羹，贱人休想！艾嬷嬷站在一旁不敢说话。你去告诉王宇娇，本夫人只给他准备一顶轿子，他若愿意就入府为妾，若不愿意做妾，那就去当个没有名分的外。可是老爷那边……而这时聂管事匆匆走入南香阁，向京妙仪禀报的：夫人，太子殿下带着锦绣宫的嬷嬷送礼服给二小姐。快去醉莲居找二小姐。夫人，二小姐今日出府，至今未归。京妙仪皱起眉头：二小姐出府，我怎么不知道？是大公子准许的。那你们还不快出府，把二小姐找回来？是，奴婢这就去找二小姐。沈正一带着伤恭迎太子。京妙仪走到观澜园，看到沈正一时，面色阴沉，行礼声异口同声响起：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舅舅，你有伤在身，不必如此多礼，还特意走到观澜园来迎姑，费心了。多谢太子殿下体谅。怎么没有见到莲儿？沈承霄道：太子殿下，莲儿今日一时兴起，想去玉满乡用午膳，臣便允许她出府。这个时辰也该回府，不如……那好，姑去醉莲居等莲儿，把婚宴礼服和凤冠送进醉莲居，等二小姐回来，服侍二小姐试礼服。是。莫君礼看沈正一面色苍白，说道：舅舅，母后托我转告你，你这段日子先留在沈府养好伤，旁的事情不用担心，姑身边有巡职替姑做打算。等莲儿嫁入东宫，想必你的伤也养好，到时再另做打算。是，皇后一片心意，微臣铭记在心。太子殿下放心吧，沈府永远站在太子殿下这一边，只要太子需要，微臣与犬子随传随到。莫君礼叹了一声，终究对沈正一保留着一丝感，说道：这次不是姑放弃，是有人在朝中挑起事端，想借你在乾清宫呈上去的那封信拉你下士。太子殿下，你不是要去醉莲居等莲儿吗？臣妇命人准备了茶水和点心，殿下醉莲居坐着等吧。京妙仪不想再提那样难以启齿的事，特意岔开话题：好，舅舅好好休息，不必跟着。是。和沈承霄停在原地，由京妙仪陪莫君礼去醉莲居。前往醉莲居的路上，莫君礼面色阴沉地对京妙仪说：沈夫人，你知道我舅舅失去官职，全是因为你而起。他赶紧跪下：太子殿下，一封信而已，怎就成了臣妇的错？况且那也是20年前写的信，其中原因怎么样，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若不是沈大人搜出那封信时没有看清内容就呈给我父，沈大人不会挨板子。现在外头人人都在议论你和镇国公20年前的私情，还有人说你至今没有忘怀与镇国公感情。你这样3心2意，说难听点就是不守妇。若不是看在莲儿，姑根本不会再踏入沈家。太子殿
殿下，一封20年前的断情信，怎就成了臣妇的错？臣妇，太子殿下。金妙仪的话还未说完，莫君礼身后传来了沈莲的呼唤声。莫君礼转过身子，还未看清面前的人儿，他的身子就被对方紧紧抱了。他扑到他怀里，呜呜的哭泣。太子殿下，好多狗咬破了我衣裙，吓死莲儿了，吓死我了！什么？有狗咬你？沈莲抬头，莫君礼就看到一张长着黑色疮疤的脸，如同夜叉。莫君礼吓得屁股缩紧，下意识地把怀里的沈莲狠狠推了出去，失声大叫：“鬼呀！哎呀！太子殿下，沈夫人呐，快把太子殿下扶起来！”太子殿下，他声音嘶哑：“你怎么能推莲儿？”金妙仪看到这一幕，心脏狠狠一缩，倒吸了几口凉气。他一眼认出沈这张如同夜叉的脸，难怪把太子吓得只差没有魂飞魄散。娘，太子殿下，你们怎么了？是我呀，我是莲。虚竹院那边的人是怎么做事的？连一个傻子都看不，还让他跑出来吓唬太子殿下！你们还不快把他送回虚竹院？放肆！你们这些狗奴才！太子殿下在此，你们也敢？金妙仪强作镇定，走到莫君礼的面前道：“太子殿下，那婢女她是家生子，伺候老夫人的管事留下来的遗孤。她天生痴傻，脸上长着黑斑，因她父母一直侍奉老夫人，前些年相继病逝。臣妇念及她可怜，便将她锁在虚竹院养着。没想到府中下人看管不力，竟叫她跑出来，冒犯了太子殿下。”莫君礼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松了一口气。她怎么也叫莲儿？她叫宝莲，先前一直由府中下人打理，她也鲜少出现在人前。臣服倒没有注意她的名字和莲儿撞了，臣服回头为她另取一个名字。金妙仪说话滴水不漏，莫君礼并没有质疑。刚才发生的事情，沈夫人就不必告诉莲儿了，省得莲儿知道担心。姑还有正事要处理，让锦绣宫的人帮莲儿设礼服。等莲儿恢复之后，你告诉她，姑明日再来看她。莫君礼交代一切事宜，不等金妙仪回答，就逃似的快步离开。恭送太子殿下。金妙仪确保太子离开后，快步前往虚竹院。而此刻，虚竹院内传来了沈莲的尖叫声。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这是我的脸吗？这是我吗？我不要再变成这样子！金妙仪刚好走入房间，快步走到沈莲的面前。你去哪里了？怎么会把自己的脸弄成这副模样？你这样子还怎么当太妃？你看看太子殿下刚才被吓成什么样子了？你到底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你别再鬼叫了，都是你蠢，你害我的！我的脸变成这样子，你说该怎么办？艾嬷嬷却发现沈莲不对劲儿，她压低声音说道：“夫人，奴婢刚才带二小姐到虚竹院的时候，发现二小姐衣物破碎，她身上套着的那块布好像是天香饭馆的餐桌围布。奴婢还在二小姐的身上看到很多青紫暗红的印子，还有二小姐的裙子底下有血迹。去把二小姐衣服扒了，仔细检查她的身子。老天爷呀！”此时沈莲意识到自己失身的事情，瞒不住金妙仪。娘，你听莲儿解释。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婚前失贞可是死罪，不光你要被处死，我们神府满门都会受到牵连。不让我一根白绫勒死你，给你一个了结，以免日后祸及神府满门。不，是晋王殿下要了女儿的身子。你说什么？娘，晋王殿下也爱慕女儿。沈莲的话就像晴天霹雳，打得金妙仪措手不及。你说晋王殿下也爱慕你？爱慕沈莲什么？莫非晋王有什么癖好？爱慕沈莲的丑？不对，莲儿的脸是今日出去后造成，是晋王对莲儿动手了。你今日出去是去见晋王了？沈莲连连点头。是晋王殿下约莲儿出去的。晋王殿下还要了莲儿的身子。金妙仪感到天旋地转，仿佛天要塌下来了。我造了什么孽？怎么会生了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玩意儿？你知不知，若让太子发现你与晋王有手吻，沈家、荆家，包括沈府有关联的世家，统统都要死啊！莲儿啊，
啊，你闯大祸了！你别碰我！沈莲摔在地上，却没有放弃向金妙仪求救。娘，你听我说，太子殿下他也很爱我的。他昨日才在玉满乡跟我说，他愿意为了我遣散后宫，独宠我一人。我向娘保证，我不再出府，不再去见晋王殿下。反正近日期他也不能见晋王殿下。娘，你一定要帮帮我。可你的脸变成这副模样，让我怎么帮你？大姐姐，她不是留下来了治脸的药方吗？一定是我体内毒素还未清除干净，又因此断了药，才会突然冒出来的。娘，只要我继续服药，我的脸一定可以恢复的。谁让你断药的？金妙仪怒喝：药太苦了，女儿以为脸已经治好了，就没有必要再喝药了。金妙仪气不过来，抬手指着沈莲，嘴里有诉不尽的心酸与苦楚。他吩咐艾嬷嬷：你速去把剩下的那包药拿去熬，赶紧送来。再派聂管事拿着沈婉开的外用方子去药铺抓药。艾嬷嬷应了一声，就走出虚竹院。金妙仪扫过沈莲脖子上的痕迹，今日怕是不能试礼服了。可你身上的痕迹也要10天半个月才能消去，若一直拖着，未免引起太子与皇后的疑心。你既然已经……他话语停顿，咬了咬牙。已经破身，便索性装病。明日太子会再来沈家看你，到时娘安排你与太子提前访，你早做准备吧。很快，金妙仪的计谋传入镇国公府。阿宁的心情似乎很不错。你瞧瞧，他伸手拿过字条，一字一句的斟酌。提前同房，也许对太子来说，怕是甘之如饴。你还记得相思饮吗？记得。谢玉锦眼眸暗了暗，是靠女子为载体释放毒性。沈莲近日一直在用我的方子，他若此生不谈情爱，不攀高峰，浮于面上的毒素便能压在身体内，虽会折一些寿命，却不打紧。他眉头微挑，语气轻快地继续说道：他若行男女之欢，原本基于面部的毒机便会遍布于全身，越是放松身体，毒素释放越多，到时会变成什么样，难以想象呢。谢玉锦听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的笑。你是想把太子吓得不能人道吧？这是他想要的，曾经是他求而不得的。我明日要回一趟沈家，去送礼吗？对啊，金妙仪想让沈莲和太子提前同房，混淆珠胎，我不能如他所愿呢。谢玉锦身子微动，震惊地问道：你是说沈莲有可能未婚先孕？怎么不可能？她身子又无毛病。夜东宫，鬼，有鬼啊！谁来救过啊？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做噩梦了。义成宫寝殿内传来太子梦魇的大叫声：鬼，有鬼，有鬼！他梦见他和沈莲成亲了，床围内销魂入，他拥着他的挚爱沈莲，他顶着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娇柔地叫着他：太子殿下。惊魂一幕犹如升起夜叉。太子殿下，此乃皇宫有真龙镇压，外面的妖魔鬼怪不敢兴风作浪，定是你今日在沈府撞见了那个傻子，才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莫经理抬手擦拭额边冷汗，看了看四周宫殿，金柱上飞龙盘旋，震慑四方，哪有什么鬼怪，只是一个梦儿，虚惊一场。现在是什么时辰？宫门打开了吗？回太子殿下，宫门刚开，大臣们已经陆陆续续上朝了。你伺候顾更衣。太子殿下，昨日沈二小姐身子不适，还未试过礼服，不知今日可要继续送礼服出宫。沈二小姐昨日身子不适，你怎么现在才来禀报？奴婢昨夜来过东宫，小允子说太子殿下昨夜休息得早。这时他发现自己身上的衣物与昨日穿的衣物颜色图案相似。太子殿下，这衣裳怎么了？去给cô拿那套，深蓝色那套，胸前纹着金蟒图案，以后不要再把这样的衣服送进东宫。你先退下吧，等姑另外安排。是。长侍嬷嬷赶紧退下，莫君礼又回头吩咐李长甫：你先出宫去沈府问问情况，姑晚些到。沈家，金妙仪为了沈莲的脸一夜未眠。买不到药，上京城那么大，药方上的药材也不是什么名贵之药，这一家买不到就去另一家，近的没有就去远的，有银子在手里还会买不到药？
夫人，奴才派人跑到城东城北大大小小的药房都问，都没有这药方上的药材。药铺那些掌柜的说，前段时日有人买走了许多药材，包括这张方子上的药材也都被人买去了。上京城的药材大都从东林运过来，年关时运药材的路线因为雪崩的缘故多有阻碍，恐怕还需要10天半个月，那些药铺才能够上货。不过奴才刚才回府的时候，已经派人出城到外地去寻药材，这来回赶恐怕也需要几日的功夫。那你还不快去查一下，是谁买走药材，看能不能从那人手里买些回来急用。沈莲的脸哪里等得到10天半个月呀？聂管事应了一声，走出南香阁打探情况。过了半个时辰，聂管事就回来了。金妙仪问道：“是谁买走的？”好像是大小姐。沈婉。金妙仪拧紧眉，这时就听外面的下人进来通报：“夫人，大小姐回府了。”沈婉回府了，把她带到南香阁来。可是大小姐去了醉莲居，她说要给二小姐送新婚礼物。你们这群蠢货，怎么能让她在府中乱跑？金妙仪起身，快步走出南香阁，前往醉莲居。所幸的是，刚好在醉莲居外截胡了沈婉。你给我站住！别叫我母亲，我感到恶心。对，你瞧我这脑袋，我已自请脱离沈府，和沈家再无瓜葛。既然你不待见我，那我就回吧。沈婉转身就走。金妙仪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被沈婉举动。你等等！沈婉果真停顿脚步，转身问道：“怎么了？”我昨夜派聂管事去京中药铺买药材，聂管事说你把上京城大大小小的药房搜刮空了，无药可买。是啊，沈婉坦然地回道：“我要跟你买药，你按照方子让人回去把药送来，一剂1万两。”你说什么？一剂1万两哦，先交银子，我再派人回府抓药。你抢劫呀？是啊。金妙仪往后退了2步。你就这样报答沈家？你说什么？我没听清。你就这样报答我苦心栽培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那不是你教我的吗？他白皙剔透的面庞露出浅浅的笑容，歪着头笑道：“沈夫人教女有方，否则哪有我谢婉今日？你这样会遭报应的。你害我沈家，你会不得好死。我谢婉会不会遭报应还是个未知数。如今我只知你沈家的报应就是我。”金妙仪正想抬手甩沈婉一巴掌，后面就传来了通报声：“太子殿下到。”金妙仪正欲抬起的手又缩回衣袖里，赶紧转身行礼恭迎太子。他与沈婉异口同声的行礼：“臣妇参见太子殿下。”莫君里穿着深蓝色的锦袍，走过拱桥时，下意识四周张望，满是警惕之色。起来吧，沈婉，你怎么也今日回沈府？臣妇看妹妹很喜欢簪子，特别派人雕了一枚白玉莲花簪，以此作为妹妹和太子殿下的新婚之礼。没想到回到沈府后，竟听到妹妹昨夜病倒的消息。娘，二妹妹病得那么严重，你昨儿个怎么不多请几个太医？妹妹她大婚将近，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差错呀。沈婉这番关心的话语，在莫君里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听闻二妹妹昨日约有人去天香饭馆用膳，回来后便生病了，不知二妹妹昨日出去见谁？二妹妹如今身份不同，娘，一定要好好看着二妹妹，切莫让她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妹妹性子单纯，若叫旁人知道她很快便要当太子妃，难免遭人算计利益。金妙仪没有说话，莫君里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你昨日说莲儿出巡午膳，她好端端的跑出去跟谁用膳？金妙仪嘴角扯了扯，昨日之事沈莲已向她全盘托出，只是她身子被辱，如今满身痕迹，这事儿绝不能让太子殿下知道。太子殿下，莲儿昨日并无约有人，是臣妇允她出府，到他三哥哥的饭馆换换口味。若知道莲儿出去一趟回来会感染风寒，臣妇就不让莲儿出府了，全怪臣妇。金妙仪说完，对莫君里扶了一个身。莫君里面色缓了缓，即使莲儿想出去散散心，那也是应该的。只是沈婉表妹所言，并不是没有道理。莲儿性格单纯，你做母亲的要好好引导，什么人该教，什么人不该教。旁人可不会像莲儿那么天真单纯。沈婉差点笑死在莫君里口中的天真单纯4个字里。太子殿下说的是，莲儿昨日知道你来府上，
还懊悔昨日不该出去。他今日醒来还念叨太子殿下，不若殿下进去看一眼莲儿，也好让他安心养病。莫君礼嗯了一声，转身走入醉莲居。沈婉也转身跟在莫君礼的身后。婉儿，你在牢中受苦了，娘一直很担心你。你如今回府，娘正想同你说会儿话，你就把白玉莲花簪子交给太子殿下，让太子殿下转赠给你二妹妹。母亲，我来都来了，不进去看看妹妹，叫人瞧见了，岂不是误会我不关心二妹妹？况且我懂点医术，正好又有太子殿下陪在左右，我进去瞧一瞧二妹妹，同太子殿下说说二妹妹的情况，也好叫太子殿下放心啊。他说话滴水不漏，莫君礼觉得没有问题。而且我听府里的下人说，太子殿下昨日受到惊吓，那关在虚竹院的宝莲昨日突然跑出来抱着太子殿下。宝莲的事情，女儿以前在府上的时候怎么从未听人提起过？那宝莲的父母是哪位管事啊？金妙仪终于明白沈婉的心思了。她今日来沈府，已知晓昨日所有事情，包括她今日的计划。沈婉是来搞破坏的。沈婉，母亲先不要急，这只是开胃菜。铺子怎么那么暗？莫君礼走进房间，回应太子殿下，二小姐一早说冷，让奴婢关上窗户，拉上帘子，不敢见风。沈婉，你陪姑进去看看你二妹妹。好的，殿下。沈婉走在前面，莫君礼走在后面，金妙仪跟在莫君礼的屁股后面，三人一前一后。哎呀，什么香？金妙仪愣住了，她用了无色无味的催情香，沈婉也能闻得到。怎么了？有问题？太子殿下，二妹妹屋子里的香确实有问题，不利于二妹妹这种风寒之人恢复身子。你先在这里站着，我进去浇灭她。金妙仪眼皮子狠狠一跳，恼得咬牙切齿。沈婉心道：我是灭火小能手，不用谢。金妙仪心道：你给我滚！可以进去了吗？殿下，香已经熄灭了，现在可以进去了。你刚才说这香对莲儿病情不利。是啊，香料有很多种，可在不适合的场合点不适合的香，不但对人无益，还会损伤身体。说二妹妹平日没有感染风寒，倒也无碍，只是二妹妹现在的身子不适合用这种香，况且里面还关着门窗，密不透风，这只会更加不利于二妹妹养病。窗户可以微微打开，散去室内的香，也能让室内空气流通，更有益于二妹妹颐养。沈婉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莫君礼面色沉了沉，低斥身后的婢女：你们不知道这香的作用吗？太子殿下，这香是莲儿平日最喜爱的，丫鬟们以为点上莲儿喜欢的香，更有利于主子病体恢复。没想到，幸好婉儿今日回府及时发现，你们还不快把香拿出去，倒远些，莫让二小姐再闻到香，害了二小姐身子。素清，你去把窗门打开一些，透透风。是。这时，床围内传来沈莲的声音：太子殿下，是你来了吗？太子闻声快步走向床榻，两人一围之隔，床帐内不时传来女子娇喘的声音。莫君礼微微蹙眉，很是担心地问道：莲儿，你身体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姑想看一看你。别，太子殿下，莲儿生病了，怕病气过给你。莲儿，姑曾经跟你说过，姑不怕你生病，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姑都对你不离不弃。莲儿，是不是很难受？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奇怪的气息，沈莲的身子在颤抖。你冷吗？不，她不是冷，是催情香起了效果，她浑身炙热的难受，急需一个发泄口。她痛苦地扭着身子，声音也微微颤抖。莲儿刚服了药，大概过一阵子便能恢复。太子殿下，大姐姐，可否先出去？莲儿有几句话想同太子殿下单独谈。太子殿下，你先让我大姐姐出去。沈婉唇角一扯，未等莫君礼开口，那外面就传来了李长福的声音：太子殿下，赵太医和李太医出宫给二小姐看诊。金妙仪和沈莲皆是大变脸色。太子殿下，那赵太医和李太医是婉儿拿着宫牌叫镇国公府的管事进宫请的。殿下你有所不知，我二妹妹自幼身子就不好，旧疾不发作便相安无事，一旦旧疾发作，轻则高烧个10天半个月，重则九死一生。妹妹几次险中复生，婉儿十分担忧，故擅自主张把赵太医、李太医请入府中，给二妹妹再好
好瞧瞧。你们沈家人怎么现在才告诉姑，莲儿病情如此严重，没有一个人重视，身边下人伺候不力，丫鬟们端个药也能打碎，留你们何用？李相福，想让赵太医、李太医进来给二小姐看看，你再回宫，请秦圣医出宫。沈婉轻轻挑眉看向二人，哼，别这样感激我，不用谢。快，你们快点给沈小姐看看，她看起来很难受啊！两位太医不必为小女看了。什么不必为莲儿看？沈夫人到底什么意思？沈婉刚才说莲儿的病一旦发作，极大可能死掉，你是不是想让莲儿死啊？不是，太子殿下，臣妇是想说，莲儿刚才已经吃过药了，她现在这样只是药效发作，只要好好休息几日，便能慢慢恢复身子。太子殿下，你信臣妇。金妙仪拦着不让赵太医、李太医给沈莲把脉。沈莲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赵太医、李太医，而是男人。莫君礼却以为金妙仪不待见沈莲，心生怒意。神经氏，太过过分！莲儿你已经很难受了，你竟然还拦着不让两位太医医治莲儿。莲儿是姑的准太子妃，若莲儿因你……殿下，娘，你不若告诉太子殿下，女儿患的病。太子殿下，莲儿现在需要的根本就不是太医，莲儿她现在需要的是……太子殿下，看这情况，二妹妹她应该是缺药了。缺药？缺什么药？给我让人回太医院取。莲儿缺的是……我二妹妹她一直服用的方子是……沈婉先打断金妙仪的话，有劳两位太医记下这方子，因方子的药材品类多，我怕是口头说太子记不全。婉儿，母亲，你先好好照顾二妹妹，我会向赵太医、李太医交代清楚二妹妹的药方。说完，他很是体贴的点了一下头。莫君礼道：两位太医已经准备好纸墨，你赶紧将方子说出来，让两位太医回宫取药材。两位太医记好了，我二妹妹服用的方子是立春的迎春花、雨水的杏花、惊蛰的桃花、春分的梨花、清明的桐花、谷雨的牡丹、立夏的虞美人、小满的石榴花、芒种的栀子花、夏至的蜀葵。怎么会有人用节气之花入药？小暑的茉莉花，大暑的凤仙花，立秋的蓝雪花，处暑的玉簪花，白露的秋海棠，秋分的桂花，寒露的菊花，霜降的木芙蓉，立冬的忍冬，小雪的山花，大雪的腊梅，冬至的瑞香，水寒的水仙，以及大寒的君子兰。这是治疗莲儿身体的药方。这个贱人！是，不过臣妇还未念完二妹妹的药方。还有，赵太医有些怀疑人生。是啊，还要再辛苦两位太医继续录下二妹妹的药方。以上我所说的药材，各取8两研末，再用雨水、白露、霜降、小雪4节令的雨露、霜雪各20钱，加上蜂蜜调和，捏成药丸。待二妹妹病发时，便取1枚，放入蒸笼蒸2刻钟。药丸毒性蒸发后，便可服用，缓解药症。谢少夫人，这种药方下官从未听，不知沈二小姐患的是什么病？赵太医、太子殿下，此为您相闻。二妹妹接回府上快半年了，病情一直不曾发作，再加上又有梁太医为二妹妹调理身子，我爹娘便以为好了，就不曾告知太子殿下二妹妹患的是什么病。其实要说生病吧，先前梁太医把过脉，说二妹妹身子十分健康。当然我并不是说梁太医医术不精，只是二妹妹病得怪，寻常时候确实与健康之人无异，发病时却又凶险，这全是因什么？赵太医和李太医很识趣的拎起药箱道：太子殿下，微臣先回太医院寻一寻这方子上的药材。婉儿，你莫要再胡说八道，吓着了太子殿下。莲儿的病，母亲，妹妹很快就要加入东宫，太子殿下想要了解妹妹的身体情况，我们哪里还有继续隐瞒的道理啊？没错，沈夫人还打算瞒姑瞒到什么时候？莲儿你莫怕，赵太医、李太医回太医院为你治秘完了，你再忍一下。莲儿到底患的什么病？看起来极为痛苦。殿下，二妹妹其实没病。没病，她怎么那么痛苦？祖母曾说过，我与二妹妹出生那日路过一个道士，那道士说了几句话。那道士说：祖上有亏，损人阴德，不是不报，子孙皆可应劫。所以那劫便印在二妹妹的身上。沈婉，你要胡咧咧什么？沈婉瞥了一眼金妙仪，便继续胡扯下去。老道说，若二妹妹想活到及笄，爹娘便要将她送远一些。
故此我爹娘才会将二妹妹一直养在庄子，直到二妹妹及笄，才把二妹妹接回神府。太子殿下先前一直误以为我爹娘偏疼我而舍弃二妹妹，其实太子殿下错怪我爹娘了。我爹娘对二妹妹也是十分上心，怕她应节早夭，便安排府内最信得过的管事照顾二妹妹。二妹妹回到神府后的确没再发病，只是婉儿没想到那劫难竟落在了大哥、二哥、三哥还有父亲的身上。沈婉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是想告诉太子沈莲是个扫把星，谁跟他沾上关系谁就会倒霉吗？婉儿，你莫要再说了，引得太子殿下更加担心莲儿的身体。太子殿下，莲儿现在很需要休息，可否先让莲儿好好休养？竟然还有应劫的说法，既然是莲儿应劫，那只要莲儿嫁入东宫，皇宫有天子镇守，孤岛看看有什么妖魔鬼怪再进莲儿的身子。莲儿，不如姑带你。太子殿下，李长福在外面唤道：怎么了？皇上有诏，命太子殿下立即回宫商议南疆战事。南疆战事怎么回事？南疆不是一切太平？来传话的是高公公，刚得到消息，陈国得知江家满门被屠，整顿8万兵马，强势攻城，连夺3城。皇上已经叫镇国公、晋王和朝中大臣入宫，太子殿下也速回吧。莲儿，太子殿下，你有事便先去忙吧，莲儿只要服下凝香丸就能恢复身子。好，过回宫中后，命令常福去太医院盯着，明日给你治好凝香丸。金妙仪确定太子离开，便指着沈婉怒吼：滚！沈婉笑容可掬，挑眉看向沈莲的方向，说道：沈夫人这会子还有功夫跟我动气，你不如想想该如何帮莲儿妹妹解毒。哦，晋王也入宫了，晋王怕是也没法给妹妹解毒了吧？沈婉，你这贱妇，我诅咒你，太子弃你，所有人唾弃你，死在乱箭之下。沈婉呵呵呵地笑着走出醉莲居。婉儿，沈承霄唤他，看着他的眼神很是复杂。你回府了，怎么不事先告诉大哥？大哥好将厨房的人备些你爱吃的点心。这儿没旁人，何必假惺惺的，令人生厌。沈婉弹了弹裙边的花瓣。春日到了，枯木逢春，观澜园种的桃花一片盛景。可谁能想到，桃花源下埋了多少尸骨做肥料呢？婉儿，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我没什么好谈的。婉儿，你可曾知道你夫他一事？沈婉脚步一顿，你想起来了从前的事？是，我记起来了。春风拂过，桃花垂落。我利用你骗取谢家人信任，设计谋害谢家人，视你如棋子，对你挥之即来，呼之即去。我竟贪婪地享受婉儿围绕着兄长的感觉。我知你恨我怨我，把你当成棋子。可是婉儿，今生今世所有事情都还未发生过，我也不曾对你有过一丝一毫的利用。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你确定你今生不曾利用过我吗？你见我嫁不成太子，便有心提前布局，待我将来嫁入镇国公府时，再执起我这枚棋，利用我医术击溃谢玉锦的身体，一面借机获取镇国公夫妇的信任。你敢说你不曾在此事动过利用之心？不，我想要的是把你留在我身边。那是因为你在知道自己是一个废物之后，你便想把我困在你身边，让我医治你的身体，这难道就不是百般谋算、利用之心？你以为老太太是怎么病成那样子？祖母右手失去知觉，被头痛困扰，是你所为，是你。是我呀。沈婉坦然承认。沈承霄痛苦地闭上双眼，隐忍着脸庞的痛。我知道一切都晚了，我愿意忏悔思过，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婉儿，做过那些恶事的人不是现在的我，但我愿意为从前伤害过你的沈承霄赎罪，我愿意以死赎罪，求你放过沈家。你想以死谢罪？是，沈婉，放过沈府吧。沈婉先是低笑，而后便哈哈大笑。大哥，最好的复仇并非杀死对方，而是让对方带着这副残破的身，苟延残喘，看满园桃花盛开，又见证花海败落，只剩枯骨。人都安排好了吗？回主子，安排
太好了，那老道士会按照奴婢的吩咐给太子唱一曲戏。此时莫君礼快要回到皇宫，占卜、看命格、看姻缘，精通玄黄之术，不准不要钱。祖上有亏，损人阴德，此天难解。谁在外面装神弄鬼？小女姻缘极好，只因长相缘故，不得不寻些偏门左道医治。如今汤药吃了，脸上的脏东西不见好转，平日只能涂抹厚厚的脂粉，才敢出门见他未婚夫婿。可这样的日子，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若嫁入夫家，日子长了，又该如何遮掩？恳请老道解了此局，将来小女飞黄腾达，定视你为再生父母。李长福皱眉，瞧看妇人身旁站着的女子，她穿着浅青色莲花纹长裙，头戴帷帽，身形如少女。回太子殿下，是一个妇人找老道士写签。莲儿，来，让老道给你看看。停下来，把那对母女叫回来问话。是。民妇参见太子殿下。你们叫什么？民妇姓刘，夫家赵氏，小女叫赵青莲。赵青莲，赵青莲刚才从脸上扒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回太子殿下，这是敷于民女脸上的药膜，可遮掩民女脸上的脏东西。没想到惊扰了太子殿下，民妇并不是有心的，还望太子殿下恕罪。莲儿，快把帷帽戴起来，莫要污了太子殿下的眼。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回太子殿下，小女的脸是天生的。天生如此？是，生来便长有这些胎记。他手上的东西可以遮掩住他脸上的胎记。赵刘氏道：幸得此物，将小女脸上的东西遮住，保住了一门好姻缘。大胆，怎可将用过的东西再端于太子殿下面前，污了太子殿下的眼睛？是民妇该死，不识礼数。民妇的马车里还备了一盒，若太子殿下想要，民妇可送与太子殿下。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是黑市，民妇入黑市偶然得到的。黑市是什么地方？太子殿下，黑市鱼龙混杂，进入黑市的人都不会以真面目出行，因此那里可以买到商朝明令禁止的东西，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奇物，比如殿下手上的东西，怕出自奇人之手啊！拿回东宫说。而沈府的醉莲居此刻却传来了沈莲的尖叫声。脸，我的脸全黑了！有鬼！我的药膜呢？二小姐，你之前让奴婢把剩下的那些东西统统向奴婢扔了。我让你扔你就扔了？你知不知道治那种东西有多费劲？你扔哪儿了？你去把它找回来。可是二小姐让你找回来，你就出去找便是，莫要忤逆二小姐的话。快去账房拿1万两银票，去镇国公府找沈婉取药来。莲儿的脸不能再拖下去了。出去告诉沈家的人，我的药涨价了，先前是1万两一剂，现在需10万。10万？他是不是疯了？1万两一剂已经赚得很多了，他竟敢狮子大开口要10万！你管事？奴才，你立刻再去上京城药房走一趟，就说你要重金买药，谁若能弄到方子上的药材，另外有赏。是。聂管事跑了4、5日，没有一家有药。夫人，方子上的药全部都被买空了。药铺的掌柜说可以快马加鞭去外地收集，等急差不多莫需1个月。1个月？我若是能等上1个月，就不会拿1万两银票去镇国公府找沈婉买药，哪怕去上京城最近的县，也寻不到药材吗？是，派出去的家仆回来禀报，附近州县也都没有。要不就让沈莲死了算了，她那样子铁定是不能嫁入东宫，吓死了太子，沈家、荆家全部都得死。在他已经萌生毒杀沈莲的心思时，荆却从门外走入。夫人，什么事？是鲸鱼，他有话要跟夫人说，说是兴许可以解了夫人的燃眉之急。鲸鱼跪在荆妙仪的面前道：
夫人，奴婢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二小姐的药。哪里？你快说来听听。鬼市。那是什么地方？那里面鱼龙混杂，无人管制，治安乱，常常有杀人越货的事情发生，什么人都有，但只要有钱，就可以在里面买到外面买不到的东西，只是价格十分昂贵。钱不是问题，只要能买到药，你多带些银票，速去鬼市找药。夫人，有药了，有药了！奴才在黑市还买了一盒药膜。黑市也有药膜卖，快拿来我看看。这鬼市的东西看起来比大小姐送给二小姐的东西还要好。二小姐用过鬼市买来的药膜后，肌肤胜雪，皮肤更加细腻了。是吗？你感觉如何？金宇说的没错，我之前日日用药膜，对它十分了解。聂管事从鬼市买来的药膜，比大姐姐给的方子更好，气息更淡。娘，让聂管事多给我备一些，暂时先用着鬼市那边的药膜吧。还有解毒的药也熬好，每日送我房里，我一定要好好解毒。按二小姐说的去办，快去煎药吧。金妙仪终于松了一口气，殊不知黄粱一梦，镜花水月。京师堡的并非神府的荣宠，而是大忌。短短2个多月，上京城各方势力暗潮涌动，关押在大理寺内的江林终见天日。他跪在金殿，倾诉中将之心。商朝战事吃紧，尔等竟还有心思在此诬陷将臣，瞧你们一个个养的有头肥耳！我若派你们上去领兵，将江林抓回来问斩如何？皇上，微臣是文人，但也读过《孙子兵法》，略通一些运兵之术。江林起兵3000人，攻溃敌军1万，夺回兴安南岭，以元气大伤。陈国显然是有备而来，若此时江林不趁机养精蓄锐，召集更多的江家军前来兴安南岭会合，以江林手中的几千人如何应对敌方万万兵马？微臣相信江林必定不负皇上所托。此时殿外传来南疆军情。报，回禀皇上，南军失守。南军是蒋家之子蒋新贵带兵镇守。文臣安大人走前说道。莫君礼看向蓝太傅的方向，蓝太傅收到莫君礼的暗示，说道：陈兵虽调用20万兵马，但我商朝也并非无兵可用。商朝子弟皆可为兵，但却缺乏擅长骑兵之术的将。以前江家全族男儿一起镇守南疆，各守各训，形成铜墙铁壁。如今只剩下江家幼子，纵使他运兵如何传世，可也终究是凡尘肉体，如何能够以1敌100敌1000，做到面面俱到呢？那太傅之意是想再从上京城派能将前往南疆与江林联手对抗陈兵。蒋新贵能力出众，皇上亦十分信任，连他带兵也失去南郡，可见陈国已然做好了万全准备，势必要打击我商朝士兵的士气。微臣实在想不到商朝还有哪位勇将能负此大任。皇上，谢小公爷亦是勇将，他精通文武，用兵如神，那黑水一战便是他以少胜多，挽救一城百姓。臣这半个月隔三差五见他陪伴他夫人去玉满乡用膳，就在昨日，臣瞧他精神状态比从前好了许多，出门都无需轮椅了。沈寻之跪在殿前，如实向景隆帝禀报：镇国公府茉莉芳香，百花争艳。我当真可以运用内力了。我这2个月是要为你找的解药，这2日我替你把脉，发现残毒已清的七七八八，你试试看，若动用内力后哪里还有不舒服，你再告诉我。行。谢玉锦从萧云手里拿过剑，搭在弦上，拉开弓，瞄准前方，咻的一声，10枚铜板皆被射下。好剑术！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岁！快请起！多谢皇上。夫君哪里不舒服啊？只是心口还有一些隐隐作痛，大概是久不运动。太医，快为谢小公爷看看。劳皇上挂记微臣，害皇上为微臣的身体烦心，微臣感激不尽。朕说过，盼爱卿身子早日康复，官复原职。今日在朝堂上，朕听沈寻之说，你这些日子陪沈氏到玉满乡用膳，无需轮椅，行动自如。朕还以为沈寻之看错，方才见爱卿百步穿杨，朕甚感欣慰。我商朝若失了爱卿你这样的勇将，是朕所不愿。朕盼爱卿早日康复，回归朝堂，一展宏图。
放心，我一定会一展宏图。谢小公爷，为了检查你体内血液是否还有残毒，微臣需在你的合谷穴验。谢玉锦点点头。怎么样？皇上，你看，出过谢小公爷体内血液的银针处泛着浅灰色，但微臣方才给谢小公爷把脉时，发现谢小公爷身子确实大，之前滞留于心脉的残毒已化。那这银针是怎么回事？沈婉扶了一个身，道：“不知臣妇可否为皇上解答一二？”朕方才进来时，听见你说，你这2个月为了谢慈的身子，尝遍百草，为他找到解药。那你来说说，这银针为何验出他体内还有毒性反应？太医们用药温和，夫君的身体并未有一丝起色。臣妾斗胆，利用以毒攻毒的原理，用了一些微量带毒的药材给我夫君入药。以毒攻毒确实有这种说法，只是风险极大，施对了药便能破解体内毒障，施错了药恐怕要性命不保。如今看来，少夫人用药如神，谢小公爷的身子若是再养养，应该就差不多了。那还需再养多久？回皇上，以夫君忧君思民的性子，约莫再养个10天半个月，臣妇就管不住他了。哦，怎么说？微臣知道南疆之事，恨不得能立刻前往战场，兵刃陈军，夺回失去的城池。又恐现下残破的身子拖累了士兵的后，若要再等上10天半个月，战场不知要变成什么模样。微臣内心万分焦虑，想为皇上效劳一二，就是不知皇上有何妙计扭转乾坤。南疆已失70%，派去的将领也是无用。陈国有20万兵马，我商朝也不缺良兵，如何溃败成如此？江家军军心不稳，这是其一。要从各地调兵遣将到南疆也需10日。陈国倾20万兵力来势汹汹，是想速战速决。皇上有没有想过，陈国这20万兵力是从何处调来？我商朝北疆有燕国，如今北疆有你父亲镇守，朕暂时无后顾之忧。陈国的南湾有我荆州2万僧兵镇守，伽罗法师坐镇，陈国国君自然不敢将南湾守兵调用，他们唯一能用就是陈国皇城内兵马。没错，此次挑起南疆战火是陈国二皇子，亦是他带兵攻打南疆。陈国二皇子有意拿10座城池换得陈国国君的信任，拉拢朝政，对抗萧贵妃势力。如若我们此时在陈国内政挑起夺嫡风波，那陈国二皇子势必要驱兵赶回皇宫，到时他们自顾不暇，江陵和江家军便能喘口气，重振旗鼓，收拾军心反击。皇上，谢小公爷此计甚妙。景隆帝连连点头。好，谢慈的身子一直是你在照料。回皇上，太子殿下知道臣妇精通医术，又得李献医亲传，便叫臣妇尽心照顾夫君。朕给你10日时间，谢慈是未来的国之栋梁，他已休养了太久了。朕给你10日，10日后你把他归还于朕。朕要一个如从前那般的谢慈。是，臣妇定不辱使命，好好伺候谢小公爷。10日后，臣妇把谢玉锦还给军民。天降祥瑞，天降祥瑞！什么大喜事？什么天降祥瑞？回禀太子殿下，就在刚刚，南疆捷报说陈国撤兵了。没多久，东边白云紫霞映日，头洒在整座上京城。国师说这是天降祥瑞，南疆收复10座城池指日可待。太子殿下与太子妃结合，亦是大好的日子。皇上开欢大笑，命工人到宫门外为百姓发喜糖，十分重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婚礼。莫君李俊言扯开一抹笑，姑的选择是没错的，莲儿才是姑命定的太子妃。这时，又一宫人走入殿。太子殿下，国师说时辰到了。李常在，奴才在。那个东西仔细收好。李长福赶紧把那莲花纹的木盒放进底下的柜子里，而沈府这3、2个月亦是过得十分太平，园内百花生香。莲儿，虽说你脸上的胎记在服用3个月的药后已经去除，但是为了不再胎毒重现，药还需要继续吃，药膜也要随身准备，以免胎毒重现。娘，我知道了，吃一堑长一智，女儿不会在同一件事上跌倒。
金妙仪点点头。景宇，你如今是太子妃的陪嫁丫鬟，太子妃的情况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随太子妃入宫后，定要好好侍奉她。夫人放心，奴婢一定好好侍奉太子妃。景宇跪在地上，面颊含笑。夫人，天降祥瑞，南疆战事已停，皇上龙颜大悦，特允夫人和家主入宫参加太子妃的册封大典。奴才还从高公公口中打探出，皇上有意恢复家主官职。夫人，公年到了，二姑娘该入宫行大礼了。莲儿，你要记住娘的话，今日是你和太子殿下的大婚，先行婚仪大礼，也就是民间习俗拜堂成亲。二是祭天，祭天是为了向天神祷告你与太子要结为夫妇，望天神庇佑。三便是你的太子妃册封大典，皇后会授予你凤钗，只有册封过后，你才是真正的太子妃。婚仪上一切礼仪，你便按着这些日子练习的去做，做对了便不会出差错。你要记住娘的话呀，定不能出差错，否则沈婉定要在背后笑话你，对你使坏。那沈婉也就只能在我背后了。哼，不过还轮不到沈婉的贱蹄子来笑话我，我会让她在我背后哭。时辰到了，快走吧。家主夫人，入宫观礼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现在就出发？现在出发。今日是莲儿大婚，你我之间可否暂时放你？等莲儿册封了太子妃后，等我官复原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要你亲自处死王宇娇，你也肯吗？太子妃入主东宫后，皇上便会封你为一品诰命夫人。在上京城，能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的只有3个，一位是城阳侯老太，一位是武安王妃，她靠军功打下的诰命，还有一位便是镇国公夫人。你这是在提醒我，我当年选择的夫君现在如此不堪，连个武夫都比不上，连周氏这样的商户之女都能成为一品诰命夫人。我只想告诉夫人，太子妃是我们的女儿，将来她还要当皇后，你是皇后的母亲，王宇娇又如何越得过你？越不过吗？你心里也是想抬她为平妻，8抬大轿迎她过门，好弥补当年错失她的痛吧？哼，还想让我的儿女唤她一声嫡母，她也配？夫人，我的重点根本就不是王宇娇，而是王德全。王德全是替我和太子揽罪，他用王宇娇的终身幸福作为条件，替我担下怀州府剿匪一案。我几次派人入皇城司暗杀王德全，全都失手，可见晋王盯我盯得紧。若王宇娇再告诉王德全我并未信守承诺娶她过门，王德全一怒之下把我和太子之间的秘密悉数吐出，倒是夫人莫提一品诰，恐怕株连九族也少不了你金家的份儿。夫人，在你找到王宇娇的前一日，王德全还向晋王吐了一些事情。我那天去永江庄是为了安慰王宇娇，你和王宇娇的事情不必再解释过多，我听着恶心。等太子妃礼成后，你想娶王宇娇为平妻随你便，但我也给你一句准话，王德全被处死的那天也是王宇娇的忌日。沈大人，沈夫人，恭喜恭喜呀！婉儿，太子的大婚隆重吧？很是隆重，我十分羡慕。养你15载，样样都按嫡长女的排场，最后却被样样不如你的人抢了太子妃的风头。你且看着吧，莲儿的福气还在后面呢。啊，对了，如今也该唤一声太子妃了。沈夫人最懂礼仪，不会不知道只有册封大典后才算太子妃吧？拜堂祭天后便是册封大典。我知你心有不甘，对太子念念不忘，几次想害莲儿，可惜我就算不从你手里买药，莲儿一样会好起来。往后你就看着吧，我金妙仪的女儿不差。沈大人什么时候再娶平妻的时候，记得赏我2杯喜酒喝，我等着。他也就只能耍嘴皮子，他的话你若听了，就称他心意了。哎呀，有雷！滚滚的云层里，紫光撕开一道裂口，众人以为那是紫气东来，殊不知云层里面暗藏玄机。有雷！啪！云层的裂缝快速降落一道天雷，轰！神台被雷电劈成2截。快保护皇上！皇上皇后，快撤出祭天神台！快！哈，快跑啊！好多雷啊！皇上，皇上！父皇！他松开沈莲的手，快步跑向景龙地。太子
子殿下，你要去哪里？灵儿好害怕呀！你不要扔下灵儿。父皇出事了，国会让李长福送你离开祭天神台，母后也跟在咱们身后，你可以随母后一起离开。李长福，太子殿下，奴才在。护送太子妃离开。是。殿下，不要丢下灵儿。灵儿，李长福会护送你离开祭天神台，不会让你有事的。我要去看父皇，乖。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你是想死在这里吗？快点离开这里！皇后娘娘被雷劈了！快救皇后娘娘！大喜的日子转眼间笼上乌云，乾清宫景隆帝已苏醒。皇上，明氏国师逃了。他跟朕说过，太子大婚日是难得一遇的吉日，凤星降临，商朝昌，皇室福泽绵延不尽。今日一早，南将捷报送入上京，他还一口一句天降祥瑞，天降祥瑞，大喜大喜！云层紫电闪烁，劈断神台，即天台尽火，皇后被雷劈中，这叫大喜之日，大喜之日！他竟敢给朕逃了，把他给朕追回来，朕要五马分尸，处死他！皇上，一名禁军从外面走入，从明氏国师的寝宫搜到了国师留下来的字条，拿来。景隆帝打开字条一看，脸色霎时大变。皇后现在如何？回禀皇上，方才凤仪姑姑过来禀报，皇后暂时还未苏醒。去给朕传几道旨意，你把头凑过来。是，奴才这就去办。沈家主、沈夫人，皇上有令，沈府众人速离宫。速离宫？皇上为何突然让我们速离宫？太子妃的册封大典。皇上说，太子与沈二姑娘虽已行夫妻之礼，却未能顺利祭天，祷告天神。如今神台被毁，只好另择良辰再举行册封大典。只是如今皇后娘娘身体有恙，太子妃册封大典恐是要等皇后娘娘苏醒后才能举行。贱人，扫把星！灵儿大婚不顺，是不是你在后面搞鬼啊？夫人，快去告诉皇上，定是这贱人在幕后搞鬼，定是他！明氏国师逃了，你有何想法呀？国师逃了，我有何想法呢？沈婉挑眉反问。今日在雷霆暴雨，这样的日子根本不适合祭天。明氏国师懂得一眼识人，善察天象，不可能算错日子，除非明氏国师被人收买了，他故意选在雷雨交加的日子，又算准了雷霆暴雨来临之际行祭天大典。待帝后携太子妃上祭天神台时，惊雷密布，天现异象，造成一系列天灾，实则这一切都是人祸。你算准了祭天神台位于高处，本就容易遭遇雷霆袭击，若精心布局，在祭天台上布下引雷针，那雷霆便会被吸引到祭天神台，引发不可控制的祸乱。好精彩的推理啊！国师是被你藏起来，证据呢？我没有证据，如若我有，你如今也不可能平平安安站在我面前。你没有证据，那就是污蔑哦。我是没有证据，但皇上已经派人去找国师，皇命已落，天罗地网，国师现在还未逃出上京城，他此刻就在镇国公府内。我虽不能再入宫面圣，但是托个亲信告诉皇上，好好搜查镇国公府的能力还是有的。沈婉听了沈正义这番话，就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逗得他咯咯笑。沈家主许久未入朝听政了吧？你所说的亲信，莫非就是沈寻之沈大人？你玩弄人心，执其为己。你以前高官厚禄，族中众人人人都要仰望着你，可你现在是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命禁军去天神宫搜宫时，找到了一条国师留下来的几字真言。沈婉缓缓走到沈正一的身旁，要不要我告诉你，国师留下了什么？天降神罚，一
一朝不容二凤，灾星乱世祸国，我主自求多福。沈正一瞳孔震颤，身子晃了晃。家主，要不要上马车？上马车回府？不，去找族长，回老宅找族长。若国师留下这样的真言，那沈家完了，皇上要弑父。沈家祖宅，老太爷身子不适，一直卧榻休养。我真的有很要紧的大事，这事关沈氏一族的命运，你进去同我父亲说一声，有关生死，还请蔡管事通融一二。那好吧，你先在这儿等会儿。老太爷说他整理好手中事务，会带着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族人去神府，家主先回神府等着。还请蔡管事再进去同族长说一声，叫他传信入宫，让沈寻之回来，一定要尽快，晚了对咱们沈家都不利。老太爷，人已经走了。真是好大的用心豹子胆呐！要接族中所有人随我一同去神府，让寻之不必回族中，要他在御前事主，今夜宫中恐有血光之灾呀！夜雷鸣闪电，暴雨倾盆。东宫，沈莲坐在昏床，哽咽抽泣。太子殿下，是莲儿，都是莲儿。莲儿看见天边雷霆闪烁，眼看着就要朝莲儿劈来，莲儿一时心急，便将母后推开。可莲儿没有想到，那雷霆直劈在母后的身上。莲儿若是知道那雷霆是冲着母后去的，莲儿定护在母后的身侧，不让母后凤体受伤，至今昏迷。莲儿，你身子本就不好，莫要哭坏了身体。莲儿不中用，害母后。姑已经问过母后身边的工人，是他们没有好好保护好母后，才让你受到惊吓，让母后遭受雷霆。此事不怪你，只怪姑当时没有在你身边。轰隆隆，宫殿外闪过一道惊雷，沈莲尖叫了一声。莲儿别怕，这响雷鸣了一天，叫莲儿怎么能不怕？外头隐隐有人在传，说今日不吉，这样的日子根本不适合成亲。听说国师逃了，父皇已经下令追捕国师，将他捉回五马分尸。太子殿下有没有想过，国师已被人收买？太子殿下，太子妃，凤仪宫传来消息，皇后娘娘苏醒了。太好了。太子殿下，我们一起去凤仪宫看望母后吧。好。沈莲换了一身衣服，和莫君礼去凤仪宫见皇后。沈莲突然跪在地上：“莲儿，你这是……太子殿下，你就让臣妾跪着吧。今日之事是臣妾的错。你……母后，莲儿已经跟儿臣解释了。莲儿当时护母后心切，想把母后推开，自己挡下雷霆，不想那雷霆不长眼睛，让母后受。本宫知道，你先让太子妃起来。母后，你不怪臣妾，臣妾愚笨，本想把母后推开，可没想到。沈莲低下头低泣，当时情况危急，你也受到了惊吓。好在太医刚才说，本宫只是被震到头部，并未损伤凤体，你也不必太自责，本宫没有怪你。先起来吧，莲儿。短短数月，你变化如此大，真叫本宫惊讶。母后，今日雷霆之劫，与国师脱不开干系，姑一定会放不过国师的。半个月前，天时大好，国师却偏偏挑了今日。听说他逃了，是国师大有问题，便不可轻扰。莲儿虽还未被封为太子妃，但今日是你二人大婚，国师的事情自有禁军追捕。你二人如今最要紧的是子嗣问题。晋王已有一子，如日中天，你们也要尽早诞下孩子，才能真真正正的坐稳东宫之位，也将那些心思不定之人早日定下心来辅佐太子你。儿臣知道了。本宫没什么大碍，你们早些回去歇息吧。本宫怕你早日为太子开枝散叶啊！是，臣妾知道了。奴才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福金安。高公公，皇上龙体如何？
回禀娘娘，皇上龙体已无大碍。皇上听闻皇后娘娘凤体安康，特意命奴才过来看啊。赵太医还为娘娘熬了一碗安神静心之药。皇上说皇后娘娘在祭天大典受到惊吓，让赵太医开方子给娘娘定定惊。赵太医把药端到沈皇后面前。皇后娘娘喝了药便早些休息。本宫也觉得头痛的厉害。沈皇后醒来后头一直痛，只是不想让太子担忧，并未告知。皇后喝药了。回禀皇上，微臣与高公公亲眼盯着皇后娘娘服药，娘娘服下药后便一直喊头疼，高公公便让凤仪宫宫人扶持娘娘休息了。此药虽不是割人肠喉一剂毙命的剧毒，却可令人长眠不醒。景隆帝眼中一片复杂。皇后凤体往后便交由赵太医诊治，一定要尽心尽力医治。若太子问起，皇后娘娘为了不让太子殿下担心，隐瞒身体抱恙之事，雷霆损伤内脏，今夜娘娘突然苏醒，恐怕是回光返照。那今夜还要劳烦赵太医在凤仪宫守着。是，微臣告退。赵太医起身离开乾清宫，去传审讯之进来。微臣参见皇上。沈家好大胆子，竟敢将罪臣之女送入皇宫为后。皇上恕罪，此事微臣并不知情。微臣是2年前的皇恩特许，从外放之地回到上京城，与沈府并不了解，跟沈府的沈家主一时鲜少往来，更不知晓沈家主与皇后娘娘之间竟然胆大包天，欺上瞒下，隐瞒罪臣之女的身份。那密含有沈皇后身世信函和证明皇后身份的名牒，她是君临太子部下亲信上官家族庶长子的女儿。想到20余载被沈家和沈皇后耍得团团转，景隆帝此刻恨不得刀刮了沈家满门。你不知晓，不代表你的祖父沈宝坤不知情。欺君之罪足以诛你9族，你让朕怎么恕你罪？皇上，微臣死不足惜，但微臣身后便是上千口子沈氏族人，微臣想为身后无辜的沈氏族人，求皇上给微臣一次辩驳的机会，求皇上详听微臣几句话。欺君之罪，你还要如何狡辩？是，微臣不敢狡辩，微臣只想以当下形势向皇上分析过往。至于祖父对皇后娘娘身世一事知不知情，微臣并不知晓，但以微臣之见，自微臣回到上京城，微臣的祖父便深居简出，而微臣也极少见沈家主回祖宅走动。微臣听闻沈家主并非出自上京城沈氏，20年前沈家主3顾我祖父老宅，想借沈家之事若我沈氏族谱在京城立足，皆被我沈父拒绝。后因沈家主高中状元，得皇上圣眷，又有京师人民殷勤帮扶，一路上扶摇直上，风光无限。沈家主借着背后势力，暗施手段，逼迫我祖父接纳他入族。祖父为沈氏族人考虑，不敢得罪沈家主，便将他的户籍迁入上京城。这10几年，沈府风光无限，沈家主高官厚禄，获得皇上圣恩。沈家主可有帮扶过沈氏族中年少之辈？微臣沈寻之承蒙皇上赏识，才得以破格留用，入仕为官。沈家主在上京城几10载，所作所为，为人处事皆有可记。皇上亲可命人细细查，微臣绝不敢用半句假话。话落，沈寻之弓背、双手、额头、半个上身都紧紧贴在地上。那你告诉朕，朕当如何处置你们沈家？微臣不敢揣测圣心，但微臣知道沈家有罪，沈府死罪。朕让你自己说，要如何处置你沈家，朕倒要看看你沈家胆道包天到什么地步。皇上息怒，朕让你说。是，罪臣之女为后，是为离谱又羞辱皇家颜面。可皇上继位这20多载，重用信任沈正一，就连皇后沈寻之及时改口，就连罪臣之女沈氏，亦是沈正一设计送到龙榻。沈氏诞下皇子，皇上对沈氏恩宠不断，又立沈氏之子为储君。前朝重用沈正一，后宫又全权交给沈氏打理。如若此事爆出沈氏乃是罪臣之女，沈氏一族必定会被株连9族，但是皇上也会。说到这儿，沈寻之一
副忐忑，不敢在意。朕自继位以来，重用信任沈正一，圣宠皇后，立皇后所生之子为储君，都将成为一个笑话。那朕就会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柄，是不是？沈寻之吓得不敢应。你便是算准，朕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不敢对你们沈家动手。微臣不敢，皇上，微臣绝无此意。沈寻之抬头磕了几个响头，磕到额头出血。皇上出个恶气，又要寻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微臣有个法子可帮助皇上出气。沈正一欺瞒皇上，那就让他一无所有。微臣愿意替皇上卸掉沈府的匾额，恳请皇上给微臣一次机会。微臣即刻回去清理门户。你要怎么清理门户？先从沈氏除名，再收回沈府，须踏出丧家之犬。沈寻之离开乾清宫后，督察院陈大人送来一卷东西。晋王这狗胆子，让他滚入宫来见朕。今夜是众人难眠之夜，宫人冒着雨四处奔波，唯有东宫众人沉浸在太子迎娶太子妃的喜悦中。沈莲一脸羞涩，在墨君里看来楚楚动人。莲儿莫怕，姑会对你很温柔。你若是痛，并告诉姑知道，因此出夜都会比较难受。可母亲说，事事都要以太子殿下为重。莲儿，礼节上的事情是对外人，你是姑心爱的人，姑怎么舍难受？他把沈莲搂在怀里，亲吻她的唇瓣，一股异香扑鼻而来。你用的是什么香？太子殿下，你忘了，莲儿因体弱，常年服用凝香丸。那凝香丸是用24种节令花蕊制成，常年累月服用，身上便自带异香。太子殿下，莲儿香吗？香，好香，越闻越让人沉醉。这种香。墨君里呼吸越发沉重，双手紧紧抱着沈莲的衣物。莲儿，姑终于娶你为妻了。他迫切地亲吻沈莲的唇瓣，甚至她的每一寸土。沈莲从不知道情爱竟让人那样舒服。殿下，先把红烛熄了吧。你把姑看着你。沈莲低垂眼眉，含羞点头。少女的羞涩被她演绎得惟妙惟肖。好，寝殿一瞬间陷入黑暗，外面闪电雷鸣扫过时，卷走寝宫内压抑黑暗的夜色，也带来短暂的光。床榻上鸳鸯交颈缠绵，达到忘我的境界。男人尽情驾驭，女人享受云端。这时又一道惊雷轰的一声劈落，女人突然回头，对身后的男子娇媚唤道：太子殿下。男人满含欲色的眸子在雷电闪过的情景下，看到一张布满黑斑鬼印的脸。鬼，有鬼，有鬼，快来人呐！沈府啪啪啪，开门！家主，不好了，族长还有族长的孙子带着很多人闯入咱们沈府了，现在就快要走过观澜园了。该来的还是来了。沈婉，你这没良心的白眼狼，是你带着沈氏族人来我沈府闹的？是我通知婉儿妹妹，叫她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回来一趟，毕竟沈府出族大事，作为沈府嫡长女，怎么也该知情。虽然婉儿妹妹之前自请出族，已经把户籍落在了谢家门下，但是婉儿妹妹孝心感人，想来送诸位亲者一程。出族？金妙仪愣了一下。是沈府屡犯族规，祖父同族中诸位德高望重的族亲商议，将沈府所有人除族，从此沈氏与沈府将再无瓜葛。沈承义愤怒地质问：你凭什么出我们名？我们犯了什么族规？你倒是说个名头出来！沈寻之，快让他们住手！你这是私闯民宅，我要上告你！可以，明日我会写一份折子，亲自呈到陛下面前。但是今夜我既然私闯了宅子，若不做点什么，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罪名？去把沈家大门收紧了，叫他们动静少一点，别扰了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休息。雷鸣作响，大雨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正是掩人耳目的好时机。家主，大门的匾额被人拆下了。金妙仪气得吐血，指着沈婉的方向吼：欺人太甚了！沈婉，你会遭雷劈的！啪，惊雷划过，光照在沈婉脸上，如冷血修罗。她红唇微微上扬，看向桃花盛开的那片地方。这时有人大呼：树下有死人，去报官！雨停了，天微亮，整个皇宫却笼上了一层阴郁。皇上，沈府有消息，沈寻之沈大人昨夜带族人入沈府一事，因昨日下了1天1夜的雨，暴雨冲开沈府观澜园陶筑底下的泥土，露出尸具尸骸。沈大人特意遣人入宫禀报。沈正一好大胆子！皇上，谢
谢小公爷也随大臣早早入宫赴朝，此刻就在殿外候着。晋王让朕失望，沈正一骗朕，传朕旨意，卸去晋王皇城司都主一职，禁足王府，无诏不得见任何人，恢复谢辞官职，命他与大理寺卿顾宇舟一起办理神府失骸一案。此事影响恶劣，定不能轻饶了凶手，让谢辞与顾宇舟给朕好好查办，好好查一查神府内可还有内情。皇上，又怎么了？小太监跪在地上。东宫传来消息，昨夜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洞房时，太子殿下突然受到了惊吓，大喊见鬼。李长福去请了太医院的梁太医去东宫瞧看。可是这个小太监话语顿了顿，想好了措辞，继续说：太子与太子妃难以分开，梁太医束手不措。皇上驾到，快进去看看。是皇上。鬼，有鬼！太子殿下身后有个女鬼跟着。太子殿下在太子殿下后面，他在殿下后面，他的脸上长了很多黑色脓包，他的头发一把一把掉下来，他笑得好诡异，好诡异。殿下快跑！他要附体在殿下身上了，他在用舌头舔殿下的耳朵。莫君里头皮发麻，只觉得脖子凉飕飕，耳朵湿湿哒哒。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别过来，别不顾，有鬼！父皇，有鬼！荒唐！太医，把他们两个给朕绑起来，朕倒要看看这东宫哪儿来的鬼。有鬼，真的有鬼！景隆帝看他这副模样，眉头深深锁紧。父皇，小心你身后！高堪觉得事情闹大了，快把太子妃带下去。皇上，你昨夜熬了一夜，先坐下来歇息吧。皇上，太子殿下贵体受损，皮肉分离，伤到了根子，恐怕会怎样？皇上，如今还不能断定，需等太子殿下贵体恢复后再看看。微臣与太医已经给太子殿下用药，太子殿下已经安静下来。太子妃如何？太子妃身子倒是无大，只是一直说东宫有鬼，说的有本有。伺候太子妃的宫人都被吓得战战兢兢。赵太医说出实情，景隆帝沉默了下来。高堪，你还记得君临太子的太子妃死在何处？朕让你说啊，是听说是被一群内侍剥了脸皮，泼狗血，凌虐致死在榻上。皇上，奴才听闻，当时君临太子妃就是死在如今太子殿下与太子妃的婚床上。她死时，整个寝宫都是君临太子妃的痛苦哀叫，而且当时君临太子妃怀有2个月的身孕呢。皇上，会不会诚义宫真的闹？景隆帝蹙着眉。早在3个月前，太子殿下便夜梦恶鬼，此事李公公知情，他常伴于太子身边。皇上不如问问李公公。李长福走到景隆帝的面前，回道：回皇上，3个月前，太子殿下便常做噩梦，醒来时嘴里喊有鬼。奴才问过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梦见的鬼是一个面如夜叉的女鬼，且每次做噩梦梦见的都是同一个鬼魅缠身。这时，殿外传来内侍的通报声：太后娘娘到，刘贵妃到。儿子给母后请安，母后万福。哀家听闻太子与太子妃出事了，东宫传出闹鬼之事，如今太子和太子妃如何了？皇上，臣妾和太后刚去凤仪宫看望皇后，就听到太子和太子妃出事了。回太后，回贵妃娘娘，太子和太子妃虚惊一场，如今在殿后休息，暂无大碍。刘太后点了一下头，没事就好。哀家听闻东宫闹鬼传言，太子这些日子也受鬼魅缠身，再加上昨日太子大婚不顺，不如抽个时间去普华寺上香祈福，
哀家也素斋10日，望能驱除邪祟，保我商朝平安顺遂。儿子正有此意。哀家方才去看过皇后，皇后至今未醒，后宫不能无人打理。那就让瑾妃代替皇后打理后宫。近日宫中频频出乱，刘贵妃先送母后回慈坤宫休息，3日后朕会亲自前往普华寺上香祈福。玉碎阁，沈莲安静下来后，梁太医便在殿外守着。太子妃，太医们都去偏殿了，快去给我熬药，快拿我的药膜来，快去！可是你如今是太子妃，用药都需经过太医之手，奴婢这个方子恐怕还没送到太医院就被梁太医收走了。可我的脸又长出那些东西了，若不吃药，我脸上胎斑迟早会现于人前，那就是欺君之罪。金宇，你说我该怎么办？吃不了药，太子妃不如先暂时用药膜顶着。现在外头的人都以为东宫闹鬼了，根本没人怀疑到太子妃身上啊。若是我让沈婉入宫看望我，再对外称沈婉因嫉妒我嫁给太子殿下而下毒害我，那我岂不就可以光明正大用药治脸了？可是什么？我让你把沈婉叫来。太子妃，实在是形势所迫，太子妃有所不知，就在昨夜，皇上下旨抄了沈家，家主和夫人以及公子们都被抓起来了，就连晋王殿下也被皇上下旨禁足，无诏不得见任何人。如今东宫外头重兵把守，奴婢是太子妃的陪嫁丫鬟，进出都受到限制，更别提让大小姐入宫见太子妃你了。你说什么？皇上为何抄了沈家？这又跟晋王殿下有何关系？沈家挖出了10具尸骸，晋王殿下与地方官勾结，走私贪污。那皇上是不是就不会再为我举行册封大典了？我这个太子妃当的只是一个头衔。金宇，快扶我起来，我要去见太子殿下。可是刚刚苏醒的太子看到沈莲时，又是惊恐万分的大叫：啊，鬼！太子殿下何至于如此羞辱臣妾？昨夜洞房怀主意，你打了莲儿一拳，如今又扇了莲儿一巴，你就这么怕王良鬼魅吗？可你是太子殿下未来的国主真龙之子，若是你也怕那些邪祟，那莲儿怎么办？谁来保护莲儿？还是太子殿下突然发觉选错了人，你就该娶我大姐姐为太子妃，所以满腹怨气朝我撒来。如今好了，皇上抄了我们沈家，我这个连册封大典都没有的太子妃，很快就不会碍着太子殿下的眼了。莲儿很快就要随父兄一块赴黄泉了。我沈莲承蒙太子殿下厚爱，沈家有难，我身为沈家嫡女，不敢独留东宫，享太子妃之福。此一别，望太子殿下保重身体。说完，沈莲站起身，转身快步离去。被噩梦缠身、丧失理智的太子，终于在沈莲的一番话下恢复明智。他大呼了一声：“莲儿！”太子殿下，你刚上药，太医为了太子殿下伤处早日恢复，不让宫人给太子殿下穿遮羞物。那你还不快把太子妃拦下？沈家落难了，我这样的罪臣之女只会令太子殿下蒙羞，你我就好好别过吧。昨夜之事只当一夜露水，往后还会有更好的女子成为太子殿下的太子妃。这是莲儿与太子殿下成亲前和我母亲去普华寺求的驱邪保平安的莲儿，送给殿下，望殿下不再被噩梦邪祟困扰。莲儿要去求父皇，若父皇不能宽恕我的家人，但求皇上可以让莲儿陪父母亲人一起下狱。莲儿，是姑的错，是姑近日精神恍惚，出现幻觉，姑失手打了你。可是姑真的在和沈莲洞房时看到一张布满黑斑的鬼脸。太子殿下，方才高公公还当着皇上的面提到20年前君临太子的事情。此事和君临太子有何关系？当年君临太子结党营私，犯上谋反，先帝一怒之下下旨屠宫。这东宫当时的惨状，奴才也
是方才听高堪公公说起，昨夜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婚床，正是君临太子和太子妃颠鸾倒凤的床。你说什么？你刚才说我昨夜与太子妃用的床榻是君临太子用过的，不是九华轩的床榻，是承仪殿的床榻。东宫被屠，宫中大半东西皆被烧尽，独独那承仪殿的东西，特别是床榻。床怎么了？听说君临太子妃被人扒了脸皮，凌虐致死在那张床榻。皇上登基后曾命人烧了那张床，但每有工人准备动手销毁那张床榻时，工人总会离奇死在床上，火烧不掉，用刀砍，那砍出来的痕迹却莫名的流下血。承仪殿也频频出事，也正是那时候，皇上找到了明士国师，不知国师如何处理。反正后来那张床不但没被销毁，还让人好好维修。之后承仪殿一切太平，再无发生任何诡异之事。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很少，奴才也只是从高堪公公口中知道一二。方才太后和刘贵妃过来了，太后同皇上说，近日宫中频频出乱，让皇上去普华寺上香祈福，驱邪祟。弟公公，你刚才说君临太子妃被人扒了脸皮，凌虐而死，太子殿下，你看到的会不会就是君临太子妃的鬼魂？太子殿下，定是君临太子妃死的冤，鬼魂才会一直弥留人间不肯离去。莲儿恳请太子殿下帮我沈家，莲儿不想好好的神服，最终走向君临太子那样的末路。莲儿怕死，怕做一个孤魂野鬼。莲儿，你先起来，神父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尚福，你说。奴才也是听说，昨夜沈族长因昨日祭天礼的事，去神府走了一趟，因昨日连下暴雨，把桃树底下的泥冲出了一道坑。沈氏族里有人看到地底下埋有尸骸，惊动了官府，官府从沈家桃树下挖出了10具尸骸，这才惊动了皇上。10具尸骸。莫君离脸色变了变。殿下，我沈家开府以来，不说几百个仆人，180个家仆也是有的。我娘一个女子，要管理那样大的后宅，难免疏忽。府中有人趁着主子不注意，干些杀人越货之事，悄悄掩埋在桃树底下，这谁又说得准呢？殿下可否容莲儿回府看望父母，由莲儿亲自去问问我爹娘兄长们，假如那园子里的尸骸是他们所害，莲儿定不会包庇着。太子殿下，您身上还有些伤，太医要您静养几日。狗身子不适，你护送太子妃去沈家。多谢太子殿下。沈婉，你会不得好死，你会遭天谴被雷劈。我诅咒你，此生此世都生不出孩子，被谢家的人抛弃。金妙仪在厅内面红耳赤的很，沈婉背影一动不动，陪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男子也一动不动，那是沈寻之。谢玉锦眉头微微皱起，拿起狮子头杖狠狠砸在金妙仪的身上。你堂堂7尺男儿，竟动手打女人！本督主的狮头杖从来不打女人，但本督主曾听祖母说过，这狮头杖20年前曾痛打落水狗。那今日本督主打的就是口无遮拦的疯狗，何来女人？看来谢小公也有恢复身子，官复原职。托您的福，帮我养育了这么好的媳妇儿。若没有我的婉儿，我如今怕也不能安然无恙地站在岳父面前，给岳父上刑，送岳父下狱。好，都想收我沈家。好，我沈正义在入狱前卖你们一个秘密。沈婉，你亲自去我书斋，在我书桌第2个抽屉里，左上必有一个按钮，你用力按下去。我书桌后面挂着的那幅七仙图后有一个暗格，暗格里放着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你亲自去取，切莫假手于他人。抽屉钥匙就在我身上。搞什么鬼？我的长女那么聪慧，想必看过那东西之后便会知道我的心思，快去找吧，晚了怕就落到旁人手上了。
说完，沈正一又哈哈哈的大笑。沈婉冷吐出2个字：疯子。我陪你一块儿去。沈婉侧头对沈寻之说：寻之哥哥，你在这里看着他们，别让沈家的人凑在一块儿，特别是沈莲。母亲最是喜欢合欢花。西域锦看到手帕上的内容，想到周氏一成不变的喜好，他呼吸沉重，心情沉甸甸的。婆母是喜欢合欢花，但不一定就是婆母的手帕。把帕子先收起来，等回到镇国公府后再问问婆母。你先不要着急。这时有人进来，主子，沈莲回府了。他去见了谁？他没有去找沈家的人，而是直接去后院找到一个看管桃园的管事。那个管事是不是姓钟？是的，他拿着太子殿下的宫牌，顾大人都不敢拦着。那就不必拦着。那个钟管事叫钟安国，是个棘手的人物，先前派人潜入苦佛寺刺杀阿朱，是沈莲唯一的助力。沈莲如今要舍了他，让他去顶罪，也就让他顶。到我手里没有顶包之说。10具尸骸已是白骨，男女难辨，只有仵作才能验明正身。这桩案子可不是沈莲想找谁顶罪就能轻轻松松蒙混过去的。养爹，你要救救我们沈家！钟安国愣住了。太子妃，你如今身份尊贵，怎可跪我此等贱民？你快起来！不，养爹若是不答应莲儿就跪死在沈家。反正沈家也落难了，皇上肯定会砍了我父母兄长的头颅，而我这个未受封的太子妃也是可有可无。养爹，这一次你若是不帮莲儿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从衣里摸出了一把匕首，当着钟安国的面拔出匕首，抵在脖子上。莲儿，切莫做傻事。沈家人一旦被定罪，那我便是罪臣之女。太子虽然现在还能宠我1、2，难保将来宫中有新人时被太子厌弃。与其受人羞辱的活在深宫之中，不如现在死了一了百了，省得我眼睁睁的看着亲生父母和5个哥哥人头落地。别！他迅速扑到沈莲面前，握住锋利的刀尖，鲜血立刻从他掌缝间流下。沈莲尖叫了一声：快来人！他想杀了本宫，他要杀人！钟安国一脸茫然，心头一沉。他就是杀人犯！快把他抓起来！埋在桃园底下的10具尸骸是此人所为。谢督主、顾大人，你们还不快命人把杀人凶手拿下！谢玉锦薄唇一扯，低喝了一声，仿佛一眼看破了沈莲的诡计。太子妃怎会和这个杀人凶手在一块儿？你又怎知他是谋害10条性命的凶犯？大姐姐，你不记得了吗？他就是看管桃园的管事啊。本宫出宫时就听旁人说，那10具尸骸就是从桃园地底下挖出来的。本宫便怀疑此人，特意派人带他过来问话。他见本宫戳破他行凶诡计，便抽出这把匕首，意图谋杀本宫灭口。大姐姐，你莫要过去啊，小心他杀了你。说到杀了你时，沈莲眼中尽是杀意。他要杀姐姐了，快救姐姐！大姐姐，你看到了吧？他满身杀戮，杀心成瘾。若不是谢督主出手的及时，大姐姐你现在就成他手里第11具尸骸了，吓死本宫了。还好大姐姐无事。沈婉低头看他，红唇微扯：太子妃别怕，我命比你长。沈莲皱眉，满眼杀意。养爹真是没用，刚才怎么就没捅死沈婉这个贱？我就是想问钟管事几句话。太子妃说桃园那10具尸骸是你所为。钟管事沉着脸：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此事似乎有刑部查问，那小姐就不必费心机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事关沈府声誉，我自然要问清楚，你杀的那些人是男是女，岁数多大，为何要杀他们？那些尸骸如今停在何处？回禀太子妃，我去尸骸送至大理寺，另外5具停在顺天府，仵作已经去在验尸了，相信要不了几日便会有结果，将此人押入大理寺看管去。那我爹娘和兄长还要被关起来吗？那是自然，一府埋骨10具，不能全凭那管事几句话就断定他是杀人凶犯，需3司6审仔细查明。如若沈家主子真的无辜，皇上自会下旨释放他们。只有皇
上下旨才能释放我家人吗？顾宇舟剑眉微拧，看了看沈莲，眼中尽是厌恶。此案惊动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上，自是要查明了，再由皇上下旨才能释放沈家人。大姐姐是沈家嫡长女，自幼在沈府长大，既然沈府内所有人都有嫌疑，都得下狱查办，那大姐姐是不是也该下狱？不能因为大姐姐嫁给谢督主，谢督主就滥用职权包庇我大姐姐吧？本宫虽说也是沈家嫡女，可本宫一直在庄子上养病，一直到15岁才被接回沈府，那本宫便不存在杀人埋尸的嫌疑。大姐姐，就算皇上不发话，你也该为了沈家的清白和谢督主的前途以身作则，配合调查。那是自然。沈婉转身对着谢玉锦说：“麻烦谢督主也把我抓回皇城司拷问。”不成，谢督主是大姐姐的夫君，不该去皇城司。大姐姐你要去，也该去大理寺。沈寻之，沈寻之走到沈莲身边：“太子妃有何吩咐？”就由你来好好审问我大姐姐，必要时严刑拷打，无需因沈家的面子就包庇纵容。你身为沈家人，更应该做个榜样，大义灭亲，才对得起皇上对你的信任。沈莲心中得意，根本不知道沈府自昨夜起就和沈氏氏族脱离了关系。沈寻之抬眸看了沈莲一眼，心中呸了一声：“晦气！是微臣定不负太子妃的信任，与顾大人一起好好审问沈府众人。郑大人，沈夫人一直要喊着要见太子妃。我娘现在在何处？”谢玉锦道：“沈夫人在观澜院主院内看管着，本宫要见她。皇上有令，重犯严加看管，不得探视。太子妃也不能见沈家的人。若太子妃想探视亲人，需皇上手谕。”好，你给本宫等着。把嫌疑犯带走。沈婉，听说太子妃大义灭亲，让大理寺的人把你也抓了。太子妃还说必要时严刑拷打，无需因沈家的面子就包庇纵容。太子妃说得好，就该大义灭亲，好好审问。婉儿，你这细皮嫩肉，进入大理寺后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母亲真是担心你的处境。母亲你别担心，女儿前些日子刚从大理寺出来，如今啊不过是故地重游，没什么好怕的。倒是母亲一直打理沈家内宅之事，比父亲嫌疑更大。你不如先好好理一理舌头，回头大理寺审问时才好一一如实交代，少受些罪呢。好戏开场了。先是沈经事，出来干嘛呢？不得交头接耳，立刻给老子去刑审房！狗眼看人的家伙！当今太子妃可是从沈家出去的，皇后娘娘也是沈家的人。是嫌皇后太子妃死得不够快？是皇上下旨严查沈家，太子妃和皇后娘娘来了也不得抗旨。走。哎呀，娘，你怎么如此不小心啊？少碰我，贱人！爹爹，你刚才要同娘说什么？顾燕宁，做人留一线，你的父母……我父母亲不是已经下狱了吗？沈正一低声一笑。只要莲儿一日得宠，太子殿下便不会放任我沈家不管，我和沈府便有翻身的机会。太子大能大过皇上吗？你知不知道国师留下真言的那天，我还送给皇上一份什么大礼呀？沈皇后是罪臣之女，还只是一个外室女。沈正一瞳孔巨震，沈婉唇角上扬，皇上还能容得下你？天真。爹，沈婉离开后，沈莲走入大理寺，找到了沈正一。莲儿，你怎么来了？为了沈家，你必须如实告诉我，你杀掉的那些人是男是女，几岁了，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怎么杀死他们的？真不是我杀的，我根本不知道桃园埋了10具尸骸。本宫问大哥，大哥也说人不是他杀的。本宫问二哥，二哥也说人不是他杀的。本宫问了3哥、4哥、5哥，都说不是他们杀的。既然不是哥哥们杀的，那就是爹杀的。事到如今，你还要撒谎？莲儿，真的不是爹。你若是不说，我怎么知道死的那些人是什么身份？怎么让周安国去顶罪？怎么救沈家出来？
你骗我娘骗得好苦，现在还要继续骗。爹，你真是太让女儿失望了。莲儿，这次事情真的不是爹做的，若是爹做的事儿，爹不可能把那些尸身埋在自家后院，你不如让太子出面调出仵作查证的尸检信息。对，我可以找太子殿下。沈莲转身离开了，可沈正一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他叫唤了一声：“莲儿！”沈莲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转角。刑审部，6年前我便随李仙一去木仙山学医，都是我爹娘兄长们到医门来看望我。这6年来，我不曾回过神府。哦，对了，我有个小师弟叫石峰，他和我是同一批收入门中的弟子。这6年，我和我小师弟跟随师傅四处游医，他如今应该快到上京城了。大人可以回镇国公府瞧瞧，我小师弟可以为我作证。实在不行，大人可以再派人回木仙一找证人。沈婉站在刑台上，双手背靠在铁链，如实诉说。顾宇舟转头问京妙仪：“贵妇大小姐所言属实，她可曾到过木仙山学医，拜在谁的门下？这6年来，贵妇大小姐可曾回到沈家？你又去过几次木仙山探亲？是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在木仙山下逗留多长时间？这些事你都要一一数来，不得有半点隐瞒。”哼，他是去木仙山学医6年，的确拜在李仙一门下。听说长女在仙一门名声极好，将来若要找医门的人为他做假证，也是可以的。啪！芋头抽出鞭子，狠狠打在木桩上，怒喝：“大人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他是不是找人做假证？大人自会找人查证，别说有的没的，快回答大人的问话。”我就是在如实说事。再说，大人问那么多，6年时间，谁还记得去过几次木仙山，探过几次亲，又是几年几月几日去的？只记得大概。我每年都会去看长女，旁的细节我一概不记得了。好，那本官再问你，6年前6月初10，夫人在后宅做什么？6年前6月初10，姓顾的疯了吧？谁会记住6年前那一日在家中干过什么？不记得了。好，那本官再换个，5年前6月初10，沈夫人在何处？顾大人，那我反问你一句，5年前的6月初10，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我陪我母亲和家中2位妹妹去普华寺上香，二妹妹调皮，爬马车的时候摔下，头磕伤，碰巧遇到谢少夫人出手相救。什么？沈婉故作思索。哦，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把顾夫人吓哭了，明月妹妹摔下来的时候，当场便不省人事了。既然沈夫人不记得6年前和5年前发生的事，那总记得去年6月初10你在哪里？京妙仪脸色煞变。去年的6月初10，她失手杀了一个家仆。我也不记得了。痛吗？痛，真的好痛，十指连心的痛。我的母亲于氏也曾在你手里尝过那样的滋味。于氏那个贱人，把她嘴打开。天哪，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气味？难道袜子？